把他的皮给我撕下来，咬断他手脚。斗兽场中，一群衣着华美的少年少女坐在高位之上，满眼兴奋地盯着底下的广场。几只凶残的赤鸣狗正将一个浑身是血的少女团团围住，少女拼命地往前跑着，可还是被那赤鸣摁住肩膀，撕咬下一大块的皮肉。少女死死地咬住牙，一声不吭地忍受着这种灭顶之痛。她仰起头来，鲜血打湿了她整张脸，她的目光在那些人脸上一一扫过，这些天天折磨她的人，她一辈子也不会忘的。等她找到逃出这个鬼地方的机会，一定会让他们付出千百倍的代价。赤鸣狗的主人是个18岁的女孩，叫白鹿。好乖乖，大胆的吃，反正过不了多久，它这个怪物啊，还能长出新的血肉来。白鹿，你们皇室怎么出了这么一个怪物啊？就是啊，上次我的宝贝兽兽咬断它一只脚，它半个月就长好了。这种怪物就该丢到魔剑里面去，和那些该死的魔族人一样邪乎。白鹿闻言面露不快，哼，什么皇室啊，不过是一个下贱女人勾引了帝君生的下贱胚子。那个下贱女人让我帝后姑姑蒙羞，我就要折磨这个小怪物到死为止。反正帝君也不在乎这个女儿，连名字都没给她取，一个无名的贱种罢了。白鹿看着少女又被咬断一根手指，顿时畅快了。大家的灵兽一起上啊！今天是我嫡姬表妹觉醒兽元的日子，我们要好好庆贺一番，热闹一下。白鹿抬抬手，又准备往下放8只灵兽，可下一刻，帝姬驾到！一个穿着华服的少女一脸高傲地走到了高台之上，白鹿几人顿时慌了。帝姬，怎么能让这种贱坯子脏了您的眼睛呢？太血腥了，会吓到您的。帝姬苏林燕站在高台之上，俯视着那个据说和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孩子。他倒在血泊里，已经奄奄一息了。苏林燕的眼中闪过浓浓的嫌弃，可脸上却做出同情的样子来。他也怪可怜的，你们别折磨他了。帝姬，你就是太善良了。就是啊，表妹，他母亲是怎么让姑姑丢人的？堂堂帝后居然和一个洗脚婢共享过夫君，这真是奇耻大辱。姑姑是五州白家天赋最好的少女，嫁到这万寿国已经是委屈了，万寿国的帝姬也只该有表妹你一个。那也不好太过苛责，毕竟啊，她是无辜的。趴在血泊里的少女听着这些话都要笑了。这个苏林燕每次都在她被教训完了之后再出现，说些同情她的话，实际上却巴不得她越惨越好。等她找机会逃出这个皇宫，只要能逃出去，她一定会报仇。少女握紧了自己的拳头，今天她有机会的。少女算了算日子，万寿国虽然只是整片神魔域中的一个小国，但这里的所有人在18岁生日那年都会觉醒出一颗兽元，从而拥有自己的第一只本命灵兽。今天就是他能觉醒兽元的日子了。兽元依附在人身体的体骨上，那根骨头被称为兽骨，而由骨髓凝练而出的就是兽元。兽骨的位置越是重要，兽元的天赋就会越好。只要他的灵兽够强，说不定就能杀出去。可就在这时，几个帝后身边的贴身女奴却突然走了过来，将他像是提垃圾一般的提走。看这个样子还没死心呢，还想跑呢啊！一个女奴给他一巴掌，还往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怎么还想着你这兽元觉醒能跑出去呢？做梦吧你！呸！少女心底一片冰凉，他们竟然记得今天是她的生日，那么她还能跑出去吗？她被带进了帝后专用的密室里面，不如将她的手脚都砍了，再拔了舌头塞进大瓶子里。哼，燕儿，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过了18岁就不能留下他了。倒是你，今天也是你觉醒兽元的日子，还不快去准备？母亲给你准备了最好的灵药池，去泡着吧。好的，母亲，我一定会觉醒出最优秀的兽元，毕竟我是万兽国最尊贵的地基。后面的话，少女已经没工夫听了，因为此刻她身上忽然漫开了血红色的火焰。啊，凤元！她听见了女奴的惊呼声，甚至带着一分恐惧的颤抖。帝后娘娘，您快来看呐，这是凤骨生凤元呐！难怪这剑井的血兽还能再生，他们都没想过，其实这是凤元涅槃的出兆啊！帝后的一张脸骤然变色，你胡说什么？凤骨都是千年一出，还不一定能孕育出凤元，只有万寿国皇室最尊贵的气运之女才能获得，要有也是我的燕儿，怎么会？他的话戛然而止，因为那真的是凤元。少女的一整根脊骨都在灼灼发亮，正是凤骨没错，但里面正在孕育着最重要的凤元。帝后那张漂亮的脸顿时扭曲起来，可下一刻她却突然一笑，凤元是我燕儿的，也只能是我燕儿的。把她的脊骨给我挖出来，用我白家秘术换给我的燕儿。尖刀刺入皮上，少女死死瞪着帝后。我一定会杀了你，给我和我阿娘报仇！少女声声泣血，帝后却笑了。哼，就凭你阿娘死的可比你轻松多了。她生完你啊，我就把她丢进了军营里。那些男人呐，可是好久没看见过女人了。他锋利的指尖点在少女的眼皮上。你阿娘死在男人们的床上时，我可是观摩了全程的。少女浑身发抖，眼睛血红，她突然暴起，一口咬掉了帝后的手指。天仇！帝后万万没想到，她竟然还有力气。她被狠狠地扇飞出去。与此同时，一颗金色兽蛋从她身上掉落下来。凤凰兽蛋！帝后都顾不上自己被咬断了一截儿血流不止的手了。快拿过来！少女已被抽了骨，拼命地伸出手，也只能看着自己的兽蛋被女奴们抱走。肮脏东西，把它给我丢进深渊魔剑里，让那些魔物分食它的身体，我要让它死无全尸！肢体几乎被分解完全的他，被带到了一处刮着阴森魔气的深渊口。两个女奴到了这里，大气都不敢出。这魔剑里关押的可都是魔物，只能进不能出。他这血肉之躯，肯定很快就会被那些魔物吞噬掉。去死吧！两人合力将他高高抛起。被抛起的那一刻，他看见东边天空上有滚滚血云凝聚，
最后一道金光骤然落下，震慑大地。一声凤鸣缭绕了整个万寿国。他看见那2个女奴一脸狂热的朝着东方跪下。凤元落地生根了，真正的皇女降生了。她被抛下了深渊。当肉体砸进深渊里的聚合之时，他已经感觉不到痛了，耳边响起了各种古怪沙哑的声音。魔界好久没来新人了。是个小娃娃，小娃娃的肉最鲜美了。河底有个凶悍的声音突然拐了个弯。这小娃娃刚刚是不是生了颗蛋？晕死过去的少女身上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黑蛋。这个蛋……魔物们怔了一下，突然对着远处的一片密林激动的大喊：燕女大人，您快来看呐，有个小丫头会下蛋，你不是最喜欢吃腌咸蛋了吗？一道模糊的女人声音从林子深处传来。蠢货，那是万寿国的人，把他带过来，我看看。一只苍白的有些过分的手在他背脊之上按压了一下。有意思啊，竟然是天生凤元。哼，那些挖他凤元的人好像也不知道凤元可以涅槃再生的秘密。女人轻笑着，但他怨气难消，恨不平，又被咱们魔剑的魔杖影响，竟然成了正邪一体。养养吧，说不定啊，能养出个小怪物来。为什么这颗蛋还是孵化不出来？他脸色苍白，整个人状若疯魔。到底还要我用多少心头血去灌溉喂养它？燕儿，帝后闻声寻了过来，你在胡闹什么？这可是神兽。都3个月了，他还是不愿意出来。苏黎燕紧紧咬着牙，我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啊？要是外面那些贱民们知道我是一个孵化不出神兽的皇女，一定会嘲笑我的。还有封家，5州封家的风寻亲自登门，在这里等了我3个月。他是天生的满灵体，而我拥有举世无缘的凤双，本就该天生一对儿。若是这颗蛋永远都孵不出来，苏黎燕神情苍白，那我和封家的婚约怎么办？风寻哥哥会不会不要我？谁敢？帝后的目光里面闪过一丝阴毒，母后定不会让燕儿受到这样的屈辱。快别闹了，那位风寻公子是喜欢你的，你没听说他和白鹿一起去白头山为你寻找龙鳞草去了吗？龙鳞草？真的吗？太好了，母后，龙鳞草对未孵化的兽蛋是最好的催生利器，我一定要拿到龙鳞草。放心吧，孩子，一定会有的。母后一定会让你成为整个万寿国，不，整个5州最出色的女人。此时白头山上，一行队伍正在十分警惕地往深处走着。铃铃一声，浓雾之中忽然出现了一道清脆的铃铛声。谁在那里？风寻一手立刻按在武器上，很快一道身影出现在他们面前。那是一个18岁左右的少女，穿着一身红色长裙，脸上戴着半块银色面具，露出的半张脸，那双血色猫瞳最为勾人。她的脚腕上绑着一串漆黑的铃铛，正低下头，伸手要去摘一颗形状犹如龙盘旋的药草。龙鳞草！寻哥哥，是龙鳞草！喂，贱民，快把龙鳞草给我们！他身上的灵力波动非常弱，白鹿嫌弃地看了一眼少女，一看就是没有灵力的人。少女转过身来，白鹿目光一震，这人的身形怎么那么像那个贱种呢？不，
不可能的，那个贱种，他已经死透了。少女紧紧盯着面前的白鹿，她单手紧握成拳，真是没想到白鹿竟然会来这禁区。明明只是3个月，她却在魔剑底下度日如年。她每一天每一刻都在想念那些人，也记得他们对她做过的所有事情。她的仇，阿娘的仇，和她的寿诞，她都要亲手去讨回来。可浓雾遮掩之下，谁也看不见一念的神情。哼，给你，凭什么呢？你知道我们是谁吗？还有，你一个人怎么敢闯白驼山呢？这可是万寿国的禁地。这禁地你们能走，我就不能走吗？白鹿挥挥手，一只赤明狗就冲了过来。乖乖，去把那个贱民给我抓过来！赤明狗对着一念生扑过来，一念抽出长鞭，重重的甩至在地上。一念身上有灵力冲天而起，而他的鞭子竟然变成了一条黑色长蛇，直接绞住了赤明狗的脖子。白鹿脸色猛地扭曲起来，这怎么可能？雨农们被冲天的气势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他竟然是9重灵体！就算是万寿国最完美的地基苏林燕，才觉醒出凤元，随之才可以修炼灵力，到现在也才3重灵体而已。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怪物呢？这赤明狗忽然悲鸣了一声，它身上的皮肉竟然被大力的撕扯开来，舌尖尾端还勾住它尖牙。不！白鹿双眼血红，那是它的本命灵兽啊！一念弯唇，轻声的学着以前白鹿折磨它时的口吻，对那黑蛇说着：“好乖乖，快把它的牙齿一颗一颗的给我拔下来。”把她的皮也拔下来，姑娘我要做一条新的围脖。住手！住手！白鹿捂着心口，本命灵兽的痛苦源源不断的传到她身上来。看着自己的爱宠竟然被剥皮拔牙，她愤怒的转身，对着身后那些士兵吼着：“还不给我！”话都没说完，下一刻他已经被忽然出现在面前的阴念掐住了脖子，啪啪的2个耳光重重的抽在白鹿脸上，2颗门牙直接从他嘴中飞了出去。贱民，你敢！白鹿大声尖叫着，你不是想犒劳士兵吗？阴念轻笑了一声，一把撕裂他衣裙。那你自己上吧。白鹿死命地挣扎着，那些本来准备动手的士兵们都看呆了。身材可真好啊！一念玩够了，抬手就想把白鹿的脖子给扭断，可下一刻，一道剑光对着一念扑杀过来，那强大的灵力威压让一念挑了挑眉。也是9重灵体？白鹿旁边这个男人看起来不过20岁的年纪，竟然也修炼到了9重灵体。他已经输了，你却不依不饶，竟然如此凶残。风轩十分正义的话让一念嗤笑了一声。白鹿杀他就可以，他杀白鹿就不行吗？一念抬手将白鹿挡在自己面前，白鹿脸色大变，含着血沫张嘴说着：“不要啊，许哥哥！”他两股战战，在死亡危机逼近之下，双腿一抖，尿了。风轩面色一变，急忙收住剑光，但身后的士兵们已经反应过来要攻过来。一念直接把手上的白鹿狠狠地甩掷出去，他嫌弃地看着自己的手，真是恶心，一股尿骚味。而那白鹿连滚带爬地从地上爬起来，腿间都是一片黄色尿渍，散发着恶臭。
可偏偏他尿不自知，非常柔弱的带着一身的骚味儿，往在场最强大的风玄身上靠着。玄哥哥，你要为我报仇！风玄的眼中闪过浓浓的嫌弃，用剑鞘抵着白鹿，让他站远一些。他真是不该让这个女人跟来。白鹿看见风玄的神情，才慢慢的反应过来自己的状态。白鹿尖叫一声，又羞又恨，恨不得把阴念剥皮抽骨才好。你的武器很特别。风玄说着看向了阴念。但你如果杀了白鹿的本命灵兽，都不用我出手，在场的所有士兵围攻之下，你必死。灵兽和主人是一体的，同生共死。风轩不可能让阴念真的在他面前杀了赤鸣狗。白鹿还在叫嚣着：“就是，贱人！你现在若跪在我的面前，我……”风轩忍无可忍的转身低斥着：“闭嘴！只会给他惹祸的蠢材。这样年纪的九重灵体，背后的势力会小吗？”你叫什么名字？风轩看向阴念。阴念。阴念笑了笑。你的龙鳞草给我，你也和我们一起回万寿国。风轩甚至不准备问阴念的意思，他根本探查不到对面这个女人的灵力波动，一定是身上藏了什么掩藏灵力波动的珍宝。最重要的是，他想知道这个女人的真实身份。她可不是白鹿那个无脑的女人。什么？这个贱人也配吗？白鹿低声说着，她的牙已经漏风了，勉强用手指堵住才能说话。你再多嘴一句，我不介意把你的牙全部都拔了。阴念冲白鹿笑了笑，风轩面露不悦。白鹿再蠢，也是他带来的人，这个女人怎可如此不把他放在眼中呢？他肯定不愿意的。白鹿低声说着：“哼，好啊，我和你们一起走。”阴念却忽然笑了，他抬手，已经被折腾得半死的赤鸣狗才被黑蛇松开，黑蛇变成了鞭子，重新回到他手上。风轩的脸上露出一些满意的神情，朝着后面那些士兵抬手，那些士兵才放下指着阴念的兵器。他们人多势众，不能硬碰硬，但阴念有别的办法。阴念笑着走向白鹿，在他一脸惊恐的视线当中握住他肩膀。轩哥哥！白鹿抖着声音求助着。风轩立刻看了过来，阴念笑了笑：“放心吧，我不动他。”他压在白鹿肩膀上的手缓缓用力，声音很轻：“接下来还有一段路要走呢，让我们好好相处吧。”就在拍他肩膀的那一下，一只头发丝儿般大小的黑虫子钻进了白鹿身体里面。阴念手上的鞭子再次化成黑蛇，阴恻恻地盯着白鹿，散发着杀意。阴念安抚地摸了摸他脑袋：“别急，留着那白鹿，我有大用。”他轻声说着。等等，这是什么？灵力波动竟然如此恐怖！前方，风轩的声音忽然传来。前方一处寸草不生的空地之上，有一株深紫色草药在散发着浓郁的灵力波动。这草药是莲花形状，上面含着一颗雪白色珠子。风轩立刻就要过去采摘。不能动！他记得家里的老妖女和他说过，这白头山上有个绝对不能动的东西。不能动？风轩自信一笑：“哼，这天底下就没有我风寻不能动的。”他霸气十足地把那草药一把揪了起来。阴念面色大变：“妈的，蠢货！”草药被拔起那一刻，白头山底之下，无数岩浆开始哗啦啦地往外翻滚着。最终，一架白玉棺显露出来了。棺里躺着一个男人，只是静静地闭着眼睛，都能从他身上感受到可破天地的威压感。下一刻，男人修长的手指动了动，
就是这一动，整座山脉都开始摇晃。风寻所在之地轰隆一声炸开，在场所有人都被那恐怖的气息笼罩住了。什么灵体九重，在这份力量面前，犹如星火与曜日。要是被这份气息笼罩，必死无疑。可现在逃跑已经来不及了。千钧一发之际，风寻咬牙从腰中拿出一块玉牌，捏碎了。下一刻，同样强大的气息冲天而起，将那恐怖的气息暂时笼罩住了。一个光圈堪堪将风寻、白鹿和叶念这3个人笼罩了进去。这是老师留给我的空间玉牌，撑不了多久了，最多只能走2个人。带我走！白鹿涕泗横流。寻哥哥，你带我走吧，我不想死啊！可风寻的目光却落在一念的身上。你跟我走。空间玉，他可不打算浪费在白鹿身上。寻哥哥，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呀？你跟我走，我许你成为我的贴身女婢。他想留下这个女人，如果女人背后没有靠山，这样的天赋他定要收为己用。一念冷笑了一声，直接避开他手，一把抓过一旁的白鹿，低声用只有2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道：你已经中毒了，不出半个月，整张脸就会溃烂而死，只有我可以解毒。这件事情不许你告诉任何人，想要解药，3天之后再来白头山找我。一念的面具被气浪炸开了一部分，白鹿认出他了。你是？白鹿瞳孔巨颤，怎么可能？这个贱种怎么可能还活着呢？一念可不管他。说完，他一把将面露惊骇的白鹿扔进了那空间漩涡之中。你竟然把生的机会让给了他！风寻震惊地看着一念，你还不走？一念避开风寻的目光，挡住自己的脸，他自有逃走的办法。随时解开那法器铃铛，他就能在被压成血沫之前瞬间被召回魔剑。可风寻并不知道，风寻最后深深地看了一眼一念，一脚迈进空间漩涡中遁去。你一定要活下来。他留下了一句话。没想到这世上竟然还有像你这么善良的女人。下一刻，白鹿和风群消失在了一念面前，那恐怖的气息眨眼之间就要将一念吞噬。但下一刻，一念直接断开了脚上铃铛，黑色漩涡眨眼之间就把一念扯了进去。白头山恐怖的动荡一层接着一层。万寿国皇宫之中，帝后遥遥看着那白头山的方向，脸色煞白，喃喃道：怎么可能？难道那人他还活着？母后，我的龙鳞草怎么办呢？苏林燕一脸暴躁，只想着自己，可帝后却想到了风寻。完了，要是风寻死了，他怎么和风家交代呢？但下一刻，内视卷子一阵激发，风寻和白鹿狼狈地逃了出来。风寻，你没事吧？我的龙鳞草呢？你们不是说给我去拿龙鳞草了吗？风寻还在想着一念，结果却看见自己的未婚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问自己的安危，倒是先问龙鳞草。你真是太不像话了。风寻，你快去休息吧，燕儿她只是被白头山的暴动吓到了。帝后讪笑着说道。风寻冷笑了一声，第一次认真打量这位号称千年难得一遇的帝姬，要不是因为他天生凤元，哼！帝姬天赋绝佳，又有凤元加身，想必没有龙鳞草也能让神兽蛋孵化。风寻眯起眸子，还是说帝姬有什么难言之隐？怎么会呢，寻哥哥？对不起啊，我刚才就是太着急了。而旁边的白鹿匍匐在地上，毒虫已经开始在他身上肆虐着，他又痛又怕，那贱种还活着，还给他下了毒。白鹿目光愤恨地看着周围的所有人，他们只关心龙鳞草，
只关心风寻，根本没有人管他的死活。白露跌跌撞撞地站起来，向外面走去。他不想死，他得先找灵医解毒。不可能的，我不能死，我也不要毁容。他脸上的烂疮不断地发出恶臭来，他浑身颤抖着。我要去找那个女人，他要去求一念救救他。白露还记得一念的威胁呢，他不敢将见到一念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他赌不起。万一一念不给他治病了，可怎么办呢？那个女人那么恶毒，什么事做不出来？不行，不能再拉下去了！你们救救我！你们都去给我想办法！他冲那些灵医们尖声叫着。灵医们要不是看在她是地基的表姐，又是白家人，才不高兴伺候呢。正在思考对策，突然听见有女奴跌跌撞撞冲了进来。灵医们，快去地基那边吧，神兽蛋要孵化了！灵医们皆是一惊。白露这点事情和举世无双的地基哪能比呢？一窝蜂的全都涌过去了。苏林燕和帝后两个人正紧紧盯着灵台上那颗金色的蛋。我原本以为那剑种死了，连带着兽蛋都孵化不出了呢，毕竟本命连体。苏林燕一脸的狂喜，没想到他竟然要孵化了。傻孩子，现在凤元在你手上，你就是这颗蛋的主人，和那个剑种有什么关系啊？帝后一脸慈爱地看着自己的女儿，终于，以后她的燕儿就要成为五州最尊贵的女子了。咔嚓一声，一只金色的翅膀直接拍向了半边蛋壳。帝后兴奋地抓住苏林燕的手，燕儿，你快看呐，是火凤，果然是火凤。那个小凤凰转眼变成了一个扎着两个揪揪的小女娃，女娃娃的眉心还在燃烧着火，一双眼睛十分凌厉。她冷眼看了一眼这母女两人，你们俩是谁啊？帝后一愣，脸上连忙挤出一抹慈祥的笑容。啊，这是你的主人。他将苏林燕推上前去，给你取个名字吧。苏林燕感受着女仔身上强横的威压，喜不自胜地说着：就叫你，叫我辣辣。我不是火凤，你侮辱谁呢？你好丑，你不是我的主人。本命灵兽是能感应到自己的主人的，这长得跟土鸡一样的女人哪里是他的主人呢？你说什么？苏林燕紧紧握紧拳头，下一刻身上的风源猛地亮起，辣辣脚下猛地亮起一个阵法，那是主从阵法。本命灵兽无法违抗自己的主人，辣辣猛地被压趴到地上，他满眼震惊，这只山鸡为什么和他有主从契约呢？我就是你主人。苏林燕神情扭曲的像个疯子一般。我是天生凤元，你自凤元而出，你就是我的灵兽。你敢不听话，我就打死你！辣辣拼命挣扎着，但主从契约是绝对的，他根本无力反抗。他细细喘了两口气，说道：好，你是辣辣的主人，辣辣不闹了。苏林燕冷哼了一声，撤了那阵法压制。可下一刻，辣辣猛地从原地跳起，变成一只小火凤，猛地对四周喷出滚滚烈火，整个屋子瞬间烧了起来。不闹个屁呀！烧了你的草鸡窝！我要去找我真正的主人。他的天生傲骨和主人一脉相承，可才飞出去没有多远，别想跑了！一股滔天威压笼罩下来，直接把刚出生的小血凤给撕扯回来了。帝后冷着脸一挥手，那火焰就被狂风吹散了。母后，苏林燕忍不住委屈的抽泣着。燕儿放心吧。帝后冷冷看着不断挣扎的辣辣，小宠物不听话，往死里打，就会听话了。
帝后手上那一记可剥削弱的鞭子，就重重的往辣辣身上抽去。你们给我等着，等辣辣晋级了，找到主人，打不死你们的。到时候辣辣要把你们身上的毛都烧光，丑八怪，丑八怪！帝后气得眉毛倒竖，却又不敢真的下手杀了辣辣。同一时间，远在魔剑的一念心口猛地抽痛起来，他好像感应到他的另外一个崽崽了。等一念再醒过来时，满鼻子都是药味。小丫头醒了。一个满头绿毛的10岁小童在他身边站着，明明是个孩子，却背着手装出老人样来。其实他确实已经非常非常老了，今年没有个6000岁，也有5000岁了。老毒士，一念捂着心口坐起来。我怎么了？没事。以老毒士的本事，也看不出来是什么原因。毕竟本命牵绊这个东西是很难说的。可能是身子太虚了，我给你开个药补一补。啊，可别！哎，对了，那个幻魂丸，一念实在是等不住了。来来来，我都还没给那老妖婆看呢。老毒士冲他招招手，先给他看看。他手上放了一个盒子，盒子里面是2颗透白的药丸。他和要被幻魂的对象一人1颗，而且时间有限。不过他就用白鹿的身体去干那些好事儿，那点时间完全够用了。当然，他还活着，白鹿肯定是活不下去了。念念，快来看呐，你的兽蛋动了！仔仔，念念，这是要出神兽了。念念啊，你想出个什么兽啊？都行，我的仔仔我都喜欢。虫兽，所有灵兽里，虫兽是最没有前途和价值的。念念，你怎么生出个小聳虫啊？魔物们都是虫上至强实力的生物，见只是一只小虫子，顿时就有些唏嘘。哎呀，好了好了，不哭啊，不哭。主人，他把脑袋搭在一念的肩膀上，一身肉肉抱起来非常柔软，身上还有奶香味。魔物们本来是笑着看的，这会儿都笑不出来了。干什么呀？快从我们念念身上下来！他们那脸呐，拉得老长了。你是念念的本命灵兽，以后还要保护念念的，这么弱不禁风，怎么能行？他眼眶顿时红了，握紧了自己的小肉拳。我会保护主人的。一念摸了摸他脑袋，没关系的，实力差也没事，主人会保护你的。主人，你真好。给你起个名字吧。我有名字的，我叫百变。那个女人不会死在那场威压中了吧？可那样的话，我这毒怎么办呢？突然间，失眠狗对着一个地方发出了满是威胁的咆哮声。哼，来了，挺准时的。白鹿和他保持了好长一段距离。你个你话没说完，就看见一条黑蛇在他手上盘旋着，冲自己龇牙咧嘴的。白鹿瞬间止住，只抿了抿唇，对他说着：“快把解药给我，想让我给你解药吗？可以啊，跪下求我。”他眼瞳里面沉着杀意，9重灵体的威压，压得白鹿根本就喘不过气来。白鹿不甘的轻轻抱起，这个贱种也配吗？可万寿国最好的灵医都束手无策的毒，他不想死，也不想毁容。白鹿低着头，面纱之下一张脸早已溃烂的令人作呕。对不起，之前是我不好，你饶我一次吧。他的声音哽咽发抖，实在是太屈辱了。一念看着白鹿，就在不久之前，
自己才是跪在地下的那一个。他跪了这些人整整18年呢。吃了他，白露看起来有些犹豫。阴念能有这么好心吗？阴念见状，脸上重新挂上笑容。你死了对我没有好处的，我还指望着你给我弄一个万寿国的身份呢。白露眼前一亮，是了，这个女人明明可以杀了他，却让他活了下来，这不就是有求于他吗？你不信吗？阴念看他还不吃，嗤笑了一声，拿出了另外一颗一模一样的药丸，丢进了自己的嘴中。放心吧，毒不死你。他自己都试药了，白露瞬间就相信了，也把幻魂丸丢进了自己嘴中。可下一瞬，他浑身一震，身上传来撕心裂肺的疼痛。不，你要杀了我！你是要杀了我吗？他瞪着眼睛冲阴念尖叫着。阴念此刻也是很难受的，灵魂的剥离感让他觉得十分痛苦，但这点疼他还忍得住。你怎么会认为我会真的放过你的？是你太蠢了。下一刻，阴念软软倒了下去。白露的魂魄被幻魂丸消融掉后，阴念灵魂出窍进入了白露的身体。主人，百变试探地叫了一声。是我。旁边的赤鸣狗忽然浑身抽搐，嗷嗷地叫着。它的主人神魂都已经消散惨死，它作为本命灵兽，自然也是难逃一劫。很快，赤鸣狗就化成了一滩血水，皮肉都没了。哎呀，怎么再弄来一只赤鸣狗也是个问题啊。这个主人不用担心了，我能变的。下一刻，百变忽然就变成了一条赤鸣狗，轻轻地舔了舔阴念的指尖。这是你的能力吗？那属性和招式也能一样吗？阴念惊喜地问着。当然了，只要不是实力强我太多的灵兽，我见过的都能变，而且我还能比那些低等灵兽更强呢。当然了，我的实力比不上主人。没关系的，以后呢，主人会保护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主人的另外一只崽崽找回来，知道吗？阴念吃了真正的解药，弄死了这个身体里面在作祟的毒虫，转身拍了拍地面。很快，2只魔影兽从地上钻了出来。辛苦你们帮我把身体送回魔剑了，等我找到解开魔剑封印的办法，我会回来取走我的身体的。知道了，念念，你自己小心点。2个魔影兽脆声声地说着。如果遇到问题，就赶紧跑回魔剑，知道了吗？阴念点了点头，坐在百变的背上，没有回头地往万寿国赶去。他们扛着阴念的身躯路过白头山山顶时，山下那关中男人的眼睫再一次颤抖起来。这次没经过多少挣扎，他突然睁开了眼睛。男人似乎是有些睡懵了。睡得好硬，想要枕头。男人抬起头往顶上看去，视线轻易地穿透那层层束缚，看到了在最顶上2个小影魔正在搬运一个女人。他困惑地眨了眨眼睛，慢吞吞地伸出手打了个响指。下一刻，白头山整个裂开，影魔带着阴念的身体直接往下坠着。他的棺很大，3人同时砸进他棺内。男人随手把2个影魔甩了出去，拉过阴念的身体。他伸出手在阴念胸口摁了摁，软度适中，应该很舒服。此人气息全无，应该是死了。他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抬手就凝聚起无数的灵力，覆盖于他身上，保持尸身不腐。困意再次袭来，男人枕在阴念身上，再次沉沉睡去了。给你施个永保尸身术，要记得谢谢我。2个魔影兽瑟瑟发抖，互相拥抱。这底下到处都是阵法，
随便哪个小阵法的边角动一动，他们就会瞬间变成飞灰。完蛋了，念念被抢走了。一念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当成了纯天然枕头的事情，他还在教训白浅浅呢。一念到皇宫的时候，天都亮了。哟，姐姐这是去哪儿了？顶着这么一张脸，你也好意思出去吗？一念转过身，面前站了一个女人。这女人看起来不过15岁左右，这个人是白鹿的亲妹妹，叫白浅浅。这两个姐妹虽然是一母同胞，却非常不对付，甚至可以说为了抢夺家里那点资源，从小就撕破脸了。哼，还戴着面纱呢。姐姐快脱下来透透气呀，妹妹给你看看还有没有救。啪的一声，白浅浅整个人被抽飞，重重的砸在地面上。灵力围着一念上下波动着，看得白浅浅整个人都呆住了。不可能，你明明没有修炼灵力的天赋的，你怎么能动用灵力呢？是啊，中了这古怪的毒，好像还因祸得福了呢。他找了一个合适的借口，突然就发现我能修炼灵力了。妹妹，你该为姐姐高兴才是啊。吵什么呢你们？一道柔和的声音传来，让一念整个人僵住了。他缓缓地转过身，果然看见苏林燕就站在自己身后。听说你觉醒出灵体了，脸都成这样了，为什么不遮起来？也没见你长得多好看，你为何如此自信？你说什么？表姐，你不能因为自己的脸受伤了就见不得别人好。哼，白家是燕儿的外祖家，我便看在白家的面子上放你一马。那个风寻是五州风家的人？当然。亏你天天跟在他身后，连这个都不知道吗？不过你可别想，哼，那是地基的男人，你不配。百变，你能不能变成白鹿的样子啊？可以维持3个时辰，只要给我一滴精血。宝贝儿，你真是太棒了。主人，你晚上要悄悄出去吗？要去打架吗？我也好想去啊。你帮我在这儿装白鹿，别露馅了。等我把大仔仔找回来，咱们再一起出去。那主人会不会更加喜欢大崽子，不喜欢白变了？我还是主人最喜欢的崽崽吗？怎么会呢？你们2个都是我的崽崽。一念对皇宫还是比较熟悉的，很轻松的避开了那些巡逻的士兵，将皇城大体上逛了一个遍，却根本没发现他的崽崽。那剩下的就只有帝后的寝殿和地牢了。那个地方不能去，会被帝后那个女人抓住。五州风家还是个天才，就这么回去好像不太好啊。老妖婆，今天先帮你讨个利息。也不知道那女人是不是还活着。善良过头，那就是愚蠢了呀！唉，可惜了。那女人长得倒是和朵花一样，这样的女人也配得上我收用了。你是何人？哼，找死！就以为你一个人有法器不成？入仇家，报上名来！风公子，皇宫里的士兵们来得很快，眼看着一念就要被团团围住，他冷笑了一声：“哼，今天先饶了你，我们回见。”
快躲开！他的话音随着猛地炸开的气浪被完整的吞了进去，阴念飞快的往外面撤，同时手上法器不断丢出，一个接一个的炸着，士兵们躲得很狼狈。阴念还专门挑了新造好的宫殿炸，熊熊火光灼灼升起，他炸得开心，但是下一刻，皇宫之中数道气势冲天而起，数十道气息都是强横的天灵境强者。麻烦了，得跑了！混账！无知鼠辈，胆敢犯我皇城！下一刻，铺天盖地的灵力碾压而下，转眼就要搜索到阴念躲藏的地方。阴念冷笑了一声，手上再度出现了5件法器，但是魔族的上等法器。去！魔元素，这世上应当没有人再能驱动魔元素了才是啊！怎么可能？魔剑里的封印并没有破，那些魔物应当是没有出来才对。此时，魔剑深渊里面，念念，那是我给念念的法器，哈哈哈哈，是我的法器。一个大魔贴着封印，一脸骄傲道：“怎么是下等法器呀？”大家不满，纷纷握拳头叫嚣着：“念念炸上等，上等，上等！”娘的，我们念念都被逼得炸法器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他了？我就说那2仓库不够吗？炸上等，上等，不够回家拿，家里还有很多。大家叫嚣得满脸通红，阴念也不愧是他们教出来的孩子。直到那魔元素冲天而起的时候，魔物们愣住了。魔剑外的魔元素已经沉寂了上千年了，但这一炸就好像是在海面上投进了一颗石头，牵动的是魔物们死寂的心。娘的，好久没看见外面的魔元素动弹了。哭什么啊？没出息。旁边有魔物眼圈发红。怎么就不能哭了？外面那些东西是为了抽干我们的血，才把我们关押在这里。明明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原先也不叫魔族，他们曾经有个更加好听的名字——神光一族。都不知道在这里被封印了多少年。不好了，大人们，念念的身体被白头山那个抢走了。你说什么？是真的，白头山下那个县族唯一留下的血脉，他把念念抢走了。影魔崩溃大哭着。怎么办呢？那个地方到处都是岩浆，万一咱们念念的身躯被毁了……别乌鸦嘴！老毒师厉喝道：“这可怎么办呀？我们也出不去啊！要不和封印拼了？早800年就拼过了，有什么用啊？那你让我眼睁睁的看着念念的身体被困在那鬼地方吗？啊！白头山的封禁，除了那孩子自己能开，还有谁能进去？老毒师说了，那换魂丸是有时间限制的，一旦时间过了，念念回不到自己的躯体，念念就死了。众人吵成一团，唯有阴女面色阴冷，一言不发。她眼中是沉沉的黑色，幽深到让人觉得仿佛看见了2口百年不变的枯井。老毒师，阴女比在场的所有魔物都要冷静，但她接下来的话却让大家都觉得她可能是疯了。把千里阴镜拿出来。老毒师身子一僵。你可想好了，那东西要是用了，你这近100年的修炼都白修了。千里阴镜是魔族至宝，可无视世上所有的封印禁止，让使用者声传万里，但就是需要献祭大魔修为。这玩意儿谁都不会去动它，已经埋灰很久很久了。毕竟现在魔族对外界只有恨意，但谁会燃烧修为就为了传一声骂声呢？我活了这么久，区区100年对我来说算得了什么？天女声音森冷。拿！魔物们紧闭嘴巴。阴女是整个魔界里面对阴念最凶的人，他们都以为阴女对阴念并不在意，但此刻却发现
阴女好像比他们更加在乎她口中那个小讨厌鬼。千里阴镜只有巴掌大小，阴女毫不犹豫的就将自己的修为源源不断的灌注进去。白头山下，男人还在睡觉，突然有一道声音刺破禁制传了进来：“起来！”是个女人的声音，压着怒意，却在他耳边嚣张翻腾着。男人皱了下眉：“睁开你的眼睛，给我睁开！袁心碎！”下一刻，男人的眼睛猛地睁开，岩浆顿时沸腾，白头山隐隐震动着。谁？他开了口，语调像是焦灼那尾音，留下一串让人遐想的懒调子。你抢走的不是死尸，是我们魔剑的孩子，把那孩子还给我。金女恼怒道：“魔剑？”袁心碎坐起身子，好半天才想起来，那是他邻居吧？不过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之前困得混沌时抬手抓下来的家伙，当时都没注意，就觉得是一团软乎乎的肉掉下来了。他又实在困得很，直接把人往棺里一放，就躺下睡了。纪念发黑如墨，他伸出手摸了摸，如同缎子一样的顺滑，那张脸也长得十分的赏心悦目。更重要的是，靠着很舒服。他这白头山上难得有活物，就算偶尔有，他也还睡着。袁心碎，把念念送出来。你自己虽然出不来，但你可以把他送出来。阴女很急，毕竟千里阴镜时间有限。为什么？袁心碎靠着阴念，毫不在意的勾唇。不要。我抢到了就是我的，他是我的。在魔剑的阴女气得一掌拍碎了一座山脉。她深吸了2口气，念念绝对不能留在袁心碎那边，不然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袁心碎，不如这样，我们做个交易。阴女语速很快。你从小就被困在那白头山下，你不想出去吗？虽然我们魔剑的封印我没有办法，但是你们县族的封印我有办法。话音一落，魔族众人脸色诧异，阴女可从来没和他们说起过这个事情。可县族这位唯一的一脉要是出去了，大家光是想想就觉得浑身一抖。阴女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像是下了一个莫大的决心。你把念念还给我们，我教你出去的方法。袁心碎愣了一瞬，带着几分漫不经心的眼神，终于变得凝重起来。袁心碎将自己9层灵力注入了一个假体之中，骗过了白头山的封印，封印转而去束缚袁心碎的假体，这让袁心碎的真身得以脱身。我们走吧。白头山正对面的就是魔剑，他抱着阴念的身体往前走了一段路，就看见无数魔物都挤在魔剑封印之前。是念念，快抱过来！哎呀，我们念念肯定吃苦了，魂魄不在，身躯也会跟着受影响。看看那小脸蛋瘦的，哎，没瘦。魔物们瞪大了眼睛，阴念的肉身看起来气色极佳，而且能直接的感受到肉身的强度更胜从前了。大家诡异的看了一眼袁心碎，这人不会用灵力天天温养着他们念念的身躯吧？行了，快把念念丢进来。魔物们赶紧伸出手，我们会接得稳稳的。魔物们一边说，一边还悄悄地瞄袁心碎的脸，这人长得真他娘的美翻了。魔物们简单粗暴地在心中想到，结果就发现袁心碎垂头看了一眼阴念，他看见了他身上那一抹魔剑的封印，唇畔绽放一抹笑容，似笑非笑地盯着他们看了一眼，缓缓道：不行，给你们的话，他就被关在里面了。他一双漆黑的眼睛弯起，里面却带着对万物的漠然。比起面对傻眼的魔物，袁心碎才像是一个真正的魔族。他是县族的最后一人，在被灭族的那一日，族人们拼尽最后的力气弄出了白头山的禁制，最后一刻，族长把他一个人锁在里面，
锁住了那些对县族蠢蠢欲动的人，也锁住了他。千年万年，他一直活在那个地方。大概是太无聊了，他变得越来越嗜睡。偶尔他会弄1-2只路过白头山的灵兽下来，询问他们外界的情况。外面那些人过得是越来越好了，各大家族兴盛。他听了之后，只有愤怒到麻木的沉默。在县族还在的时候，他的母亲给他做过一个木偶小人，说是等他长大了，可以施展阵法驱动小人。县族最擅长的就是阵法之道，他很喜欢，几乎到了天天都要抱着一起睡的地步。可后来，所有的族人都死了，他的木偶小人被泡在那厚厚的血池当中，找不到了。想到这里，袁心碎又低头看了看一念，她比他的木偶小人还要漂亮，漂亮的像外面生机勃勃的花，他捡到的就是他的。我只是让你们看一眼。袁心碎重新把躯体抱紧了，再次重复道：他是我的。魔物们都要气死了。念念是我们的，阴女教了你出来的方法，你要信守承诺。大家气急败坏，好在阴女马上就出现了。阴女以前是见过这个孩子的，只是没想到袁心碎都长得这么大了。袁心碎被关进去的时候是10岁，还是孩子的年纪。这么多年里面也没有活物，更没有人陪伴他长大，估摸着还是孩子心性。阴女想了想，放软了声音说着：好孩子，答应了别人的事情要做到，快把它给我，不然就不是乖孩子喽。魔物们一脸惊悚地看向他，这是在干什么？袁心碎一头乌黑的墨发散落下来，似妖似魅。阴女眼看着他转过身，冲他一笑：我不是乖孩子，所以不给。我一开始就没有答应过你。他往后退了一步：我要他和我一起睡觉。阴女身上气势轰然炸裂，隔着封印就能感受到他磅礴的怒气。袁心碎，袁心碎才不搭理他，他眼底有很沉的漠然和天真混杂在一起。别喊我的名字。他抿唇笑着：谢谢你教给我的方法，等我出去之后，会去找到破开你们封印的方法来报答你们的。你去哪儿？你不能去外面。阴女眼头猛地一缩：你忘了你的族人们都是为什么死的了吗？你要是被他们发现了你的身份……主要是意念的身躯跟着他太不安全了。我怎么会忘了我的族人们是怎么死的？袁心碎突然抬起头来，下一刻他脚下一旋又一旋的叠加阵法横横浮现着。阴女面色一沉，他教他剥离掉9成的实力之后，竟然还这样强，这恐怕至少是天灵者的实力。可明明没有人能教导他修炼呢，他在那封印之地里到底做了什么？袁心碎见阴女一脸吃惊的样子，刚抬脚想走，却发现阴念那头散开的头发挂在了他扣子上。他死死盯着阴念的头发，那眼神让阴女阵阵发毛，连忙说着：你带着他会不方便的，所以还是换。谁知道下一刻袁心碎脚下阵法忽然一收，他让阴念靠在了自己身上，也不搭理那些魔族人，食指安静地梳理着他的长发，仿佛刚才那瞬间发怒的人并不是他一样。他垂眸，淡滑下来的头发遮盖住他半张绝色的脸，然后熟练地开始给阴念打辫子。但是他也只是小的时候看见自己娘亲梳过，他弄得松松垮垮的，但好在是帮他绑成了一团。袁心碎看着自己还挺满意的，魔族众人都觉得自己像是在看一个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玩具的人，正对自己的玩具爱不释手。关键是这是他们的念念呢。啊！破封印！魔物们有种自己的闺女当面被臭男人调戏的憋屈感。可袁心碎自己出来了，再看着不会动的躯壳，又逐渐皱起了眉头。他干脆直接的抱起了人，他想知道他的魂魄在哪儿。袁心碎单手起了一个算卦阵，阵法直指万寿国的方向。他不想要不会动的了，他想要活的，会动的。此时的阴念根本就不知道有人朝他的方向来了。白露小姐，白家给您送了新的女奴过来。外面那人声音中带着平常根本没有的谄媚。谁都知道，觉醒了灵力的白露以后在白家那地位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念打开门，看见外面蹲了一整排的女奴，但是不是皇宫里的女奴，
都是昨天晚上从白家本家连夜赶过来的。一念大概数了数，大概有200个女奴的样子。要知道，苏林燕可也才200个，地基也就这待遇了。还有，领督的大管事递上来一块雪白的令牌。马上就要开始的斗兽国宴，各位族老说了，请白露小姐代表白家出战。一念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稳稳地接过那令牌。放心吧，我一定不会给白家丢人的。一念拿好了属于自己的令牌，正准备自己过去宴会场那边，却不料被几位看起来地位高的白家女奴给拦了下来。大小姐怎么能自己过去？这样岂不是丢了我们白家的脸？这2个女奴神情漠然，就好像是训练好的木偶人一般。白家的兽车已经到了，大小姐请。女奴让开了身子，一念就看见几匹通体雪白、背长肆意的天马，踏着浅蓝色水晶蹄，冲他嘶鸣了一声。明明是马，那嘶鸣声却像是泉水叮咚，翠珠落在玉盘之上，让人觉得心旷神怡。这不是大族老盯得死紧的天马吗？白浅浅循着声音找了过来，看见那些马匹的时候，整个人都愣住了。天马极难饲养，就算是咱们白家也只有8匹。天马行动如风，速度极快，性情温顺，而且他的血还是治愈内伤的圣药。这马竟然要给你用！白浅浅就像一只被脱了毛的长脖子鸡，聒噪的很。放肆！看着白浅浅怒斥道：族老们要给大小姐用，那就是给大小姐，轮得到浅浅小姐来质疑吗？白浅浅吓了一大跳，眼里顿时就浮现了泪花，委屈的喃喃道：可我也想。大小姐是要代表白家出战的，这是白家的脸面。这2个女奴是直接在大族老手下做事的，虽然是女奴，但地位比起一些没有天赋的小姐还要高。她们自然不怕白浅浅这么一个还没出瘦骨的小姑娘。大小姐请上车。女奴们恭敬地低下头。白浅浅双眼赤红，快被这一幕给气疯了。明明不久之前，白露只是白家的普通一员，甚至父亲母亲都觉得白露成不了大事，反倒是对她期望更加高。怎么一夜之间全变了呢？一念笑着看了一眼白浅浅，直接走到了兽车旁边，正打算上车呢。旁边的几个马奴努力地安抚着天马。天马虽然性格温顺，但却很是骄傲，不主动攻击人，但不是什么人都能让他们在的。可一念刚走到旁边，几只天马的眼睛就猛地瞪大，亮闪闪的。他们用鼻子往外温柔地喷着气，突然发疯一样的对着一念冲了过去，撞死他！大小姐，小心呐！撞死他！大小姐，小心呐！可谁想到，天马不仅没有撞上去，还用自己的大脑袋不断的去拱着一念的手。他们低下了自己高贵的头颅，用脖子间最柔软的毛去蹭一念的手。一念也是吓了一跳。魔剑没有灵兽，他只知道魔剑的魔兽们很喜欢自己，但是魔剑大家都喜欢他，宠着他，所以没有察觉。对了，他好像没测过对灵兽的吸引力，毕竟魔剑没有测那个玩意儿的法器，那都是人族的玩意儿。用魔物们的话来说，早年没被封印的时候，都不惜的去收集。大小姐，这是？大小姐当时测出来的灵兽契合值只有4级，一共有10级，这成绩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普通了。一念半点没慌，他被4匹天马团团围拱着，镇定道：觉醒了灵体之后，我是觉得我的契合值高了一些，但是还没测过。2个女奴大喜，真是因祸得福了，恭喜大小姐。还用测吗？不用测也知道绝对是8级以上了。
帝后当年契合值是7级，这已经是非常难得了。走吧，要迟到了。两个女奴脸上带了些喜色。白家近2年实在是越来越走下坡路，不得不紧扒着帝后白灵。可以前明明就是白家比万寿国皇室更加声名显赫，甚至是凌驾于皇室之上的。但这2年，帝后只关心皇室利益，倒让别人觉得他们白家是依附于万寿国的，可真是笑死人了。现在白鹿能起来，那白家就可以摆脱这个阴影，重回巅峰指日可待。大小姐上车内吧。却不料天马们不乐意了，他们撅起蹄子，不断地蹭着阴念扇动自己的翅膀。还有一个个头高的天马冲阴念抛了个媚眼儿。马脸媚眼儿瞅见过吗？反正他是第一次。马奴们真是从来没见过性格高傲的天马们为了争抢一个被骑的机会，围着一个人撒欢的。天马们齐齐抖着自己的背，跳跃地踏着蹄子，都不用开口，大家都能明白这些天马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坐什么车呀？来啊，到我背上来。百变跟在阴念的身后，不耐烦地用爪子磨着地面。哼，这些想勾引他主人的小三兽。他上前轻轻喷了一口鼻息，瞬间刚才还舞得求欢一般的天马们顿时安静下来。阴念看了一眼时间，就你吧，我时间已经迟了，比起拖着兽车，还是直接骑上快一些。阴念直接跨身骑在最大的一只天马身上，那只天马兴奋的整个马身都泛红，其他天马失望极了，但还是努力的往阴念身边靠着。天马的双翼一震，携带着风声上了天空。你说什么？白家让白鹿出战，那我算什么？又是怎么了？好好的，这是怎么了？等会儿斗兽国宴就要开场了，你这样怎么当得一国帝姬的称号？母后，为什么不是我代表白家出战啊？说起这个，帝后的眼神中也是寒意掠过。白家那些老不死的，在我成了万寿国的掌权者之后，已经对我非常不满了，觉得我的心都不在白家身上。之前是因为白家确实没有能担得起重任的孩子，所以白家只能选你。可燕儿，你姓苏不姓白，那些顽固的老东西心里肯定很不乐意。苏林燕记得握拳。可外面的人都会认为我这次既会代表白家，又代表万寿国，这样让我怎么下得来台嘛？那些人肯定等着看我的笑话。放心吧，燕儿，随便找了个丫头，就觉得可以代替你吗？那是白家目光短浅。你的那只小灵兽，母后已经把它调教得非常听话了，到时候你的灵兽出场一定是最惊艳的，白家只会后悔没有选我的燕儿，等着瞧吧。燕儿，你准备好了吗？帝后问他。底下已经开启了入场模式了，万寿国的各大家族也开始陆续进场，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本命灵兽出场，但那些大势力的人都看得意兴阑珊的。御兽师嘛，他们又不是没见过。万寿国的血脉也不只是困在一个地方，这千年万年下来，万寿国的人到处乱跑，在5州拥有这种血脉的统一被称为御兽师。那个地基，周少玉皱紧眉头，话都没说完，突然就听见了一声声的兽鸣声响起，无数的青蓝鸟从皇宫之中飞出来，那是万寿皇室豢养的灵兽。是那位地基要出来了。话都没说完，突然就听见了一声声的兽鸣声响起，无数的青蓝鸟从皇宫之中飞出来，那是万寿皇室豢养的灵兽。是那位地基要出来了。所有人精神一振，下一刻就看见一个穿着一身浅金色华服的少女，脚踏一只青鸾鸟。她端的是飘渺出尘的气质，脸上带着恬静的笑容。
身上都是价值连城的首饰，十分具有皇家气度。欢迎诸位来到我万寿国。这果然是凤元。大室里的众人互相对视了一眼，眼中起了浓厚的兴趣。这一趟果然没有白来。白鹿呢？这仪式都过了，他怎么还不来？说曹操，曹操到。就在族老们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只见天边响起了好听的嘶鸣声，一声比一声高昂。这是天马的声音。白家族老愣了，这声音怎么听着有些兴奋过度的意思呢？苏林燕被这声音打断，她不满地抬起头，天空上出现了天马的影子。苏林燕一怔，你们快看，天马背上的人是谁？天马背上不坐人，这不是常识？你小子看错了吧？大家揉了揉眼睛，注意力顿时被分散了。可没有看错，天马背上真的坐了一个人。而也就是这时，一念感觉到了凤元的波动，那波动让他的心跳越来越快了，因为那本来就是他的东西，几乎是不受控制的。他背后的涅槃凤元像是被挑衅到了一般，一层威压直接从他身上扩散开来。一念顿时一惊，暴露了。但他腰间的一件遮挡波动的法器微微一亮，将这层威压给掩盖了下来，但对灵兽的影响力却还是在的。大家忽然发现，刚才还冲着苏林燕低头隐隐畏惧的灵兽们忽然就躁动了起来，他们尽数抬起头来看向一念，像是约好了一般，同时抬起头来，却不是畏惧。他们高高扬起了身后的尾巴，不受控制的开始左右摇摆，像狗仔一般。这是谁啊？这不是白家的天马吗？代表白家出战的人不是地基吗？大家都傻眼了，同时那些灵兽的主人也赶紧把自己的灵兽拉了过去。真是遭了什么罪啊！前有地基压制，后有一念勾引，他们的灵兽眼里还有没有他们这些主人了？大家气得不行，还不敢吱声。这人到底是不是你们白家的呀？对，是我们白家的孩子。白洛，丢令牌。一念听见他的声音，直接就把手上令牌丢了下去。令牌射入白家的祭台上，轰的一声炸开火花，那火焰灼灼烧起，凝成一个白字。啊，那是白家的人。这白家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号人了？刚才那灵兽的反应看了没？那契合值得多高啊！表姐，你今天可真是大出风头啊！比不上地基您呢。一念转身看了一眼这斗兽场，找到了白家的位置。族老们一脸喜色地看向他，撕相的像什么一样，但只有一念自己知道，从小到大最爱作践他的就是这些白家人。族老，我来迟了。天马一开始有些不听话，这还叫不听话吗？那天马以前是没把他们当人看是吧？你坐下吧。契合值是不是没有重新测过？一念点头，低垂下眼说着，姑姑没有管过我，地基看见我也不太高兴，我也不好意思提这事儿。白家族老脸色顿时一沉。你都展露了如此惊人的天赋，帝后对你不上心？白灵如今虽然是白家名声的家主，可对白家却是一年不如一年上心了，不过就是觉得白家示弱了，不能再给他带来助力了而已。哼！一念看着族老们个个面色阴沉，撇过脸，勾了勾唇，要扳倒帝后报仇，首先要处理的就是他背后的白家。大家族不好连根拔起也没有关系，让他们不和不就行了？嫌隙都是慢慢扩大的，最后变成无法挽回的关系间的裂缝，帝后也不爽呢。母后，你看他，白家但凡有一点为我想的，就不会把这个白鹿放出来。就算他们喜欢白鹿，等这次国宴之后不行吗？这是我有了凤元之后第一次在这些大势力面前比试啊。
放心吧，燕儿，白家和万寿皇室只会有一个倾尽全力培养的对象，那就是你。一切的阻碍，他都会帮女儿铲除的。可是这次他已经出风头了，我……急什么？帝后轻喝了一声，露出一个笑容。看看天空上，那是什么？苏林叶一惊，抬起头就看见了一个巨大的火团自宫殿深处飞出来，那团血红色火焰让一念顿时体会到了心悸的滋味。那是……一念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所有人都听见了嘹亮的凤鸣声，抬起头来想要看个究竟，却被那明亮的火焰给刺伤。凤兽出来了。周少玉猛地挺直了脊背，闭起眼睛看向上空。虽然是幼兽，但那强横的威压令在场所有大势力的人都心动了。灵兽和人一样，都有资质上的区别，而凤兽是灵兽当中顶级的存在，日后若是培养成功了，堪比大灵神强者。本来还懒洋洋的百变，锐利的眯起的目光，他和别人不一样，他的视线根本不受那些火焰的阻拦，直接就看到了里面的情景。下一刻，百变猛地直起身子，眼底有一份杀意涌动着。百变，你怎么？火团自宫殿深处飞出来，那团血红色火焰让一念顿时体会到了心悸的滋味。那是……一念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所有人都听见了嘹亮的凤鸣声，抬起头来想要看个究竟，却被那明亮的火焰给刺伤。凤兽出来了。周少玉猛地挺直了脊背，闭起眼睛看向上空。虽然是幼兽，但那强横的威压令在场所有大势力的人都心动了。灵兽和人一样，都有资质上的区别，而凤兽是灵兽当中顶级的存在，日后若是培养成功了，堪比大灵神强者。本来还懒洋洋的百变，锐利的眯起了目光，他和别人不一样，他的视线根本不受那些火焰的阻拦，直接就看到了里面的情景。下一刻，百变猛地直起身子，眼底有一份杀意涌动着。百变，你怎么？百变，你怎么？一念刚准备安抚他，就听见旁边众人的惊呼：“那是什么？什么东西掉下来了？”密密麻麻的血色珠子洒落下来，落在每一个人的手上，浓郁的生机和灵力在那些珠子上散发出来。一念也拿到了一颗，但是等他看清楚这是什么东西之后，他的心脏狠狠的一痛。这是凤凰血，这么多的血。一念浑身冰凉。诸位远道而来，这凤凰凝露算是我们万寿国的一点小小心意。帝后带着笑的声音出现，他本人也出现在斗兽场上空。那么我宣布，斗兽国宴正式开始。场上响起了疯狂的鼓掌声，就连那些大势力的人都露出了一些笑容。凤凰血这东西，不管是直接吃还是入药，都是不可多得的。这凤凰血可是好东西，帝后难得大手笔。来，鹿儿，我这颗给你，你喂给你的灵兽吃，争取这次给我们白家拿个好名字。金念默不作声的接过，也不抬头，他怕自己一抬头就暴露出眼中的翻腾杀意。他哑着声音问长老说：“长老，我记得今天出事是抽签儿，明日的比试是自己选的对手了，是吧？”对啊。金念神情冰冷的抬起头，看向台上的苏林燕。今日若是抽签不成，明日他也定会让苏林燕流尽和仔仔一样的血。凤凰飞了一圈，就回到了宫殿里面。刚到宫殿，拉拉就直接从半空中掉了下来，他的肚子被开了一个血洞，痛得浑身蜷缩在角落，而他的足踝之上
绑着一条银色链子，那链子乍一看像脚链，实际上却是狠狠地扎进他肉里的，钻进他的骨头缝隙里。只要链子的主人想，随时都可以让辣辣痛不欲生。辣辣肚子上的血洞正在缓缓愈合，赶紧起来，别耽误了等会儿的打斗。要是你输了，看我怎么收拾你。本来听见这种话，辣辣早就暴跳如雷了，可他这会儿却安安静静的。他刚才好像感受到主人的气息了。辣辣眼眶发红，肯定是的，主人来救他了。苏林燕看着辣辣恢复的飞快的身体，不由就想起了一念，真是一模一样的怪物。赶紧起来，今天初赛你可是要打头阵的。要是让我丢了面子的话，我今天晚上就把你的骨头一根根用锁链弄断，反正你第二天也能恢复，不是吗？苏林燕露出一个狰狞的笑容。辣辣缩在墙角，一点点的呼吸着。他得快点养好伤，才能弄死这些欺负他的人。他还得保护主人呢。但是他现在不能轻举妄动，暴露主人的身份。这些人很厉害，一定会杀了他主人的。我倒是不认为那天生凤元有什么稀奇的，不过是天赋好一些罢了。五州天赋好的人多了去了，自认为有能力达到至高境界的也不止一个两个。我倒是觉得白家那个看起来更危险一些。大长老诧异，当真？周少玉的直觉有的时候准得可怕。当然，所以我才想找他过过招的。周少玉笑了一声，行不行的，打一场不就知道了。那也不能是现在，看地基出场了。第一场自然是由苏林燕来，皇室开场是惯例。丁念猛地挺直脊背，看见苏林燕带着一个穿着红兜兜的赤脚小女孩走了出来，小女孩脸上还带着几分苍白的神情，跟在苏林燕身后，一脸的东张西望。丁念死死攥紧了自己的手，那是他的崽崽。辣辣看着全场乌泱泱的一片人，他能清楚地感受到他的心跳越来越快了。主人一定在这里。辣辣满心激荡，连身上的伤口都感觉不是那么疼了。主人一定在这里。辣辣满心激荡，连身上的伤口都感觉不是那么疼了。第一战，万寿国地基对战。场下的所有人都在默默祈祷着，救命啊！不要选我！祖宗保佑，祖宗保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叶念摸着百变的脑袋，拜托，一定要是他！他恨不得现在就把苏林燕那个贱人剁成8块，而且只有对战，他才有机会让百变试着把龙鳞草塞进仔仔嘴巴里，隐蔽一些就好。当时从白头山上采的龙鳞草还在，仔仔流了那么多血，面上看不出来，胃里一定伤得特别严重。审判员宣布，地基对战万寿国李家李可。一群人猛地松了一口气，金念雪猛地攥紧了拳头。算了，没关系。他摸了摸百变的头，运气不站他这边，等会儿战胜之后，他就可以自己选择了。苏林燕带着辣辣站在台上，过了好一会儿，那李可才带着一只炸了毛的狼兽上来了。哟，是元寒狼！有人惊呼出声，是肉食系灵兽，还是肉系强攻那种？李家这运气，出门才使上了吧？哈哈哈！大家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李家估摸着也是憋了一股劲儿，打算出一把风头的。结果撞在苏林燕这边，他们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李家家主一脸灰败，看起来和10夜没睡差不多。真可怜呐！但不管怎么样，2、3招过过还是可以的吧？2招吧。众人纷纷开始猜测。那寒元狼迈上战台，这次参赛的都是今年刚觉醒的灵兽，都还是幼崽呢，根本控制不住血脉上的压力。
娜娜还在台上东张西望，最终她锁定了一块区域，刚要抬脚对着一念那边走过去，嗷的一声，韩元良就在主人的催促之下挡在了他面前，小嘴咧开小尖牙，嗷嗷的叫着，看着还挺凶。娜娜拧紧了眉，两只手猛地叉腰，小样，你打我眼睛了！话音刚落，放出的威压轰的一声就把那韩元郎给压垮了，他主人都吓傻了，没想到灵兽之间的区别能有这么大啊！这也太强了！不愧是地姐，这一次的比赛，其他人都是来陪跑的吧？苏林燕脸上出现了一抹笑容，得意地看向一念。现在他该知道谁才是这场比赛的主角了吧？可是为什么那个贱人在鼓掌？一念是真的高兴，他崽崽赢了，下意识地鼓了掌。而百变也支棱起了自己两只毛茸茸的蹄子，啪啪啪地拍着。全场寂静的情况之下，他们俩这动作实在是太古怪了。大家僵硬地转头看着一念这个动作，心里只剩下了一个想法：这白家的这个在挑衅地基，带着他的狗双份挑衅。你干什么呢？你这是鼓掌吗？是挑衅？要挑衅那也不是现在呀。还是要给帝后留几分面子的。而且族老不觉得一念能打得赢苏林燕，这不是自找丢人吗？一念无所谓的耸肩，知道了，我等会儿再挑衅。苏林燕气得心尖发抖，但又不能发作，还得在人前保持微笑。娜娜可不气，顺着掌声，她一眼就看见了一念。看见一念的那一刻，娜娜心底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体内的兽丹都是暖洋洋的，像是被泡在温水中一样。娜娜下意识的就朝一念招手：“是主人吗？是主人呢！”在场众人都看呆了，地基的灵兽在向白鹿示好，他这么厉害的吗？一念看见娜娜的动作，也心底一阵酸涩。那是他的本命灵兽，就算被抢走了，仔仔也还是认得他的。但是很快，娜娜就被强制性的带走了，斗兽场重新空了起来。凌天学院的老师们看了一眼一念，这个女孩你也多看看，别让圣山宗的人和那些老鬼给抢先了。但是这人是有家族。有家族怎么了？该要的人才都得要。我们学院比起宗派，就是更广纳人才，以后成才了都记得学院的人情。要他说呀，皇室的人才不太好呢，最终都会回归皇室。宗派，反正宗派孩子多，说不定人家更愿意留在学院呢。比试一场场的过去，但除了万寿国自己的人在欢呼之外，这些大势力的人眉头都不动一下。哎呀，真是等级太低的比试了，看得我都要睡着了。我们不走吗？看完白家这个丫头再走。他，哼，和天生凤元还是不能比的。而且，族老您看见了吗？他脚边就是一只赤鸣狗，那在肉食强攻里面只能算是中规中矩，还不如之前被吓尿的那个韩元郎呢。像是为了验证吴雪的话一般，台上忽然就喊到了一念的名字。下一场，白家白鹿对战万寿国百草山庄庄贤。一念第一个上台，百变慢悠悠地跟在他身后，还困倦地打了个哈欠。那副懒洋洋的样子让白家族老这边的心一下就提了起来。糟了，我忘了在赤鸣狗出来的时候他还是中下天赋，哪怕他现在天赋提高了，可那赤鸣狗还是原样。族老忽然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完了完了，
他心底无比的后悔，忘记这茬了。这赤名狗的资质是提不上的呀。应该让地基来的，冲动了。族老狠狠地握拳。族老，这可不一定啊。旁边的人连忙劝道：虽然赤名狗不怎么样，但百草山庄那边觉醒的可都是草系灵兽，早就人才凋零了，我们大小姐还会怕他？对，对手是百草山庄就不可怕。叶念看着一个走一步咳三咳的病弱男人走到了赛场上，他皮肤有种病态的苍白，但一双眸子很是温和。百变！叶念喊了一声，百变懒洋洋的走到了自己的位置。你的灵兽呢？他有些认生，平常不喜欢跟在我身边，我现在把他召出来吧。他单手在空中一划，一个召唤阵法就出来了。而也就是那一刻，浓郁的灵兽威压伴随着吼叫从阵法当中翻滚而出，白色的光芒将整个斗兽场都给笼罩住了。一只鳞甲闪闪发亮、气势强横的灵兽从那走了出来。我是瞎了吗？麒麟兽！他单手在空中一划，一个召唤阵法就出来了。而也就是那一刻，浓郁的灵兽威压伴随着吼叫从阵法当中翻滚而出，白色的光芒将整个斗兽场都给笼罩住了。一只鳞甲闪闪发亮、气势强横的灵兽从那走了出来。我是瞎了吗？麒麟兽！这药罐子觉醒出了一只圣麒麟。圣麒麟不是主战力的，但也是仅次于神兽之下的，甚至好好培育能和神兽叫板的圣兽啊！白家族老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声，完了，完了！圣麒麟，白家完了。如果是真的白鹿在这里的话，那白家妥妥是完了。但站在这里的是阴念。阴念不仅没有害怕，他眼中全都是跃跃欲试，百变也收起了之前懒洋洋的样子。没想到这大赛之上还能看见黑马。阴念笑了一声，圣麒麟，百草山庄以后前途无量了。庄贤诧异地看了一眼阴念，从一开始阴念不露轻视的时候，他就已经很吃惊了。现在大家都从鄙夷到震惊，可阴念还是那个样子，甚至看起来有些高兴。庄贤觉得他挺有意思的，点头说着：“请赐教。”下一刻，麒麟兽身上圣光大显，那光芒带起灼烧的火，猛地对百变冲了过去。全场人脑海之中就剩下两个字：完了。一只狗怎么和圣兽打呢？强横的威压甚至带起了凛冽的风，压得阴念身上的衣裙整个往后翻飞着。他看了一眼百变，问道：“你行吗？”百变的回答就是纵身一跃。百变傲气的一甩头，他装成了赤名狗的样子，这些人竟然真的当他是狗了。下一刻，空气里的灵力开始沸腾，场上众人眼见百变的身躯越来越大，越变越怪，有人怔怔抬头，刚才还晴空万里的天黑了。变异？是啊，族老，你看这变异是往好处变异了吧？有人怔怔抬头，刚才还晴空万里的天黑了。变异？是啊，族老，你看这变异是往好处变异了吧？当然是好的变异。那是我白家的孩子，我就知道这人不简单。那
我们开始吧。庄贤顶着风看向他，眼中也露出一抹震惊。变异兽圣麒麟。圣麒麟鸣叫了一声，猛地朝百变冲了过来。白色圣光和黑色烈火交织碰撞在一起，赛场上顿时炸开浓烟，炽亮的光线将一念和庄贤都吞没进去。幼崽灵兽竟然能弄出这种效果，这实力好比人灵境的强者了。糟了！有人忽然喊道：“他们两个人还在赛台附近，被波及到了吧？”万兽国的御兽师驾驭灵兽是厉害，但是他们本身无法修炼灵力，大家看得太过投入，都忘记了。快救人！老东西们都这么鸡贼。圣山宗晚了一步，眼见这两个想要抢人刷好感度的姿态，简直一点都不端着了。灵天学院的老师皱着眉头一挥手，场上的滚滚浓烟一瞬间散开，众人屏住呼吸看去。是圣麒麟赢了吧？这怎么说都是圣兽。大家的话都没说完，九瞪圆眼睛好像被人一把掐住了脖子。那庞大的圣麒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倒在了地上，晕死了过去。而庄贤同样受到了余波的波及，来不及避开，吞了一口鲜血出来。本来就羸弱的人，这会儿看着更加摇摇欲坠了。而百变浑身缠绕着黑色火焰，这是他第一次发挥了自己的真正实力。百变抬头看着天上的乌云，有些无语。什么嘛，他的传承记忆里明明记得他这一族能引发的天地异变足以毁灭一整个万兽国的，这一朵小乌云在看不起兽呢？尚且是幼崽的百变不满地甩了甩尾巴，天上的那片乌云顿时消散了，但大家的关注点却不在百变身上。所有人都看着在波及之下完好无损的一念，此刻他身体上覆盖了一层淡淡的乳白色光晕，那光晕形成了一个半透明铠甲的模样，将那些余波全部都挡下来了。灵体？有人怔怔出声，那是灵力吧？灵体铠甲是觉醒灵体之后都能做到的事情，如果这放在五州，那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是个人都会。但这可是万兽国。周少玉和吴雪同时站了起来。御兽师本就比别人更加享有一份御兽的天赋，再加上能修炼灵力的，那不管在哪儿都是让人羡慕的存在。娜娜趴在窗户上，眼睛瞪得大大的。她主人好强呢。但是娜娜不悦的目光盯着那个百变，他是谁呀？好讨厌！主人的本命灵兽不应该只有他一只吗？娜娜脸色臭得很，白净的小脸上一片怒意。混账！混账！苏林燕都要气疯了。白家人眼里还有我这个地基吗？怎么能让那个贱人出头呢？白家族老用爽朗的笑声回应了气疯的苏林燕。鹿儿，快下来，快下来！族老在大悲到大喜，又到大悲，最后大喜的切换之下，终于过于兴奋，到了如今的半疯状态。好！他连说了好几个好字，旁边的家主都眼神不善地盯着他。哼，看他那没定力的样子，真是丢人，一点大家族的沉稳风范都没有。但心里却酸溜溜的，像打翻了醋瓶子一样。为什么他们家族就不能出个宝贝天才呢？要是他们家族也能有的话，让他脱光了衣服，照着斗兽场狂奔都行。五州来的那些大势力都忘记了苏林燕，全都目光火热地看着一念。这等天才，要是能揽到自己手下，那该是何等的风光。帝后这次倒是沉默了，
他没有再去安慰苏林燕，反倒是隔着窗遥遥盯着一念。他两只手上都戴着护甲，盖住了指尖，人人都以为那护甲是法器他才戴的。但帝后缓缓地取下一根手指上的护甲，那手指明显的少了指尖的一截儿。这一截手指是当时一念被挖骨的时候咬掉的，那伤口丑陋难看，被掩盖在华美的护甲之下。那个白鹿怎么越看越像是那个贱种一样，讨厌，碍事呢。但凡要是会碍着我燕儿的路的，我会用尽一切办法铲除他的。一念从斗兽场上下来，看了一眼高台的方向，他要怎么样才能把仔仔救出来？皇宫里高手众多，就算目前杀不了苏林燕，但一定要想办法切断他和娜娜之间的联系，不然要是苏林燕死了，娜娜也会死的。正想着，那斗兽审判员又走了出来。出示通过者名单如下。他一抬手，无数灵力凝聚出各家通过者的名单，悬浮于半空当中。审判员面无表情地说着：明日比赛场次分为攻方和守方，攻方由抽签决定，定下攻方后将由他们自己决定明天的对手是谁。什么呀？每一年都搞这一出，运气不行的人就完蛋了。这要是地基或者白家的选我，那我……恭喜你老兄，那你就是2条腿上去4条腿趴着下来了。今年怎么都是女人独领风骚啊？咱们男的就没有能打一些的了吗？有啊，圣麒麟那个不就是吗？已经被打趴下了，认命吧，这一届不太成。底下大家已经紧张的开始咽口水了，审判员开始一个个的喊名字。白族老心情非常好，还让人给自己上了一杯茶。鹿儿，你看着好了，绝对没人有那个胆子选你。当然没有了，那是不想活了。就算是地基也不会选咱们家大小姐的。我觉得咱们家大小姐未必就比地基差了。打败了圣麒麟之后，大家都很膨胀，一念也确实有让他们膨胀的实力。下一位攻方，白家白鹿。大家心头一耸，那些实力差的一脸灰败。完了，谁都喜欢挑软柿子捏，白鹿肯定也是，毕竟这是斗兽大赛，还是会以获胜为首选的。剩下这些你选哪个？审判员指着天空上剩下的悬浮的名字，一念是第3个选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可选范围。一念一眼就看中了那个名字，但是他没有说的。抬手，灵力在他指尖凝聚，飞快地化为一柄长枪的模样。灵力凝气。灵天学院的老师猛地直起了背。他不是才觉醒灵力不久吗？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刚觉醒的时候就能灵力凝气的，这简直是天赋异禀啊！可更让大家惊讶的还在后面。一念眼底带着一缕杀意，手上长枪猛地飞至，在众人不可置信的目光当中，狠狠地扎在一个名字上：地基苏林燕。一念眼底带着一缕杀意，手上长枪猛地飞至，在众人不可置信的目光当中，狠狠地扎在一个名字上：地基苏林燕。不是，我说他不会选你，没说让你选他呀。漂亮，就不爱看那种挑软柿子捏的。哼，半路得到造化的贱丫头，也敢和我比高低，真好。事已至此，那就别怪我不给白家面子了。明日我就要你们白家颜面扫地。走走走，鹿儿，从今天开始，你就回本家来住，别住宫里了。好的，祖老，我也想回去住了。鹿儿，你明天
有把握吗？晚上你来加持，我会劝服其他族老，将你的实力提一提。燕燕挑眉，哟，还有这种好事儿啊！谢谢族老。那是怎么了？是那个红岩楼的楼主看上了一个男人。红岩楼那个楼主是个无恶不作的女人，她就爱强拐那些没有背景实力却又长得好看的男人女人，拖进红岩楼成为她的赚钱工具。谁要是不服从她，她能当街就把人给斩杀了。这么霸道残忍的一个人，却没有人可以奈何得了她，因为她自己本身也是8星地灵境强者。那人啊，别管他，免得惹一身骚上门。只不过见这动静，怕是个了不起的美人，不知道哪家的这么倒霉，被他看上，还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一个穿着红色衣裙的女人，手持一条刺骨鞭，带着红岩楼的人，将面前一个抱着女人的男人团团围住，旁边还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袁心碎的目光没有落在面前这个女人身上，他看了看四周，阵法卦上显示的是这里没错呀。你看哪儿呢？我再问你一遍，你是哪家的？怎么，这红岩楼主又……是啊，哎，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个可不一般呢。看出来了，这2年已经很少看见他亲自出来抢人了。谁呀？是那个男人吗？他从未见过这么好看的男人，从眼至鼻往下到唇，没有一处是长得不好的。风家风寻，周家周少宇，那些所谓的少年英杰，加起来也不及眼前这个男人的一个眼神。他眼底像是含了霜雪，清冷的眼压下，就能惊艳的叫人不敢上前。我明白红岩楼主为什么非要他不可了。喂，我问你是哪家的？你哑巴吗？我问你是哪家的？你哑巴吗？袁心碎终于抬眸看向他。不是那家的，孤身一人。孤身一人，那正好，今日你被我撞见了，算你运气好。来我红岩楼，你以后就是我后院里的人了。你抱着的是你的女人，丢掉。阵法师，是阵法师，山灵境，不对，小神境。小神境的阵法师，大人饶命啊！大人，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又是小神境，又是阵法师，就算是今天他的师傅在这儿，也保不住他。红颜浑身发抖，他会不会生气啊？会不会一气之下把他们都给杀了？大家在这种恐惧之下瑟瑟发抖。对不起，大人，对不起，大人，对不起，对不起。没事的。你死了，我就不怪你了。一个阵法突兀地出现在红颜头顶，红颜浑身发抖。不，大人，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做。大人，你想要什么？只要是你想要的。已经开始凝聚力量的阵法骤然停住。是吗？那你帮我找个人，那个人应该就在这附近。我要你想办法把这附近所有的人都召集过来。我想办法。大人，你留着我一定有用的。你们看看我说什么来着？白家太小，这样的天才，我们要担心的是他留不留得住。你们几个目光短浅的东西，竟然还在那儿犹豫要不要给洛儿开加持。
二族老皱眉道：“可是我们那家祠……”不必可是了，洛儿迟早会变成白家的家主，家祠里的事情他早晚都会知道。是我们白家的孩子，流着我们白家的血脉，就不会怕家祠里的事情。主人，他们在吵着争论要不要让你进家祠的事情呢。让他们争去吧。正好我对白家家祠也挺感兴趣的，还有白家的换骨秘法，就是有那个秘法，才有了后面他的凤元被抢之事。那秘法上说不定有切断苏林燕和我崽子关系的方法。一念眼神沉了沉，想起辣辣，依然觉得心口一阵阵揪疼着。见他这样，百变立马安慰他：“主人，你放心吧，明天的大赛我一定会想办法把龙鳞草塞进他嘴巴里面的，这样他的伤很快就能好了。”一念刚点头，就听见外面几个女奴在那悄悄地交头接耳：“隔壁红颜楼出大事了。”“我知道，听说红颜楼主就想当街抢人，结果……”“啊，快说！”“结果那男人竟然是个小神境强者，还是个阵法师。当时我就跪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我没命了，好吓人呐！”“吓什么人呢？我听说那位大人简直就是人间绝色，我刚才远远的望了一眼，我赌你们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男人。要是这么好看的男人能喜欢我，要我命都行。可那位大人好像有女人，刚才一路走来都是抱着那个女人的。”听到这里的一念不由得一脸嫌弃的皱起眉头，这个世上还有这种自己路都不愿意走，要男人抱着的娇气女人？一念摇了摇头，觉得这些人真的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本来那红颜楼主是必死无疑的，可不知道为什么那位大人就突然放过他了。最重要的是，红颜楼主自己的一只手都化成了血水了都不管，说要给楼里最受欢迎的花魁和南君开赎身呢。红颜楼的最受欢迎的女人自然是花魁，男的则被称为南君了。我看各家都蠢蠢欲动的已经去看热闹了。那位大人看起来不像是暴虐之人，等会儿咱们干完活了也去远远的瞧一瞧吧。一念对这个事情并不感兴趣，他打算去外面逛逛。此时的红颜楼阁楼上，花魁和南君两人像一个木偶一样坐着，供别人观赏。两人长得很美，却美得空洞。他们一开始也是有反抗过的，但他们修炼天赋不好，又没有强横的背景，被红颜牢牢捏在掌心。就这？表姐，你这眼光可真是，没想到你喜欢这种男人呢。脏就脏了，那张脸啊，连我们风寻哥哥1/10都比不上。你敢把这种人和我比？你当自己有白家靠着，就可以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是吧？你信不信我能让你登不上明天的斗兽场？那花魁和南君不知什么时候被扯下去了。阁楼上那平常十分嚣张的红颜楼主，像只狗一样点头哈腰的，亲手搬上了九龙椅和另外一条看起来就很舒服的椅子。一个男人坐在了那个椅子上，他乌黑的发竖了起来，眼尾一扫，便让人觉得心惊肉跳，多看一眼都是亵渎。苏丽燕和吴雪同为女人，都被震得说不出话来。苏丽燕怔怔地看着袁心碎，和他一比，他刚才还喜欢的不行的风寻，忽然就变得平平无奇起来。他在看我们。袁心碎是在看他们，确切来说，他一眼就在人群当中看见了一念。由县族特有阵法加持过的双眼，可穿破各种遮掩，窥视万物本质。他一眼就看见那只是一个躯壳，而躯壳里面，一念的灵魂和他的偶娃娃一样，
偶娃娃是县族对长辈送予自己的小木偶人的称呼，那多半是族老亲手做的，用来配合他们县族特有的阵法，战力非常强大。一人一生只会有一个偶娃娃。一开始袁心碎睡懵了，随手抓了他来当枕头，后来又觉得他其实也可以当他的偶娃娃。袁心碎冲着一念弯唇一笑，那一笑让众人都觉得眼前一晃，久久都回不过神来。可下一刻他就看见了风寻揪着一念的那只手，他的笑容消失了，他突然伸出一根手指，摇摇一压，一个巨大的阵法出现在半空，巨大的威压轰的一声将所有人摁倒跪在地上，包括风寻、吴雪他们。果然是小神境的阵法师。吴雪面色苍白地喊着：低头，不要和他对视。可偏偏这么多人，只有一个一念毫无感觉，他身上一点威压都没受到。主人，这人很危险。百变神情紧绷，一念当机立断，他也跪，不然太扎眼了。可他正要弯曲膝盖，一股巨力却撑着他，死活不让他跪，愣是把两条膝盖给他弄直了。一念低着头，紧张的冷汗直冒。这人难不成知道他是魔族那边来的了？不然怎么会这样对他啊？旁边的风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只是跪下了，他整个人直接被压趴下了，半个人陷入泥土当中，正对着往下竟然还有一坨臭狗屎，那臭狗屎直接塞进了他嘴里，这会儿他浑身上下的骨头都像是要断了。袁心碎见一念都不肯抬头，他不满地皱眉，打了个响指。下一刻，一念不受控制地抬起头，而所有人都被迫低头，只有他扬起脸来，看见了他的笑。一念整个身体都动不了，心底惊涛如海浪冲撞。袁心碎见一念都不肯抬头，他不满地皱眉，打了个响指。下一刻，一念不受控制地抬起头，而所有人都被迫低头，只有他扬起脸来，看见了他的笑。一念整个身体都动不了，心底惊涛如海浪冲撞。找到了，我的偶娃娃。下一刻，一念只觉得身体一轻，整个人直接被拽到了阁楼上。他眼看着袁心碎那张脸越来越近，可他真的是半点想欣赏美色的意思都没有。我还有多少上等法器啊？一念心底各种思绪纷乱。不是，上等法器炸不死小神境的强者啊！他感到一阵窒息，尤其是在袁心碎对他伸出手之后，一念更是一阵绝望。完了，老魔们，你们的念念需要夭折在这儿了。可下一刻，一念就感觉自己的脑袋被人捧住，然后温热的唇贴在了他额头上，一念整个人都僵住了。这人亲他。袁心碎小时候就很爱惜自己的偶娃娃，每次在睡觉之前都要用脸贴一贴偶娃娃的脸。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的，他好像不想杀他，那就不是发现了他的身份了。你认识我？这不是他的身体吗？这一看，差点把一念的三魂六魄都给吓飞了。可看着旁边跪了一地的人，一念就把后半句话给吞了回去。他顾不上什么危险不危险了。他娘的，算了我的身体！不要讲骂人的话。一念无语，两人离开了阁楼，现场的威压才跟着消失。众人身体一松，抬起头，这才发现衣服全都被冷汗打湿了。白家的去哪儿了？周少玉第一时间就看向了旁边空出来的位置。薄雪唇色一片苍白，被那位大人带走了，怕是凶多吉少了。这位大人也实在是太反复无常了。苏林叶咬牙，我回去要告诉我母后，这么凶残的人怎么能留在万寿国呢？竟然让他堂堂地基低头，
真是岂有此理。旁边的吴雪冷笑着，哼，红颜楼主以前那么过分，也没见你让你的母后出来主持公道啊，怎么今天低了个头就忍不了了？他真的是受够了这个动不动就找娘的地基，自己心情又糟糕，忍不住就讽刺了。你，荀哥哥，你看呢？荀哥哥。苏丽叶转头却看见风轩竟然还趴在地上起不来。风雪，你身上还有个小阵法呢，你这是干了什么呀？得罪了人家，真像只啃屎的大乌龟。此刻正满嘴包屎的风寻说不了话，但浑身都气得不断在抽搐着。你愣着干什么呀？这阵法我们可破不了，去找长辈来救救你的龟哥哥。哦，对不起，荀哥哥。你去找人救风寻，我去找人救白家的。他脸上虽然笑着，但动作飞快，必须得快。周少玉怕阴念被那个凶残的阵法师给弄死了。是吗？你看我现在是有心情吃东西的样子吗？袁心碎不解地看向他。那你想要什么？我想要回我的躯体。阴念试探着问道。不行。谁想到袁心碎骤然变脸。你是我捡到的，你什么时候能出来？袁心碎看向他。你现在借用的这个躯壳使用不了多久，而且这个躯壳很丑。你从哪里找到我的躯体的？白头山，我住那儿。老妖婆说的那个被困在里面的就是你？你要怎么样才能把躯体还给我？你是我的偶娃娃，我为什么要还？偶娃娃是什么东西啊？一念一脸的崩溃。一念很想放狠话，但问题就是他现在没有可以朝着他放狠话的实力。一念悄悄地看了一眼自己的躯体，在心里想着自己能不能把躯体给偷走。别看了，你是不是想悄悄地走？告诉你，走不了。你要是不想当我的偶娃娃，那我就杀了你。突然被他用这样的眼神盯着，一念只觉得一阵寒意爬上脊骨。他觉得这位阵法师看起来偶尔会特别像单纯的孩童一样喜怒无常，行为也很直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他骨子里带着一种嗜血的残暴感，实际上也和一念猜的差不多了。袁心碎从小的时候被压在山底，时间流逝，身边却没有可以教导他的人，又在灭族仇恨当中日复一日的活着，就变成了如今的样子，好似单纯，又有种无形的漠然。你出白头山打算做什么？一念只能转开这个话题，眼睛却巴巴地盯着自己的躯体，脑子里一直在想着怎么办呢？杀人吧。杀谁？目光所及之处，所有的人，我想把他们通通杀了。他冲着一念露出了笑容，那笑非常的勾人，却无端让人遍体生寒。一念放在旁边的一只手缓缓的收紧，这会儿的袁心碎一点单纯的影子都没有了。你别怕，我不会杀我的偶娃娃的，我挺喜欢你的。对了，我看你的身上有个魔剑的封印，你的身体如果丢在魔剑了，你到时候还是会被封印住，对吧？这也是他为什么不愿意把一念送回魔剑的原因之一。当然，最大的原因是他舍不得。这个我能给你抹掉。你说真的？你能抹掉这个封印？能抹掉。魔剑的封印主要是针对魔族下的，我在我族的书里看见过。你不是魔族血脉，这个封印的威力只有1/10，我努力的话能抹。
明明能一脸无畏地说出想把所有人都杀了的话，这会儿分析起这种事来倒是莫名的认真。一念觉得袁心碎这人真是一人千面。所以你什么时候回来？你不用担心会被魔剑吸回去，现在要回来吗？想回，但不是现在。最关键的一件事情他还没做完，这个事情只有用白鹿的躯体才能去做。你说过你想杀了所有人是吧？劝你最好不要，因为这里有很多实力比你强的人，在你还没有报完仇之前，你会先被强者围攻致死的。一念听见外面有了动静，急忙加快了说话速度。而且别有头债有主，迁怒并不是理智的做法。鹿儿，外面已经响起了白家族老的声音。一念立刻对袁心碎说着：“你把我的躯体先收起来，等会人进来了，我来说，你别说话，只管点头就是，知道了吗？”袁心碎看起来有些不高兴，但是他的偶娃娃都这样说了，他还是不情不愿的将躯体先放进了自己的空间灵宝。族老，我在这儿。鹿儿，你没事吧？啊，没事啊。这位大人是小神境阵法师，大人是看我有阵法师上的造诣，想收我为徒，才召我上来的，对吧，大人？他转过头，使劲的朝袁心碎眨眨眼睛。袁心碎纵容的看着他，他的偶娃娃不仅会骂人，还会骗人。袁心碎很给面子的应了一声，一念看他配合，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他要不回自己的躯体，也不敢真的惹怒袁心碎，免得他一句杀了你真的毁了他身体。但他只能尽量让这个人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得绑着，哪怕这就像在尖刀上跳舞，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这是真的吗？族老万万没想到，一场恶战不仅不用打了，还天上砸下一块大馅饼。我们鹿儿真的有阵法天赋，真的吗？族老的声音都尖锐了起来。袁心碎对着他就没那么好的脸色了，他撑着脸，慢吞吞地打量着眼前的白族老。叶念觉得他像是在打量一头随时可以宰杀的猪一样。当然是真的，大人今天很累了，请大人去咱们白家休息吧。是，应该的。鹿儿，今天晚上就开宗祠，今天族老们一起齐心协力给你提升实力。鹿儿，你被这位大人收徒的事情先不要张扬，免得惹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一切等斗兽大赛结束再说。现在跟我们一起去宗祠。好的，族老。来，进来。祠堂好大啊！一念吃惊道：“这里容纳数千人都不成问题啊。”那当然，这里可是加持了空间灵宝的。看着小小一个屋子，实际上别说数千人了，上万人都不是问题。对了，刚才人多不好问你，那位大人是真的要收你为徒？是的。那就好，盘腿坐下。起。起。下一刻，一念猛地看见面前那些佛像开始震颤，一颗颗的乳白色凝珠从佛像身上汲取出来，那奇怪的调子好像声音更重了一些。一念还来不及疑惑，就看见大族老已经把那些乳白色凝珠合在了一起，掌心火焰熊熊燃烧着，凝练而成了一滴散发着惊人灵力威压的珠子。鹿儿，将它涂抹于你的眉心。白族老飞快地说着。一念点头抹上，下一刻，一股精纯的灵力在他身上炸开，一瞬间筋脉和肺腑都在隐隐作痛着。一念额头之上大颗大颗的汗珠跟着滴落下来，他身上有灵力还有魔力，这玩意儿吃下去，那魔元素竟然也跟着要往他身上钻，这可不行。一念急得立刻把体内那些魔元素压制起来，
周围的灵力顿时翻滚起来。而魔元素们本来也是要滚的，结果刚翻了个跟头，那连接就断了，只能又不甘心地沉寂了下去。要突破了！阴念内心涌上一阵狂喜，在内心想着：好在突破人灵境的动静，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不然还瞒不过面前这几个人呢。他身上的皮肤变得更白了一些，表面看着人很平静，其实身上的每一寸筋脉都在使劲抽搐着。一念沉神内视，小腹处多了一颗雪白的珠子，那珠子上有一个尖刺。异性人灵境呢？一念心中大喜，要是我现在放开了吸收魔元素，异性人魔境也是信手拈来。还是回房间再去突破人魔境吧，别在这作死暴露身份了。一念一脸兴奋地睁开眼睛，几个族老连忙问他怎么样。这可是咱们白家的至宝，你第一次吃，效果应该是最好的。我记得最好的当年帝后吃完，直接从1重灵体变成了6重，功力地级是4重。洛儿你呢？原来苏林燕也用过这个东西，怪不得一下跳到4重灵体了。一念冲着4位族老露出一个笑容，我如今是9重灵体。行了，鹿儿，别为了强撑面子和我们说谎了。就算你是第一次服用这纯液，也不至于一下子就到9重灵体呀。就是，到底多少？见他们不相信，一念直接抬起自己的手。9重灵体可使肉身刀刺不入，复杂不烂。他异星人灵境装个9重灵体完全没有问题。他右手拿起尖刀，猛地刺向自己的手，果然刺不进。啊，这真是9重灵体！洛儿的天赋可能真的比我们想象中的好。他们不敢置信地对望了一眼，随后4人疯狂大笑起来。什么万兽皇室，什么麒麟圣兽，我们洛儿才是天赋第一的孩子。不过刚才族老们给我吃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些佛像是法器？自然是法器，是当年我白家鼎盛时期，咱们的家主请了非常厉害的炼器师和阵法师一起做出来的至宝。哦，洛儿，你以后迟早都是要接管白家的。今日不仅是为了让你提升实力，也是为了让你知道，我们白家之所以能够长青不衰的最大秘密。看好了，洛儿。大族老拿出了一块令牌，令牌悬浮上空，他低声喝道：金色的佛像前半生忽然像打开了一扇门一般。好痛啊！放过我吧，救救我，干脆让我去死吧！尖锐的哭声、叫声和浓郁的血腥味一口气炸响。那一瞬间，金念耳朵里面像是扎进了一根又细又长的针，可他甚至都没顾得上捂住耳朵，因为他在看清楚里面场景的时候，已经变得双眼一片血红。那些佛像都是空心的，里面钉满了一个个活人，他们被砍去四肢，隔一段时间，那佛像当中就会有一根长刺扎穿他们的身躯，鲜血源源不断的流下来，却落在他们脚下的阵法当中，将血液里面精纯的灵力提取出来。若是里面的人快死了，旁边还有一个治愈阵法，能让他们多活一段时间。有男有女，但都是少年少女，和一念是一样的年纪。他们死死瞪着自己的眼睛，被折磨到绝望的空洞眼神，像是一张巨网，将一念整个人笼罩住。他刚才竟然用了这种东西来提升自己的实力，反胃、惊恐，还有马上随之涌上来压都压不住的怒火。白家众人衣冠楚楚的背后，藏着的是一个修罗炼狱。
他们这个家族真是坏到了根里，腐烂流脓。这些人都是从哪来的？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到可怕。有万寿国的，也有五洲的，选的都是刚觉醒天赋，而且死了也没人管的。族老不无得意地说着：你放心，用这些人绝对不会有后顾之忧。一念看着离他最近的那尊佛像，里面有个女孩，她的嘴唇蠕动着，无声的在说：帮帮他，杀了他。一念看着离他最近的那尊佛像，里面有个女孩，她的嘴唇蠕动着，无声的在说：帮帮他，杀了他。所有人都用祈求的目光看向他，他们在求他救救他们，哪怕救不出，杀了他们也好过受这样的折磨。这漫长又痛苦的折磨让他们所有人都生不如死。就没人逃走过吗？一念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连百变都浑身紧绷着。他也万万没想到，那闻起来特别精纯的玩意儿竟然是这样提炼出来的。逃不走？当年请了那些阵法师是白请的吗？这空间和佛像里面的阵法以及锁住他们的千钩刺都是浑然一体的，肉身离开佛像，空间里的大阵法就会直接启动，就算逃得了佛像也逃不出这屋子。一旦出去，他们的肉身会瞬间爆开，而且这里的阵法做的都是死阵，没法解开的。阵法没了，这整个屋子都得消失。这都是咱们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余音呐，要懂得感激，知道了吗？知道了。行了，好孩子，你去睡吧，还要准备明天的比试呢。大族老一抬手，那些佛像又重新封了起来，那些哭声尖叫声都消失了，又变成了之前一念在门口听见的歌谣。这也是咱们祖宗请的那位大师设计的，怕声音吵到咱们，只要这佛像一合上，就会变成美妙的歌谣，好听吧？一念没有吱声，他浑身冰凉，站在他们身后，阴沉地盯着那些佛像。佛像慈悲，脸上还带着普度众生的笑容，真是太讽刺了。一念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房间的，百变瞬间变成了人。主人，他们……嘘！一念脸色煞白。百变，你说那些人是想那么活着，还是想去死呢？如果是我的话，肯定觉得不如去死。死阵。对了，我们去找。找谁？身后忽然传来袁心碎的声音，吓得一念浑身一抖，转过身才发现这人不知什么时候躺在了他房间的床上。过来睡。一念眼睛一亮，睡什么？你能破死阵吗？袁心碎撩起眼皮儿，懒洋洋地含糊道：不能，死阵能毁，活阵能解。一念顿时就泄了力气，那些人只能在里面等死了。你身上魔元素满的都快要溢出来了。袁心碎眼底浮现出一个细小的阵法，清楚地看见他现在这个状况其实很不稳定。你要升阶了？这你都看得见？宝娃娃，你该升级了，压太久对身体不好。我偶尔会睡着睡着就升级了，醒来就会很难受，因为没有引导灵力。你睡着还能升级？你是老天的亲儿子吗你？大家不都这样吗？他小时候没有接触过族人以外的人，后来更是一个人被关着，别人是怎么修炼的，他怎么会懂啊？大家都是很辛苦的修炼的好吗？
金念顿时炸了。你不修炼的吗？那你身上这些灵力怎么来的？为什么要修炼？袁心碎皱起眉头，似乎很不理解。灵力不是会自己钻进身体来的吗？金念整个人都要裂开了。你说的这是人话吗？金念回想起自己为了提升一点实力，被老妖婆抓着鞭打的日子，悲从心起。袁心碎瞥他一眼，兴致缺缺道：那是你们周围的灵力不太懂事吧？懂事的灵力都会自己动。不过比起和我说这个，你还是快突破吧。袁心碎抬手，直接布下一个阵法。我设了结界，外面的人感受不到魔元素的。你倒还知道，不能让人发现我的魔元素。金念立刻盘腿坐下。你家那些丑八怪说过。袁心碎说着，看在你帮我摄政的份上，我就不计较你喊我魔族的小可爱们叫丑八怪了。他也确实要压不住身体内的魔元素了，一放开，整个屋子的魔元素肉眼可见的暴躁起来，都不用一念招呼，他们成群结队的就轰的一声朝一念冲了过来，把他人都给冲傻了。这魔界外面的魔元素是几万年都没见过魔族人了是吧？这么热情的吗？他在魔界里面待了3个月，身体早已在魔剑的影响和老妖婆各种调理之下变成了灵魔一体，可不就是这天底下唯一一个能让魔元素疯狂的小宝贝儿了。袁心碎朦朦胧胧看了一眼，笑着说道：看吧，就是自己动的。一念也终于享受了一把什么叫做真正的天才，比刚才突破人灵境简单多了，不费吹灰之力。他小腹又多了一颗黑色的一角突出的珠子，这2颗珠子彼此之间还挺敌视的，保持了一个相当远的距离，谁也不搭理谁。一星人魔境。金念高兴地看了看自己的手，他如今的实力比之前可厉害多了，至少现在再看见风寻都不用炸法器了，他一只手就可以收拾他。不过很快他又笑不出来了，他能突破是靠了那些佛像里的人，他受了他们的恩惠却什么都没做。金念的目光落到袁心碎的身上，认真地问着：能教教我怎么破死阵吗？你实力太差了，破不了死阵。袁心碎想也不想就否决了。你能吗？金念问着。我自然是可以。袁心碎眉梢一挑，我还能带你自由出入很多地方。他的偶娃娃好像并不清楚他的实力。真的？一念猛地走了过来，急切地问着：那你现在能不能带我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皇宫深处吗？如果能的话，那何必等明天才能教训苏黎燕见崽子呢？他现在就可以，而且那死阵也有法子解决了。你想进皇宫去干什么？去给人放血。放血？这个我喜欢。走。金念不去多想，把事儿办了再说。对了，百变，你变成我的样子留在这里，以防万一。哦，还是要提升实力，我足够强，主人就不用找别人帮忙了。就在百变给自己打气的这功夫，一念第一次体会到了高等灵阵的威力。前一秒他还在白家门口，后一秒他竟然已经来到了皇宫的屋顶上。掩盖气息的阵法只能持续1炷香的时间。袁心碎刚说完，一念就听见了脚下传来声音，是苏雷燕的声音。嘘！他神情凝重地蹲下身子，结果就看见了让他心尖发抖的一幕。娜拉被苏雷燕掐住了脖子，狠狠地摁着头往桌子尖角上一次一次撞着，血液飞溅，还有辣辣的骂声。你就是冒充凤凰的眼睛，我主人会回来的，他会把你现在对我做的事情一件一件全都还给你。
娜娜痛的声音发抖。你做梦！苏丽叶神情癫狂。你的主人早就死的骨头都烂了。他抽出一旁的匕首，用匕首抵着娜娜的嘴，满眼猩红的骂着：“我让你说，看我割了你的舌头，你还怎么说？怎么了？又不是第一次割你的舌头了，你早该习惯了。我今天就要拿你的一条舌头下酒。”说着，他就要狠狠一刀捅进去。目睹了全程的一念根本没法控制自己的滔天恨意，本就比灵力暴躁的魔元素轰然炸开。什么？一念已从房顶跳了下来，娜娜浑身上下被打得没一块好肉，见到他就忍不住红了眼睛。一念一把抓住苏林燕头发，直接把她头像割蜡蜡一样狠狠地往桌角上撞，一下两下3、4、5、6下。一念下手越来越重了，你刚才不是撞得很厉害吗？他压低声音，右手匕首一刀直接捅进苏林燕的肚子。苏林燕被捂住了嘴，发出了无声惨叫，整个人倒在地上狠狠抽搐着。凤凰血，我倒是要看看你的血是不是黑色的。苏林燕死死瞪着面前这个女人，魔族，是魔族啊！哼，瞪我！一念轻笑了一声，扬手又是狠狠的一刺。苏林燕的一只眼睛瞎了，别着急好，这绝对不是我打你的第一次。今天先拿你一只眼睛下酒。一念把他说过的话如数奉还，苏林燕都快成一个血人了。一念一手掐住苏林燕脖子，虽然他很想现在杀了他，但是他死了，娜娜也会死的。快！顶上，袁心碎轻声说着：“他们发现你了。”不用他说，一念也知道，袁心碎还在欣赏下面血红的一片。走了，一念急道。下一刻，两人消失在了原地。燕儿，魔族杂种，我和你势不两立！袁心碎把一念带到了附近最远的一处山林之中。一念抱着满身滚烫的娜娜，那尖锐的足链勒入他骨头里面。娜娜痛得神志不清，但小身子靠在他身上，一声又一声满足地喊着主人。一念心痛的只能紧紧抱住他，眼泪一颗颗地砸下来。他使劲用匕首去砍那法器，却怎么也砍不断。让开！袁心碎轻松地把他拨开，他凝聚灵力，狠狠地一拽，那被帝后操控的法器咔嚓一声碎裂了。娜娜痛得浑身抽搐着，但很快就觉得没有了那个束缚，身上都不那么痛了。主人，娜娜不痛了。娜娜苍白着小脸安慰他：“你不要哭，我应该早点想办法把你救出来的。”一念无比的愧疚。你想娜娜是吗？娜娜靠着他肩膀，主人一定会想办法解开你和苏林燕之间的契约，还你自由。一念眼神发狠，到时候主人一定拿他的命来弥补我们娜娜这些天受的苦。娜娜，快谢谢这位大人。一念是知恩图报的，转头就认真的对着袁心碎说着：“要是没有这位大人，我也救不了你。就算救下来了，他也没法解决那个法器，娜娜还得受苦。”谢谢哥哥。娜娜这会儿一点都不辣了，像个小面团一样乖巧。袁心碎除了一念之外的人都显得有些爱答不理的。回去。回去。
一念一边拿出龙鳞草，一边哄辣辣：“来，吃点这个，你的伤能好得快些。”辣辣毫不犹豫的一口吞了。你就在我身边好好养伤，能缩小吗？一念这会儿很是高兴。你还有个弟弟叫百变，你缩小了，我把你藏起来。只要辣辣不出现在苏林燕眼前，他就控制不了他。而且苏林燕重伤，才没工夫管辣了呢。哼，这会儿整个皇城应该已经闹翻天了。一念冷笑着看向皇城的方向，但我还得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念一把抓住袁心碎，进了祠堂里面。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死阵？袁心碎一进来就盯着那些佛像。血腥气。是，能弄开这些佛像吗？一念倒是想把那些控制佛像开合的令牌偷出来，可那东西是大族老随身携带的，根本没有下手的可能。佛像简单，但我们脚下覆盖整个空间的死阵无解。袁心碎抬起手，一个又一个光阵从他指尖浮现出来。下一刻，一念就看见了什么叫做被灵力宠爱的孩子，都不需要他去指引，无数的灵力就飞快地涌入袁心碎阵法当中。那金色的光点们都还是蹦蹦跳跳着来的。要知道，平常他吸收灵力的时候，那些小家伙们就跟三根绳都拉不动的倔牛一样。行了，够了。袁心碎皱了下眉，抬手就将还想往阵法里面挤的灵力粒子撇了出去。金色光点们被他拍出去，还委屈成了一坨饼饼。下一刻，金色阵法一分为千，飞向那佛像。咔嚓一声，很轻的脆响，佛像无声的打开了。在打开的那一刻，一念随手给袁心碎戴上了一个面具。虽然里面这些人都是可怜人，但是也要以防万一。如果他们看见了他和袁心碎的脸，不接受他们的帮忙，最后还反咬他们一口，去讨白家求生，那他岂不是白做了功夫？里面那些人纷纷抬起头来，再度见到一念的脸后，他们一愣，好诡异的面具啊！是来救我们的吗？有人睁着混着的双眼问着：“什么救我们的？干他身上穿的就是白家弟子的衣服，白家人，你们都不得好死！”有女人已经开始冲着一念吐口水尖叫了：“你们白家人都该去死！去死！你们就是一群嚼人血肉的恶魔，你们会遭到报应的！”所有人都用怨恨至极的眼神看着他，像地狱里面永不得超生的厉鬼。一念太熟悉这样的眼神了，因为他自己就是带着这样的眼神被抛下魔剑的。袁心碎皱紧眉头，一抬手，那些人就直接从佛像上被撕了下来。袁心碎皱紧眉头，一抬手，那些人就直接从佛像上被撕了下来，狠狠摔在地上。但那些人的骂声却齐齐消失了。我出来了。他们的身体都是坑坑洼洼的，被挖肉，被取血，有些人连站都站不起来，但此刻却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们仰起头，看见了那个一直困着他们的佛像。你救了我们！那个最早开骂的姑娘抬起了自己被刺穿的脸，颤抖着声音看向一念：“你不是白家人吗？你为什么？”“我不是白家的人，我也没法救你们，这是死阵，无解。但是我能让你们做一个选择，你们可以选择现在去死，或者是回那佛像里再等一等。”没有人想死，这是一念的认知。他将袁心碎拉到了自己身后，不让袁心碎开口说话，尽量让这些人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一念已经想到了接下来可能会有的反应，这些人或许会骂他，
也或许会记下他的声音和身形，去和白家人告状，以此来邀功，换一份自由。所以他提前安排好了一个假白鹿，不管族老们再怎么怀疑，也不会怀疑到他身上。而袁心碎，等会儿他自然有办法彻底的撇干净他。一念深吸了一口气，他已经做好了被这些人埋怨和背叛的准备。扑通一声，一个缺了一条腿的男人忽然对着一念跪了下来。扑通扑通，接二连三的有人对他跪下来。一念一时愣住了，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却被身后的袁心碎抵住了肩膀。数千人同时跪了下来，有些人伤得很重，膝盖已经不能弯曲了，与其说跪，不如说是生生把自己已经扭曲的腿再一次掰断，狠狠地砸向地面。仙人跪，你们……一念震惊地看向他们，你们这是做什么？姑娘！刚才骂得最凶的那个女人抬起头来，她半张脸其实很清秀，隐约还能看见眉心有一点红痣。一念总觉得她这半张脸看着有些眼熟，好似在哪里见过。姑娘，您是我们的恩人。那女人谨慎的一只眼睛里流出血泪来。真的很对不起，刚才辱骂了你。一念想过千万种可能，想的都是最坏的结局。但这世上的人并不都是极恶无耻之人，也有饱受磨难却不怨恨迁怒，依然有着良知的人。放心，我们绝对不会说出今日看过您二位的事情。女人冲一念露出一个笑容，笑得脸上的伤口都裂开了。因为我们已经不打算再继续被白家折磨了。死阵无解，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等不到明日了。女人缓缓地垂头，对着一念磕了一个头。请帮我们解脱吧，我们绝不再想让那些恶心的豺狼再榨取我们一丝一毫的力量了。女人声音哽咽着，请毁了这个该死的地方。不用跪我。一念看着眼前这一幕，只觉得心里越来越难受。这一次的恩情我们无以为报，只希望像两位恩人这样的好人能一生顺遂。女人颤抖着说道，不必这么说，是我先受了你们的恩情，托大家的福，我的实力才能精进一步。众人抬起头来，彼此间对视了一眼，都笑了起来。他们知道这位恩人是谁了，是今天被那几个白家人带来的女孩子。恩人，可以毁掉这个阵法吗？女孩问着。就算我们死了，只要这个根源还在，就还会有无依无靠的孩子被抓进来，成为供养这个烂蛆一样的家族的养料。一念转头看向袁心碎，袁心碎把手搭在一念肩膀上，指尖在他耳垂上捻了捻，有些不太乐意。破死阵很累，你有什么想要的吗？或者我能帮上你的？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先见着吧。下一刻，他的手摁在了阵法之上，那巨大的阵法。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先见着吧。下一刻，他的手摁在了阵法之上，那巨大的阵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崩溃。恩人，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那女人忽然抬起头来，递给了一念一个令牌。其实我并非是无父无母没有依靠的孩子，我自小娇生惯养，只是和家里人吵嘴了我才出来的，结果却落到了白家手上。这一封信件
和我的羡恶，等我家里人看见了就会明白的。女人递出东西的时候，手都是颤抖的。她怕意念不愿意帮她带，但意念几乎没有迟疑的就接过了她的东西。给谁？阵法已经全面崩溃，但好在袁心碎将这里面的动静都给封住了。外面巡逻的谁也没有发现他们白家最重要的根基马上就要轰然倒塌了。给百草山庄的庄主。女人完成了最后的心愿，连语气都变得轻快起来。让我哥哥和父亲不要为我报仇了，别连累了山庄。叶念终于知道为什么他看着这个女人总觉得眼熟了。原来是那个败落家族的孩子，他哥哥就是那个圣麒麟的主人，他们两人长得真是像了8分。你哥哥是不是叫庄贤？叶念问着。你见过我哥哥？女人眼睛猛地一亮，眼泪流得更凶了。他身体还好吗？好。叶念笑了笑。你哥哥觉醒出了圣麒麟，你们百草山庄未来会好的。那就好，太好了，真的太好了。女人喜极而泣，阵法轰的一声崩溃了，他们每个人也跟着如烟灰消散。在彻底消散之前，女人喜极而泣，阵法轰的一声崩溃了，他们每个人也跟着如烟灰消散。在彻底消散之前，一念听见了大家最后一句话：恩人，今天我们被收走的灵力精华能帮到恩人您，真是太好了。一念听了这话，缓缓地闭上了眼睛。佛像轰然碎裂，整个空间开始崩溃，最后露出了家祠原本的样子，就只是一间空空荡荡、阴暗潮湿、带着霉味的屋子而已。主人，辣辣的声音闷闷地从他胸前的小兜兜里传出来。你别难过。我不难过。一念哑着声音，他们不会白死的。等我一会儿。一念看着袁心碎，说着：你放心吧，我不会让白家怀疑你的。袁心碎无所谓的挑眉：知道了也没事，全杀了就行。袁心碎还有些跃跃欲试。一念冷静道：白家能人不少，帝后更是和你一个级别，这是我的事情，不能让你涉险。他深吸了一口气，控制着体内的魔元素泄出一点点，但是又泄得不多。眼前逐渐出现了一颗颗黑色的魔元素，一颗颗排列起来，悬浮着开始组成一排排的字。袁心碎一看这几行字就笑了：说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先杀地基，再破白家，魔族必除，清算血账。一念已经期待着那些族老们看见空空荡荡的家祠和这些话是会有什么反应了。他留下魔元素，那些人就会觉得是魔族余孽干的。你去红岩楼睡一会儿吧。你不陪我睡？谁家偶娃娃天天往外面跑的？睡什么？之前你就说睡觉睡觉，不是，是真的睡觉。你之前在白头山底下就拉着我的躯体一起睡觉的。谁家偶娃娃天天往外面跑？你是我的偶娃娃，不和我睡觉，你想和谁一起睡觉？不是。什么时候睡的？怎么睡的？一开始他说的枕头，难不成是睡觉的意思？喂，你睡觉是怎么睡的？睡觉还能怎么睡？闭眼睛啊。那我呢？就是你睡觉给不给我脱衣服啊？好好的睡觉为什么要脱衣服？你说什么胡话呢？哦，原来他不懂呢，这一念就放心了。
我说的吧？你去红颜楼吧，不要留在白家，顺便把我送到皇宫里面。严心碎给他找了个相对来说僻静的地方，把人送了过去。主人，百变立刻变成吃明狗的样子，朝他跑了过来。你来的太迟了，差一点百变就要撑不下去了。抱歉了，仔仔。走，我们去看看那个苏林燕。叶念露出一抹笑容，往前走着，没走2步，却看见了百草山庄的庄闲带着一堆灵药走了过来。叶念一愣，顿时想到那个女人交给自己的东西。白小姐，你来干什么？叶念看向那些灵药，这些难道是给苏林燕准备的？是帝后下的令，你也是来看地基的吗？一起吧。他还没好好欣赏过苏林燕那副模样呢。两人结伴而行，没走2步就碰见了风寻。风寻脸上的伤口倒是好了，但他身上被袁心碎弄着的骨头还没好。他眯起眼睛打量结伴而来的2个人。白鹿的脸是很普通的，但是这段时间他身上的气质变化很大，随意一站都能让人第一时间注意到他。旁边的庄闲脸上挂着得体的笑容，温和的目光落在旁边女人的身上，真是好一对璧人。风轩不知怎么的，心里一阵膈应。就在前不久，白鹿还在他面前一口一个寻哥哥的喊着，他挺直了自己的脊背，等着一念过来和他打招呼。结果这2人谁也没看，径直从他身边就掠了过去。风轩不敢置信地开口喊人：白鹿。一念停住脚步，侧过身，神情带着几分不耐烦。有事？风寻一愣，就听见一念嘀咕着拉着庄闲走了，边走还边说：喊了人又不说话，什么毛病啊？脑子在地上趴坏了吧？风寻一股火猛地窜出来。你……可一念早就拉着庄闲走远了。风寻狠狠咬牙，他身边跟着的风家随从小心地问着：公子，地基那边怎么办？咱们2家可还有婚约呢。你觉得我会娶一个失了神兽的废物？风轩神情阴沉。苏林叶有凤元那又怎么样呢？就算以后苏林叶有凤元，驯其他的那种野兽为自己所用更容易，可是多少野兽加起来也比不过自己的本命神兽啊。而且本命神兽死，他苏林燕也必死无疑。风轩眼中闪过浓浓的嫌弃。更何况他那张脸，哼，如今实在是令人作呕。这样的女人怎么配得上他呢？那公子，我们退婚也得找个由头吧，不然外面该说咱们风家过河拆桥啊。那是自然。风轩冷眼道：这个我能不清楚？废物！这汤药熬成这样，所以我儿才醒不过来。要是我儿醒不过来，我就把你们这群没用的灵医脑子一个个剖开。一排灵医跪在他面前，抖如筛糠。庄贤看着这血淋淋的一幕，眼中闪过一抹厌恶，但为了不惹怒位高权重的帝后，他将表情掩饰得很好。庄贤来了。帝后声音森冷，目光落在一念身上，像是催了毒一样。你也来了。一念做出难过的表情。表妹她会好起来的，姑姑你别太难过了，还有白家那边，姑姑不用担心。一念上前一步，唇角翘起，带着几分刻意的挑衅。白家有我呢，便让表妹好好养伤吧。意思就是您老就歇着吧，白家未来家主是我，不是你那个病歪歪的女儿了。这话顿时就让神经已经紧绷到不正常的帝后发狂了。上狂！我白家什么时候由你个小丫头片子说了算了？帝后根本压不住自己的怒火。
一念惨叫一声，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飞了出去。救命啊！一念眼底掠过几分算计，很快仰起头来，对外面大喊着：“族老，救命呢！姑姑发疯了，姑姑要杀了我！”他声音响亮的嚎完，帝后从房间里面冲了出来，一脸阴毒的指向他，怒骂道：“贱人，敢胡说八道，挑拨是非，看我今天不撕烂你的嘴！”一念的声音更响了：“族老，鹿儿不孝，以后不能再为白家效力了。”鹿儿，几位族老瞬间出现在白鹿面前，一见他们过来，刚才还嚎得声音贼响的一念顿时脑袋一歪，哇的一声呕出一大滩血来。鹿儿，你怎么样？大族老双眼血红。帝后，你今日所作所为当真让人寒心。地基出事是鹿儿造成的吗？何必迁怒于鹿儿？自己的女儿死了，就要让其他人都陪葬吗？你们都被这个丫头给骗了，是她挑衅我在先的。我不知道是哪句话挑衅了姑姑。我说让姑姑不要伤心是错的吗？我说让姑姑可不用费心白家都好是错的吗？难不成我要说表妹醒不过来，姑姑才能高兴吗？孽障，你给我住嘴！帝后眼底一片的猩红狰狞，眼见他上来就要动手，几个族老纷纷怒喝着：“帝后，你太放肆了！你眼里还有没有我们这些老家伙？有没有白家？”大族老那眼神锐利无比，像是要直接将面前的帝后刺穿一般。这2天，白家和帝后你来我往的互相试探、忌惮。白家想捧一念，帝后只想自己的女儿出风头，掌控白家和皇室，但谁都没有挑明。可就因为一念这一出激将法，还有当众呕出的一口血，这一层本就轻薄的遮羞布终于被暴力扯开。一念被几人搀扶着，垂下来的脸上露出一个笑容。今天只是一个导火索罢了，他还没上主菜呢。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把白家和帝后之间的这把火彻底的燃炸。洛儿，我们走。大族老冷哼一声，到底没有和帝后再多说，不好彻底撕破脸。我是不是要死了？族老，如果我死了，能不能帮我把我和赤明狗的契约断开，至少让赤明狗继续为白家效力啊！大族老被一念这番话感动得稀里哗啦的，笑了笑说道：“好孩子，别胡说，你就是受了伤，没事的。若我真有那么一天，能断开契约吗？”他心脏砰砰跳着，没错，一念在套话。大族老显然是被他一片心意感动了，叹了一口气，说着：“唉，自然是有的。”一念心口一松，好了，能断开就好。他露出一个不甚明显的笑容，他要断了娜娜和苏林燕之间的契约。要怎么做？族老，你告诉我，这样若是以后我真遇到不测，我也好将赤明狗留下来。几个族老对视一眼，都看见了眼中的震惊。陆儿竟然对白家如此忠心，他们之前还在担心陆儿会被别的大势力拐走，真的是太不应该了。也好。几人沉思了一会儿，点头。他们也是想到了今天帝后这茬，不是说咒这个优秀的孩子死，而是苏林燕这个样子，帝后又一脸的靠不住。变异赤明狗算是最后一张留着的可成长底牌了。其实倒也不难，就是需要一位非常难得的宝物。洛儿，我问你，除了本命灵兽之外，
咱们和其他的野性灵兽签契约需要什么？这个一念当然知道，万兽国3岁小儿都知道的常识。需要咱们万兽国特有的兽神果，我与灵兽各持1颗，灵兽再将自己的一滴心头血融于咱们兽源之中，契就成了。本命灵兽是双方死契，同生共死，普通的契约兽却不是这样，会由强大的那一方拿捏契约的主导项，而基本上那些不能觉醒灵体的御兽师是不愿意接纳除了本命灵兽之外的兽的，毕竟灵兽可以进步，他们只是普通人。签了契约之后，那些灵兽想什么时候断就什么时候断，那不还得和供着大爷一般？当然，如果自己的本命灵兽愿意管着底下那些小灵兽，倒是无所谓。对，就是兽神果。但万兽国的人只知兽神果，却不知那兽神果树会有那1000万分之1的可能不结果，开出一种形如尖锥的黑色花。是那黑色花？一念急忙问着。非也，非也。族老露出一个笑来。那黑色的花基本上活不过100日，但是万朵里还是会有1朵活下来。花里会凝出一滴露，要那滴露才行。一念越听心越沉，这么苛刻的要求，得找到什么时候去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有方法他就不会放弃的。那白家有吗？傻孩子，这么珍贵的东西哪儿能有？就这方法，也还是咱们白家一位祖先偶然间得到了这凝露，不知道是什么就喝了，结果直接和本命灵兽断了气，才后悔不迭呀。主人，大拉憋得不行，见安全了就从空间里面跑出来。这是主人的家吗？这当然不是了。一念嫌弃地看了屋子一圈。我们的家呀在魔界，那里面有很多叔叔伯伯，他们肯定都非常喜欢拉拉。正巧百变也钻出来了，他变成一个小男孩，瞪着拉拉。主人现在是2个兽兽的主人了，不高兴。哼！拉拉大眼睛滴溜溜转着，看着百变鼓着脸，也冷哼一声。2崽目光交汇，在空中撞得噼里啪啦。主人，我们走吧。拉拉可高兴了，主人带他不带百变。哼，为什么主人有2颗蛋呢？要是只有他1个崽崽该有多好啊！哇，好多好吃的呀！这里的草都是可以吃的。这些是灵药，不是草。一念刚说完，就听见了脚步声，还有争吵声。父亲，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圣山宗啊？我不去。是庄贤的声音。你不去圣山宗，你是想和我一样老死在这山庄里吗？你有这么好的天赋，你就不考虑一下你的未来？圣山宗和我保证了，他们的宗主会亲自收你为关门弟子，圣山宗能给你的比我这个没用的爹不知道多多少。关门弟子？我不稀罕，那是什么名门大宗啊？说要收我，其实就是逼我罢了。而且圣山宗说什么让我们将山庄归于宗门名下，保护我们山庄，不过就是一群强盗看中了我们山庄的灵药，打算强抢而已。爹，这是咱们祖祖辈辈一生的心血，你舍得拱手让人？是，盛麒麟是了不起，但他还太年轻，太容易被人拿捏。庄贤给帝后送完灵药，回来就接到了这个惊天噩耗。圣山宗指名要他，不仅要他，还有他父亲拱手献上山庄。他现在都还记得那来传话的人趾高气扬的样子。被人仰着下巴说道：我敢保证，除了圣山宗之外，
其他几个大家族都拿不出我们这么大的手笔了。你们这山庄呢，本就是肥肉一块，没有实力护不住的。看在你即将加入我们圣山宗的份上，我们圣山宗愿意接纳你们这个小山庄。他像是笃定了他们不敢拒绝，言语之中满满都是优越感。而且我们圣山宗点名要的人，其他势力也不会和我们争的。圣山宗的面子值钱。那人办事警告地说着，这么有诚意的招揽，你们呢就偷着乐吧。庄贤认为这话的意思就等于圣山宗警告过其他几个势力了，不许对他庄贤抛橄榄枝，是威逼他。那又有什么办法？庄天问一脸颓丧。我护不住山庄是现实，我一个废人，本来皇室就已经把这里当作自家庄园，想拿什么拿什么了。我现在只想将你好好的送入大宗门之中，以后也不至于被人害了。多少对家想把这个少年英才扼杀在摇篮里呢？那些曾经欺辱过咱们百草山庄的人，都在死死地盯着咱们。庄天问狠狠地抹了一把脸。他们怕你长大，怕你找他们的麻烦。他们不该怕吗？庄贤满眼通红。他们为了抢夺灵药，杀了我们家多少人？还有妹妹。一念浑身一震，果然庄贤有个妹妹。若是山庄没了，妹妹会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们不等妹妹了吗？一念沉默地看了一眼自己怀里的信件。你妹妹说不定已经……不可能！庄贤骤然拔高了声音。我妹妹肯定还好好的。娜娜揪心地看着一念，他们的家人已经死了呀。如果是主人死了，娜娜简直不敢想象自己会有多么难过。主人，要不缓缓再告诉他们吧，好可怜呢。死了的姑娘不可怜吗？不让他们知道家人惨死，无处可报，才是可怜。话音落下，信件和信物射向庄贤。谁？庄贤一把接住信件，还没来得及发怒，一看见那信物，直接眼瞳一缩，不敢置信地问着：妹妹。别人的一念完成了，一念飞速后退要跑了。等等！庄天问已经注意到了一念的方位。我们不动，我们不过来。好不容易有女儿的消息，他急得不行，真诚道：我就问几个问题，请您留步，我们绝对不过来。他感觉到一念仿佛不想泄露自己的身份。妹妹，我妹妹还好吗？庄贤激动地问着。她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我和父亲找遍了各处都找不到她？你们看信就好了，他应该都写了。好，姑娘，你千万别走。你要是信不过我们，咱们就这么聊，我们还没感谢你呢。两人满心欢喜的以为马上就要和女儿见面了，一念只是沉默着。庄贤一脸欣喜的打开信，却在看见里面内容的时候都僵住了，他的手开始微微发抖，里面的字好像刀一样，一下下凌迟着父子俩的心。白家怎么敢？庄天问猛地捂住心脏，急怒攻心之下呕出一口血，直直对着地面就扑了过去。父亲，姑娘，我小妹说的是真的吗？白家真的做了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你小妹的自己，你应当认得出来。白家，我庄贤此生与你势不两立。庄贤双眼血红，紧紧地握着妹妹的信件，
额头青筋一根根暴起。白家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姑娘放心，小妹已经说了，你是她这辈子都无法偿还人情的恩人，请受庄贤一拜。不用跪我，我只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也请让我们百草山庄报答你。但凡我们百草山庄有的，您都可以拿去。如果您没有落脚的地方，也可以住在这里。你可有寿神果汁花凝的路？问是问了，但其实一念没抱多大期待。算了。姑娘怎么知道我们百草山庄有？此话当真？是。庄贤心底悲痛未消，但不敢怠慢恩人。你随我去拿。哎，算了，我给姑娘你拿过来吧。等等，你站住！我和你一起去。主人，你不能露面呢。没事，让他去拿，拿来我也不放心给你用啊。万一中的万一，那凝露里面加了什么东西他都不知道，必须要他亲眼去看看。而且人家要送他这么珍贵的东西，他至少得露个面呀。姑娘放心，你不想露面，我不看就是了。不用，我戴着面罩呢。看，就是这个。我们家族世世代代都是种植灵药的，有过鼎盛时期，这便是鼎盛时期留下来的。但是不知药性药效，所以没有人敢用，也怕随意胡用，浪费了这稀奇的灵药。庄贤双手将东西奉上，替报姑娘大恩，这东西便交由姑娘了。一念拿过凝露，心底一片滚烫。原本他已经做好了未来余生都要为这个东西寻找奔波的准备，可没想到转头这东西就被送到了他手上。但凡一念狠心一些，不去理会那些无辜之人，就不会碰到庄家小妹，更不会得到这个凝露了。哦，对了，这个给您。庄贤解下自己的腰牌，有了这个腰牌，就能自由出入我家山庄。不过如今我家山庄已经是别人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的了。多谢，我需要这个。一念接过腰牌，一个势力的腰牌完全可以抵身份牌用。一念在万寿国可没有身份牌，到时候他回到自己身体里时，就妥妥成了一个黑户了。一念不敢回白家去给辣辣用这凝露，怕引起动静。他打算带辣辣进深山里面。父亲，孩儿绝对不愿去圣山宗那样不讲理的地方。如若不出意外，那位地基去的也是圣山宗。地基是谁？不也是流着白家人的血吗？帝后残虐，又是白家家主，妹妹死在他们手上，我绝对不可能和那样恶毒的人拜同一个老师。庄天问看起来像是苍老了10岁，他仿佛下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一般，深吸一口气，对庄贤说着：你不用去圣山宗，从今天开始，我们百草山庄与白家势不两立。你去把爹放在密室里的那枚令牌拿出来。庄贤大惊失色：爹，那东西动不得。我让你去你就去。庄天问急道：你妹妹尸骨未寒，你让你爹我守着那保命符活一辈子吗？庄天问年轻的时候曾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强者的弟子，只可惜后来伤了根基，他不愿多了老师威名，才回了万寿国。那令牌就是那位强者给庄天问的一道保命符，如今庄天问终于要用到它了。一念带着辣辣到了一处深山之中。辣辣，来。一念让辣辣吞下凝露，有什么感觉？一念紧张地问着。辣辣咂巴了一下嘴巴，小肉脸紧绷地说道：没有什么感觉呀。话音刚落，辣辣身上的寿元猛地撕扯起来，她浑身抽搐起来，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她身上被拨开了一般。好痛，主人，我身上好痛。辣辣，一念直接抱起了辣辣，可下一刻她身上的凤元竟然开始发热发烫。
一个巨大的阵法自发地出现在他和娜娜脚下。一念能感觉到凤元的喜悦之情，同时他的心脏好似被一点点填满，像是被人挖走的一块肉，终于在这一刻慢慢地填补回来了。与此同时，燕儿，母后，我的背好痛，有人在挖我的骨头，我好痛啊！他仿佛感觉自己背后的脊骨被人生生的抽离。一念当时体会的痛感，他如今也终于承受了1/10了。这区1/10就已经要让苏林燕彻底发疯了。这么大的声音，顿时就让正好在旁边修炼的风寻给听见了。他悄悄来到了房间门口，却没走进去，因为他不想看见苏林燕那张丑陋的脸，一只眼睛都瞎掉了，那血淋淋的眼窟窿看着恶心的很。只是风寻万万没想到，他刚走到门口，里面苏林燕崩溃的状若疯癫的声音就声嘶力竭的传了出来。母后，我的神兽没了！苏林燕大口大口的往外吐血。我能感觉到我和我的神兽联系断了，契约断了。什么？风寻震惊，这还能单方面断掉吗？那苏林燕岂不是废人一个了？怎么可能？帝后大惊失色，没人可以断掉契约的，除非……他猛地想到那个宁路的事情，这可是只有白家人才知道的，他坚信白家人没有道理那么做。难道是大神境强者出手强行斩断了？别说小小一个万寿国了，就说5州都多少年没有出过大神境强者了。母后是那个剑种回来了。苏林燕都快疯了。是他回来了，我从他身上抽走的凤骨，挖走的凤元，还有抢走的手蛋，他现在要一个一个从我身上夺走。他要报复我，他回来了。不会的，那个女人骨头都已经烂了。别怕，别怕，有母后的，母后在这儿。帝后恨得想杀了所有的人，只能紧紧抱着自己最爱的女儿，不断的安抚着。母后会给你找来更多、更优秀的灵兽。那只不听话的凤凰没了就没了，还有别的。咱们白家的换骨秘方，你还信不过吗？不说你还有凤骨凤元，你要别人的兽骨，母后也会为你寻来。圣麒麟、庄贤那块骨头，你喜不喜欢？实在不行，白鹿那个丫头的变异兽，你要不要？只要是我儿想要的，母后都能帮你抢过来。而此刻，站在外面听完了所有的风寻，震震的脸上神情都僵住了。杀人夺骨，竟然还有这种秘法！风寻嫌弃的看了一眼苏林燕的方向，万寿国果然好胆量，竟然敢拿这种赝品女人糊弄他。不过嘛，风寻眼中算计的光芒一闪而过，那换骨秘法他很感兴趣。如果得到那秘法，岂不是说像他这样不能御兽之人，以后也能觉醒本命灵兽吗？风寻眯起眼睛，苏林燕这个女人他是不会要的，配不上她。但是这秘法嘛，他肯定要得到。深深的山林当中，大蜡已经不痛了。主人，主人，我身上的伤口都没有了。他斩断了和苏林燕的契约之后，因为阴念就在他身边，娜娜的神魂自发的和真正的主人身上的凤元纠缠在了一起。可娜娜喊了2声，却发现阴念没有回答她。抬起头来，才发现阴念正紧紧闭着双眼，灵力和魔元素都齐齐往他身上涌着，已经在他周围呼啸盘旋成了一个交融的大漩涡。主人要晋级了！娜娜猛地直起身子，2只本命灵兽齐齐归位，此时的凤元才是真的涅槃完整了。
精纯的灵力一波一波的从凤元里面反哺出来。一念清楚的看见自己的小腹处，那一黑一白两颗珠子正缓缓的往外延伸出第二根刺。2星人灵境，2星人魔境，竟在这一刻同时突破了。周围有野生灵兽在蠢蠢欲动着，娜拉再也不用担心自己气息暴露被帝后发现了。契约已断，谁都不能再折断血凤的翅。一只血色火凤猛地出现在地面上，它伸出双翅，和真正的凤元融为一体的灵兽之魂更加强大。巨大的羽翼展开，火焰熊熊燃烧着，将还在晋级当中的一念护在中间。血凤威压横扫整座山脉，将那些蠢蠢欲动的野兽给震在了原地。他张开嘴，稚嫩的嗓音里已经有了日后强大到吞天灭日的雏形。低等杂兽，滚！就在血凤护主之时，东边的一处密林当中，袁希岁的长袍拖曳在地上，他紧紧地看着面前乌泱泱的一片黑袍人。你们身上的气息我很熟悉。袁希岁抬起眼睛，里面是一片空茫的冷漠，而那些黑袍人激动得浑身发抖，下一刻猛地朝袁希岁跪了下来。见过少主。袁希岁挑眉，我原本以为县族的人已经死光了，没成想竟然还留下了你们这群人。当年我们县族是何等的风光，我们族人为五州贡献了多少，结果他们却贪得无厌，害我族全灭。族长心灰意冷之下，也只举全族最后之力，设下大阵，保住了少主你这唯一的纯血脉。黑袍人声音悲切，当时我们这波人也是因为外出做任务遇险被困，族老都以为我们死了，但好在老天最终没绝了我们县族的路。我们从被困之地活着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县族只剩下少主您一个了。我们也进不去白头山，只能在外面日日年年的守着。前段时间我们感受到了少主您的气息，就迫不及待地过来了。少主！黑袍人们年纪都已经很大了，他们实力没有袁心碎强，自然寿命也没有那么长。我们已经快到油尽灯枯的时候了，但县族大仇未报，我们死也不能甘心呐！都杀了就行了吧？自然是都要他们血债血偿。黑袍人们恨声道。但是属下们知道，光靠咱们肯定不行，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都在暗中扩展势力。五州赤鬼谷便是属下们创办起来的，谷主的位置一直为少主空着。如今我们终于可以将赤鬼谷完完整整地交到少主手上了。要是圣山宗和凌天学院的人在这儿，必定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了。赤鬼谷这次表面上是奔着苏林燕这位天生复原的地基来的，实际上却是来寻袁心碎的。还有比地基更好的烟雾弹吗？少主，随我们去五州吧。赤鬼谷大长老掀开了自己黑袍上的帽子，露出一张苍老的脸。五州才是少主您该待的地方，那里说不定能有解开白头山封印的办法。白头山下封印保留着的是他们县族所有的积蓄和功法根基，绝对要重新取出来。可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走。不行，要和我的偶娃娃一起走，你们自己先走吧。偶娃娃啊，我们还担心少主会因为族长不在，没人给您开棺雕偶娃娃呢。
如果您有，就再好不过了。不过少主，您的偶娃娃放哪儿去了？他去处理事情了。处理事情？怎么处理的？偶娃娃还能自己去处理事情？少主，您的偶娃娃能跑能动，在你没有阵法加持的情况下。大长老忍不住问着。她不只能跑能动，还非常漂亮。那不是偶娃娃呀，我的少主哎！我要去找她了，你们先走吧。不，属下们和少主一起走。少主，我们可以等。随你们。哎呀，糟了，我们忘记问少主现在的落脚处了。袁心碎一转眼就回到了白家门口。袁是谁？是袁心碎。族老他们还是卧病在床吗？是的，大小姐。女奴神情惊恐，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从族老们的反应里看出来，好像天都要塌了。我知道了。阴念在心底冷笑着，说到底不过就是善恶到头终有报，白家的报应要来了。大小姐，宫里来人了，说让白家这边的人过去一趟，帝后要问话。宫里很急，现在就要人。我去喊族老他们。等等，族老们身体抱恙，帝后不过是需要一个要问话的人，我去就好。现在族老们躺下了，家里就只有这位天赋异禀的大小姐地位最高，女奴哪里敢说不行。待大族老醒来之后，就告诉他我去了皇宫见帝后了。你想做什么？我去出来了，接下来就要用这个身体去做最后一件事了。阴念不准备继续用白鹿这个身体了，他要用回自己的身体。我身上那道封印可以解开，你确定吧？袁心碎弯唇，已经把封印给你抹了。谢了，不出3个时辰，我就会回我自己的身躯了。我要和碎碎哥哥一起走。下一刻，娜娜也出现了。我也是，我要和碎碎哥哥一起。是吗？也行，反正等我神魂归位了，你们也还是在我身边。毕竟袁心碎保管他的身躯呢。不过看不出来啊，你竟然这么有孩子缘。袁心碎没有说话，只静静盯着这2个没他膝盖高的小东西。那我先走了。我会好好保护我主人的身躯的，警告你呢，要是你敢对我主人的身躯做什么，我长大了以后饶不了你。对，我盯着你呢。百变指了自己黑葡萄一样的大眼睛，袁心碎眼神冷漠地盯着他们2个，那毫无波动，甚至带着几分烦躁的眼神，让2个小崽崽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面前好像出现了一只一巴掌就能拍死他们的巨兽，而这只巨兽抬起手，在犹豫要不要终结他们的生命，但2个崽崽还是一步都没有后退，要保护好主人的身躯。袁心碎烦躁地动了一下指尖，下一刻他又收起指尖，动了这2个讨人厌的小东西，念念会生气的。他压着杀意转身往外面走着，2个小崽崽立马跟上，像跟在凶手后面摇摇摆摆的2条小尾巴。白家大小姐，这可真是有缘分，大小姐竟然也来宫中了。又是我们2个撞一块了呢。庄贤虽然笑着，但脸色看着并不好看，毕竟刚接到妹妹的噩耗。他努力压下眼底的寒意，不让对面这个女人发现自己现在看到白家人就想动手杀了她。但是他怎么都想不到，面前的白鹿会是刚收了他一柜的恩人。一念想的则不是那些，他看着2匹一样的兽车，这个点儿
庄贤这个无关人员为什么会出现在皇宫里呢？是帝后叫你过来的。一念急忙道。庄贤一愣。是啊。是为了灵药？要你拿灵药吗？庄贤摇头。并不是，说是找我问些话。就找了你，没找你父亲，点名道姓的要找你。一念连发3问，越发感觉不对劲了。找白家人问话，一念能猜到是为什么，因为契约断了，而知道怎么断契约的只有白家人。帝后心中有怀疑，要知道白家是不是出了叛徒。可他找庄贤是为什么？不对，一念心底猛地一寒。虽然他断了那契约，但是那白家秘术还在。现在苏丽叶那个恶毒的女人失了本命灵兽，虽然还留着凤元，但帝后怎么会甘心女儿一对羽翼被折呢？她说不定是看上了庄贤的寿元和圣麒麟呢。只要苏丽叶换上庄贤的寿元，那圣麒麟自然和辣辣一样，只能听命于苏丽叶了。这一招恶毒却好用，帝后为了自己的女儿，什么事做不出来。越想越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大小姐，我们一起进去吧。庄贤让开一步，想让一念先走。女奴们看着庄贤，忍不住露出倾慕的眼神。庄贤是真正的君子，即便对奴仆也是很温柔的，而且又觉醒了圣麒麟，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可谁料一念脸色变了变之后，直接抬起手来，一把将庄贤给推开了。滚！什么东西，也来和我套近乎！庄贤愣住了。庄贤话都没说完，就被一念打断了。你把我裙子都给弄脏了！一念使劲拍打自己的裙角，一脸蛮横道：你赔我裙子！女奴们悄悄看了一眼，哪里脏了？明明是雪白的裙子好吗？庄贤还是好脾气的笑了笑。好，等我见完帝后。你把我裙子弄脏了，还想见我姑姑？偏偏一念就是不依不饶，他手上出现了一根法器长鞭，长鞭重重往地上一甩。偏偏一念就是不依不饶，他手上出现了一根法器长鞭，长鞭重重往地上一甩。我要你现在就去给我买一件全新的裙子来。庄贤脸色沉了下来，白家女人欺人太甚了。怎么，还想和我打一架吗？之前被我修理的还不够惨吗？一念冷笑着，哼，给你2个时辰，我要一条和我现在身上穿的一模一样的裙子，不然今天你就别想活着回山庄。大小姐，这不好吧？女奴们试图劝说，有什么不好的？一念眼眸深深地盯着面前的庄贤，说着：他一个落魄山中的小少爷，就算今儿个是死在皇宫都没什么，我可是白家大小姐，我想杀就杀了。庄贤怒意涌上肺腑，脸色涨得通红，几乎是咬着牙说道：是吗？那白家可真是了不起。好，你们白家可真好。一念眯起眼睛，白家自然是最好的，还不滚！他厉喝一声，指着城门外的方向说着：滚出去，再也不许入宫。女奴们不敢去劝如今家大势大的一念，只能劝说庄贤：庄贤公子啊，就赔一条裙子而已，快去快回吧，帝后还等着呢。是啊，庄贤公子，这白鹿大小姐咱们惹不起的。他们轻声道。庄贤怒得转身大步离开，只是走出一段路之后，他转头看了一眼宫门的方向，却发现那个女人还是站在远处静静地盯着他，只是脸上再没有刚才那夸张的猖狂，反倒是很平静。他背后的深宫黑黢黢的，像是一个看不见尽头的无尽洞窟。庄贤看着他，愣在了原地。他隐约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抬脚想往回走，却见那女人再度开了口，无声地说了3个字：别回来。
庄仙心中猛地一惊，可下一刻，宫门已经彻底的关上了。燕儿莫哭，今日母后先帮你拿了那圣麒麟的寿元。真的吗，母后？我要圣麒麟，我也要那只变异赤鸣狗，还有我的眼睛。母后，我的容貌毁了，秦哥哥会不会不要我？我要被退亲了，我会变成整个武州的笑话。不会的，母后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庄仙还没到吗？倒是到了，可在宫门口弄脏了大小姐的裙子，被大小姐轰出去买裙子了。混账！帝后怒极，谁给白鹿的胆子？我要面见的人，他敢随意打发出去？等等，你说来的是白鹿？是的。多余的半个字也不敢多说。这2天，帝后因为地基的事情，一言不合就杀他们这些奴婢泄愤，他实在不敢招惹他。我要见的是族老，是要见他了。帝后满心烦躁地说着。母后，我要他的寿元。谁料苏林燕顿时就开始激动了。他的比庄贤的还厉害啊，母后。现在还不能动他。燕儿，你放心吧，目前还需要白家为你效力，你等我安抚好那些族老们，就杀了他，为我燕儿所用。这幻骨秘术也不是绝对无敌的，有诸多限制，比如超过18岁就不能再用了。这秘法是残忍的禁术，一旦暴露，必定会引起武州震动，会惹来大麻烦的。所以白家只有真正顶层的那些人才知道这秘法的存在，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这秘术也只能由小神境的强者来用，和帝后不相干的那些小辈，帝后才不会损耗自己的灵力给他们使用秘术。而且一个人身上最多接3次寿元，自然每次都要挑最好的，接过来的寿元其实效力会差一些，能有自己本体的强大寿元是最好的。比如帝后自己身上就有3颗寿元，但是明面上她只有1块，所以帝后的实际实力远比她明面上的实力强很多。而白家那些族老也是，让白鹿滚，唤族老来。帝后的话都没说完，一念已经打发了门口的女奴走进来。帝后有什么事情找我问便是。帝后有什么事情找我问便是。族老们如今都卧病在床，怕是听不了帝后你的传唤了。一念走了进来，目光落在苏林燕身上，他挑起眼尾，里面有几分毫不掩饰的畅快笑意，眼看就要让苏林燕发疯了。帝后不想再让苏林燕生气消耗元气，索性在女儿后颈一摁，苏林燕就昏睡了过去。白鹿，你如今是觉得一定能得到白家，所以在我面前如此猖狂，是吗？帝后目光漠然，下一刻威压轰然放开，压得一念只想往地上趴。小神境强者的威压哪里是他这个2星人灵境能招架的？顿时一念的口鼻就流出血来，他的膝盖骨发出咔嚓咔嚓的脆响，是膝盖骨正在崩裂的声音。死活不跪，有骨气。帝后高高在上的俯视他，冷笑着：你是不是觉得还像上次一样，激怒我打伤了你，就能让族老们帮你了？别痴心妄想了，贱丫头！只要我还是白家唯一的小神境强者，白家与我便不可分裂，受我驱使。一样的招数，你用第2次就不好使了。帝后抬手猛地一压，给我跪下！咔嚓一声，一念只觉得剧痛传遍全身，一番折磨，
是他早已预料到的。只要他入宫，帝后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但这也是他想要的。一念被威压压制的七窍流血，痛得浑身筋骨像是拧在一起，可他却忽然抬起那张血淋淋的脸笑了起来。你笑什么？帝后不知怎么的，盯着他这张脸，觉得分外的熟悉。一念笑得他心慌，明明这个人对高高在上的他来说，弱得和一只随手就可以碾死的蚂蚁一样，但这人却一点都不害怕他。帝后，不，毒妇。一念缓缓开口，鲜血顺着嘴角流下来，可他却笑得很是肆意畅快。哼，你和你的女儿，两个黑心生蛆的玩意儿，你可知道族老们为什么都卧病在床吗？你只关心你的女儿，你还不曾了解过白家遭遇了什么事情吧？他的眼神在这一刻变得无比的陌生，陌生的让帝后的心跳都变得急速起来。白家怎么了？帝后感觉自己在被面前这个小小的蝼蚁牵着鼻子走，可真是荒唐。他一把掐住一念的脖子，缓缓的用力，眼神凶狠的说着：别想给我耍花招，快说！一念被掐得透不过气来，可身上越是难受，他脸上的笑就越是灿烂，竟让帝后有种恐惧渗透骨髓的感觉。一念缓缓开口，轻轻吐出4个字来：白家祠堂。4字一出，帝后心境顿时大乱，手下意识的一松，一念咳嗽着摔倒在地上。祠堂里有什么？别人不清楚，你这个屠夫会不清楚吗？一念捂着脖子，仰起头来看向他，满是嘲讽地说着：说，白家祠堂怎么了？那可是白家的命脉呀！而且帝后已经用习惯了那些精纯的能量液，甚至苏林液也没少用。若是那些能量液没了，他的燕儿还怎么在同期碾压众人呢？祠堂没了。一念说的安安静静的，短短4个字，却在帝后的心里翻起了滔天巨浪。什么祠堂没了？什么祠堂没了？你胡说！帝后几乎要站不稳，她要亲自去白家看看，那可是祖祖辈辈留下的基业，怎么说没就没了？可刚走2步，帝后就猛地转过身，看向了躺在旁边的一念。她突然想起，她这个侄女儿，以前一直都是喊她姑姑，很亲热的喊。可她有多久没喊过了？即便喊了，也都是阴阳怪气的，性格也和完全变了个人一般。只是天赋好了，会变化这么大吗？帝后一步一步走到一念的身边，她望着一念，不敢置信地问着：白家基业毁了，你为什么在笑？你不是白鹿。帝后脑子里面那个荒诞的念头一旦出现，就如同藤蔓疯长，控制不住。而就在此时，白家的几位族老正飞快地往皇宫里面赶来。他们一醒来就发现一念不在了，一听外面的奴仆说一念往宫里去了，顿时吓得3魂6魄都没了。大族老，再快一些，我这心里怎么这么不安呢？二族老一边往皇宫的方向赶，一边说着：帝后还不知道白家出事了吧？大族老一声冷笑：他心里只有他那个受伤的女儿，自然不会管白家死活。在发现白家根基毁掉的时候，大族老从绝望到如今的接受现实，胸中一股怒火无处发泄，自然会迁怒到对白家不闻不问的帝后身上。这些年帝后没有为我们白家付出，
每次的精纯液却又属他拿的最多。要是那些精纯液都用来培养咱们白家的后代……三族老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好了，老三。大族老咬牙，世上没有后悔药卖，不就是少一些精纯液吗？我们白家家大业大，这损伤了白家的元气，却不是致命打击。他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如今，只要咱们好好培养鹿儿，未必不能重现白家最辉煌的时候。大族老想到白鹿，就觉得心底舒服了很多。也是老天不枉我白家，虽然没了精纯液，但给了咱们白家一位绝世人才。我敢保证，找遍这整个五州，也找不出第二个像咱们鹿儿这么天赋奇绝的孩子。几个族老们纷纷点头，觉得只要白鹿在，白家就还能恢复巅峰时期，破而后立。可鹿儿怎么就自己进宫去了呢？你说，万一帝后又发疯？二族老恨声说着，要是鹿儿出了什么事儿，我们几个真不能再放任帝后了。不至于，他到底还是白家的家主。大族老摇头，心底却有点不安。我只怕帝后看中了鹿儿的寿元和变异赤明狗，拿去给那苏林烟用。其他几个族老齐齐变色。是啊，他们差点忘记了白家秘术，帝后爱女心切，说不定就会做出这种杀鸡取卵的行为。本来那寿元在白鹿身上能发挥出10成功效，一去苏林燕的身上就只有8成了呀。快，加快速度！几个族老急得汗都冒出来了。房间里面，一念早已痛得麻木了，可他心里却有着前所未有的爽快。你到底是谁？帝后盯着一念，只觉得毛骨悚然。纵然他是小神境强者，可看气息查血骨，就是白鹿本人没错呀。这世上竟然有这么诡异的事情吗？我是谁？你很好奇，是吧？一念的目光落到了帝后的那只断指上，那是他当日咬掉的。一念缓缓露出一个笑来，轻声说着：“我是来取你命的人。”他就不告诉这个毒妇自己是谁，他要让他以后的每一日都在恐慌当中度过，让他想起今天这一日，就觉得有利刃悬在他头上。我会一次一次拿走你最重视的东西。上次他拼死咬掉了帝后的一截手指头，这次他要拿走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就凭你！帝后气得浑身发抖，这小小蝼蚁竟然胆敢算计他。你不是白鹿的事情，我只要一告诉几位族老，你就彻底完了，你知道吗？到时候我定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还怕你不开口说自己是谁？叶念抹掉嘴角的血迹，说着：“你说过，一样的招式不能使用2次，对吗？我告诉你，这句话是错的。一样的招式，只要1次比1次狠，那就是有效果的。今日，我要从你手上拿走白家。”话音落下，还不等帝后讥讽，一柄匕首就被阴念自己抓着插进了肩膀，那是他的左臂骨，同时也是真正的白鹿寿元所在之处。你干什么？帝后吓了一跳，阴念根本不搭理他，他像是感觉不到痛，拔出匕首，眼睛眨都不眨，刺进了自己的心脏。
帝后傻眼了，一念缓缓地往后仰倒，直到倒下去那一刻，他的眼睛还盯着帝后。这一次，我要从你的手上把白家拿走。一念扯了扯唇角，期待咱们下次再见。话音落下，一念眼前一黑，神魂立刻离体。但帝后不知道啊，在他看来，这女人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之后，她竟然自尽了。她是不是疯了？有谁会把自己的命拿出来做赌注的？而且这女人竟然说下次还能再见，像是被用一盆刺骨寒水从头浇到尾。鹿儿！一声绝望的声音刺破他耳膜，他目眦欲裂地看着躺在地上的尸体，心中最后一点希望破灭在眼前。大族老再也承受不住，身上气势顿时尽数炸开，轰的一声，整个屋子直接炸裂开来。大族老也是天灵境强者，虽然不及小神境，但也是绝对的强者了。你疯了！丧心病狂的东西！大族老和其他赶到的族老抱起白鹿的尸体，发现这具尸体上不仅有致命一击的伤口，身上的骨头、膝盖全都碎了，血脉逆流，七窍流血，显然是死之前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寿元所在的位置被人挖开，但没来得及拿出来，他们双眼发红。你竟然要挖你自己侄女的寿元，就为了给你的亲女儿用？这也是我们白家的孩子，还是天赋最好的孩子。白灵，你都干了什么呀？他们喊帝后的名字喊得咬牙切齿，失望至极。白灵，你不配再做我们白家的家主了。大族老眼神阴沉的可怕，他死死盯着帝后，说道：我们白家不需要一个只为自己女儿考虑，却不考虑家族的毒妇。帝后浑身一震，他此刻终于明白阴念闭眼之前那句白家我拿走了是什么意思。一切都是他设计好的，包括故意承受小神境的威压，让躯体看起来饱受虐待也是的。整个屋子都炸了，天灵境强者的威压散开，正好让拿着衣裙匆匆赶来的庄贤给看见了。他还没入宫，只见女奴们害怕被战斗波及，纷纷从里面跑了出来。哎，宫里是怎么了？他随便扯了一个人问了一下。白鹿大小姐死了。女奴面色苍白的喊着。他们说帝后杀了大小姐。庄贤手一松，那洁白的裙子掉在了地上。与此同时，远在百里之外的一处兽车上，靠在袁心碎肩膀上那具毫无气息的躯体猛地睁开了眼睛。他回来了。主人，主人，还是主人身上的气味好闻。一念许久不用自己的身体，本来以为回来之后浑身肌肉都会很僵硬呢。我的肩膀，我记得肩膀之前没这么舒服啊。还有我的肉体强度，这肉身比之前强大了可不止一点点。他扭头看向坐在旁边的袁心碎，诧异的不行。你对我做了什么？只是保持你尸身不腐而已，每天用灵力帮你温养一下。没有人可以直接帮别的人引灵力温养身体的。上次灵力自己钻进他身体里就算，那毕竟魔元素也喜欢钻他身体啊。但帮别人修炼，这个过分了吧？你不信？袁心碎其实有些困了，他自从离开白头山之后就没睡过一个整觉，但是下一刻他就感觉一只手搭在了他脖颈上，那手冰凉，刺得一念浑身一抖。可还没等一念说什么呢，无数的灵力就像疯了一般往一念身上钻着。
不，够了！一念连忙喊着，他浑身的筋骨都开始刺痛了，强行塞进来的灵力让他觉得又胀又痛的，但确实是能为他所用的。这难道就是你们县族的能力吗？县族已经消失太久了，再加上一念自己一直又被关在深宫之中，什么也不清楚。袁心碎没有回答，只是满脸困倦的打了个哈欠，然后非常自然的摁了摁一念的大腿。一念浑身一抖，他轻薄他，我睡一会儿。袁心碎说完这句话，就沉沉的睡了过去。主人，我们现在出去看戏啊。百变，你脑袋上长了个包包。百变圆溜溜的脑袋上长了2个小包包，摸着手感还挺好的，弹弹的，软软的。这是要进阶了。哼，我也要进阶了，我肯定要比这条虫快。眼看着2个崽又要吵起来，一念立刻说着：“别吵，我带你们出去看热闹。”帝后的热闹，白家其他人的热闹，他都迫不及待的要去看。一念带上2个崽就往外面走，才走出一段路，拐过角就撞上了一个人。庄贤。庄贤听到声音，这才缓缓抬头，对上了一张完全陌生的脸，他露出疑惑的神情。姑娘，你认识我？一念这才想起自己用的不是白鹿的身体了，但是他也不慌，不疾不徐地说着：“庄贤公子在斗兽国宴一战成名，那天去看了比赛的人，谁不知道你啊？”说起斗兽国宴，就让庄贤想起了死去的白鹿。他原本以为他是要故意欺辱他，才抓着那些小事儿让他去给他买裙子。可那天在深宫的最后一眼，却让庄贤已经心生疑惑了。那绝对不是一个会故意欺辱别人的人露出来的眼神，可他竟然死了，而且还是被帝后给杀了的。想到这里，庄贤只觉得浑身发冷。帝后为何深夜只叫他一个人去宫里？现在想来也很奇怪，他如果进去了，死的就是他了吧？不行！想到这里，庄贤忽然浑身一颤。我得赶快回山庄。如果帝后真的想杀他的话，那岂不是还会对他出手？一念就眼看着他脸色变来变去。主人，我们快去皇宫嘛！百变迫不及待地小声催促着。他从来没有跟一念一起搞过事，好激动啊，迫不及待。一念绕过他要走，却突然觉得周围多了数道地灵境巅峰强者的气息。主人小心！拉拉小小的脸蛋上尽是戒备的神情。有敌人！地灵境强者。庄贤的眼瞳狠狠的一缩。你们是帝后派来的人？他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反应。黑衣人们眯起了眼睛。小子挺聪明，可这么聪明的小天才，也不过是他们地基的垫脚石而已。既然都已经知道了，那就乖乖的跟我去皇宫，免得受皮肉之苦。要知道，帝后可是在皇宫里面歇斯底里的发疯，任务要是完不成，他们也别想活了。黑衣人说完，就看向了旁边的一念。好，我跟你们走，别伤及无辜。被他看见了，那就不能算无辜了。黑衣人冷笑着抽出自己的法器长刀。被他看见了，那就不能算无辜了。地灵境巅峰的威压，压得一念有些喘不过气来了。他下意识地释放出了灵力，护住自己的筋骨，不然又要骨裂了。2星人灵境。那黑衣人吃了一惊，这个女人看起来不过才18岁左右的样子，居然就已经是2星人灵境了。这是哪方势力的孩子？动了她会不会有影响呢？这个念头才出来，黑衣人却感觉脖子一痒，下一刻鲜血从他被割开的喉咙里面喷射而出。黑衣人瞪大眼睛，直挺挺地倒了下去，1秒就失去了气息。
老大，谁？一念也吓了一跳，但很快吧唧吧唧嘴的声音忽然出现于他身后。一念吓了一跳，转身对上了一个缺了大门牙、满头乱发、一只脚穿鞋、另一只脚光着的老乞丐。老乞丐看着仿佛一只手就能摁倒，那双眼睛却亮得出奇。庄天问也真是，自己儿子都被人围起来了，也不来管管，还用上了唯一一个人情，要我这个糟老头子来。他打了个嗝，说着庄家人，可眼睛却死死盯着一念。庄贤见这人的装束，就知道是父亲用那传话令牌叫来的人了。这位应该就是当年庄天问的那位神秘师傅了。是师公吗？庄贤小心翼翼地问道。老乞丐却朝他嫌弃地摆了摆手。你且站边上等等。一扭头，他就无视了那些怒视着他的黑衣人，一脸从容地看向一念，笑眯眯地问道：小姑娘哎，有师傅没嘞？小姑娘哎，有师傅没嘞？都说这万寿国出了个天赋异禀的地基，那地基老头我也远远瞧过一眼，可哪儿比得上你这个小丫头的1/10啊？那些黑人见他满心满眼都是意念，彼此对视了一眼，猛地就往外跑。笑话，他们老大都已经被人割喉了，这回要是还往上冲，那就是找死。见他们要跑，意念下意识地喊道：别让！话都没说完，只见那群人依旧维持那个往外奔跑的姿势，下半身是跑出去了，可上半身却被丝线完全切割开来。咋样，小娃娃，要不要认我做师傅啊？魔剑所有的魔都是他的师傅家人，一念怎么会再有一个师傅呢？而且还是这种不知底细的人。我不。可下一刻，老乞丐一挥手，一念觉得脖梗一痛，整个人直接软倒下去。嘿嘿，你不说话，那老头子就当你同意了啊！辣辣和百变怒吼了一声，直接朝老乞丐扑了过去。凶悍啊，不愧是神兽仔。但下一刻，辣辣和百变就被他直接敲晕过去了。庄贤目睹了这一切，这时候要是看不出他这师公是小神境强者的话，那就真是白长了一双眼睛了。师公，这位姑娘是无辜的。庄贤看得心惊肉跳，他知道这个师公做事十分随心所欲，但也没想到人家说都没说就把姑娘打晕了。什么无辜的？老头嘿嘿地笑着。你没见人家答应做我徒弟了吗？庄贤一头问号，他这个师公为什么总是在自说自话呢？谁答应给他做徒弟了？人家刚要拒绝就被一拳头打晕了好吗？师公，你这样是不行的。庄贤语重心长地说着，收徒这个事情讲究的是一个你情我愿，而且人家说不定已经有师傅了。话刚说完，老乞丐不耐烦的一挥手，啪的一下，庄贤也软软的倒了下去。小娃娃也忒能唠叨，和他父亲年轻的时候一个德行，不好不好。老头子我还缺个关门弟子呢，就你俩了。庄天问那臭小子，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做错了事，毁了根基，没想到生出来的孩子还挺争气的。盛麒麟虽然比不过这小丫头，倒也是勉勉强强吧。啊，收1赠2，划算，划算。哎，不对。老乞丐忽然皱起眉头。刚才那些黑衣人，说是皇宫里那个丑婆娘派来的吧？他摇头晃脑，疯疯癫癫的，自说自话后还生气了。动我徒弟？还一动就是动2个，这不是在我脸上拉屎拉尿吗？反了他个瓜婆娘！老乞丐顺行千里，直接来到了百草山庄。
庄天问早就在外面眼巴巴的等着了。老师，他看见那熟悉的身影，还没来得及磕头跪下来个师徒重见热泪盈眶的场面呢。这是我新收的徒弟啊，你给我好好照顾，我去教训贼婆娘，去就来。老乞丐冷哼了一声说道。老师，庄天问这两人刚出口就被老乞丐一拳给揍趴下了。别乱叫，我和你的师徒缘分在你不听我劝告非要逆天而行的时候就已经断了。这次你把咱们最后一点人情用掉了，我以后都不会再见你。庄天问红了眼圈，哽咽着说道。是，徒儿，我知道了。那虽然我和你师徒缘分没了，但你儿子我还是要带走的。死尸们还没有回来吗？真是废物，不就让他们带个连灵体都没有的废物少爷吗？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可他哪知道自己的死尸就变成死尸了呢？还有白家。帝后满脸阴郁的捏了捏自己眉心，他这2天连觉都睡不安稳，一闭上眼睛就是那狡诈的女人满脸是血的瞪着他，阴笑着冲他喊着：哼，我会夺走你的一切，你等着我。明明他都已经是小神境强者了，可睁开眼睛时他还是会觉得一身冷汗，说不出的瘆人。自从他成了白家家主之后，就没碰到过一件不称心的事情，可如今这都几件了。白家那些族老也不听我的，都是废物蠢货。他一把扫掉了面前桌案上摆的所有东西，吓得伺候的女奴们都瑟瑟发抖的跪下了。再去派人找，不就是要找个庄闲吗？怎么那么费劲呢？帝后不耐烦的说着，可谁料还没等到下一波人出去呢，整个皇宫猛地一震，轰的一声巨响，还有让帝后眉心直抽的骂人声。瓜婆娘，找人暗算我徒儿们，给我滚出来受死！小神境强者。帝后出去就看见了一个巨大的人形，那人形高大的像是要窜上天空，他另外一只手还拿着酒壶，吨吨的往里面灌了2口酒。巨人族。帝后的眼瞳狠狠的一凝，巨人族不是早在200年前就消失了吗？帝后不敢轻敌，深吸了一口气，下一刻一个巨大的光阵从他脚下伸展而出，光阵里面传来灵兽的怒吼声，堪比小神境强者的神元兽怒吼声。巨大的身躯直接从光阵里面挤了出来，他背上长着长长的棘刺，四肢粗壮宛如擎天巨柱，一双血红色眼睛毫不畏惧地盯着老乞丐。与此同时，一道道强横的天灵境气息也从皇宫深处冲天而起，他们悬浮于空中，带着自己的巨兽汇聚到帝后这边过来。帝后，这是怎么回事？巨人族不是早就消失了吗？没有消失。帝后看着面前这还在灌酒、看起来醉醺醺的老头，一些血脉特殊的种族，只是血脉凋零，但并不代表他们一人都不存在了。巨人族也算得上是得天独厚、擅长战斗的种族了。这位巨人族的前辈，不知我万寿国是怎么招惹到您了，竟然公然打到我们皇室中来。难不成巨人族就这么不将我们皇室放在眼中吗？话音刚落，老乞丐就猛地伸出巨大的脚，一脚踹翻了离得最近的一个宫殿。放在眼中，踩在脚下老头我都不觉得解气。瓜婆娘，我问你，为何伤我徒儿们？难不成巨人族就这么不将我们皇室放在眼中吗？话音刚落，老乞丐就猛地伸出巨大的脚，一脚踹翻了离得最近的一个宫殿。放在眼中，
踩在脚下，老头我都不觉得解气。瓜婆娘，我问你，为何伤我徒儿们？帝后顿时便想起了庄贤，他今天只抓庄贤了，可哪里来的闷呢？我并未伤您的徒儿，您徒儿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哼，我老乞丐被呛得泪花都飙出来了，一怒之下又踹翻了一个宫殿。这是什么酒？一点都不懂事。你灌进鼻孔里了，关我皇族什么事啊？欺人太甚！帝后气得满眼血红，战神，杀了他！来得好！好强！帝后小心！大家吓了一跳，早知道巨人族能打，却没想到竟然连体质比人族都要强大的灵兽都奈何不了他。这位前辈，说不定是场误会，劝您及时收手，不然我们整个皇室都出手的话，前辈可就和我们结下死仇了。什么误会？我还能弄错了不成？都给我洗干净耳朵听好，我那徒儿叫……他顿了顿，哎，那个小丫头叫啥来着？还有庄天问的儿子叫啥来着？他混混沌沌的脑袋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一见眼前这些人都还眼巴巴地盯着他，老乞丐一时之间脸色难看，面上一点都挂不住。他手一扬，眼睛一瞪，怒骂说：咋？我说打就是要打，谁给你们的脸皮子问东问西？众人一头问号。帝后再也听不下去了，抬手一招：战神，给我杀了他！战神，给我杀了他！战神立刻满起怒气，和自己的主人一块冲了上去。两方顿时如星陨相撞，谁也不让谁。小神正强者对战，那可和之前一念那小打小闹完全是。老乞丐和帝后瞬间交战了几百回合，帝后受了轻伤，老乞丐也挺狼狈的，但整个皇宫是废了一半了。欺人太甚！皇宫里面还有其他强者，也都招来了自己的灵兽，将老乞丐团团围住。老乞丐见路颓势，毕竟双拳难敌四手，今儿个拖死他！就凭你们！老乞丐猛地一声厉喝，看我至尊无敌连环腿！大家提起12万分的小心，结果嗖的一声，老乞丐脚底抹油，直接开溜了。哈哈哈，不陪你们玩了，老头子我要吃晚饭去了。帝后差点没呕出一口血来，太贱了，这个老东西太贱了。老乞丐回到山庄，还不等庄天问说什么呢，直接又把昏迷的两个人一把夹住。我走了，这两个娃我会好好照顾的。而与此同时，沉沉睡着的袁心碎终于睁开了眼睛，他被小神境强者打架的威势波动震醒了，睁开眼睛的时候满眼都是烦躁。少主！大长老见状立刻凑上来。少主，您醒了。袁心碎没有回答他，只是习惯性的往床铺旁边一摸，摸到了一手空。他瞬间清醒了，猛地从床铺上坐了起来，带着浓郁的起床气，一脸阴沉的问着：念念呢？而此刻被敲晕过去的一念也终于缓缓清醒了过来。结果一醒来，他就看见一张老脸怼在自己面前，那一条条深深的老树皮一样的褶皱吓得一念立马跳了起来。哎呦！百变就躺在一念身边，一念慌乱之间踩了一下他尾巴，痛得百变立刻惊醒抬起头来。哎呀！
结果百变抬头又狠狠地撞到了拉拉下巴，拉拉一只手拽住了一念的脚踝，一人两兽顿时滚成了一团。乖徒儿，你干什么呢？老乞丐捧着肚子大笑着，这是在逗师傅我开心吗？你是谁？我？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师傅了。老乞丐捧着脸，嘿嘿地笑着盯着他。你叫什么呀？我有师傅，有人传授我功法，教我为人之道。一念想起至今还被困在那魔剑里面的老妖婆，他虽然有些口是心非，总爱对他黑着脸，但他觉得老妖婆与他便是再生父母，亦是师傅。他也和老妖婆起过誓，绝对不认其他人做师傅。虽然老妖婆并不在意，并且他说完之后还给了他一脚丫子。老乞丐才不管他。我认徒弟从来都不管别人愿不愿意，我敢打赌，你肯定会喜欢老头子的家的。到时候啊，赶你走你都不走。谁要去你家？少在那自说自话了。一念气急，不知道袁心碎有没有发现他消失了。你现在就在我家呀？老乞丐一摊手，从一念眼前走开，露出了背后的景致。一念这才注意到周围的情况，此处是一个巨大的盆地，群山环绕，一座座山头上都笼罩着浓郁的迷雾，充沛的灵力，即便一念不用入定都能感觉到。庄闲还躺在一旁没醒呢，一念踹了他一脚，庄闲才迷糊着坐起来，一睁开眼睛就愣住了。这是哪儿啊？臭小子们，来见见你们的小师妹了。话音落下，一念就听见了漫山遍野的师傅、师公、师祖父，一个个身影从山上奔跑而下，密密麻麻的霸占着山头。一念人都傻了，这老乞丐的徒弟们手拉手都能占满整个山头了。还没等一念反应过来，身边就已经围上了一大圈的人。哎，这就是小师妹啊！小师妹长得好漂亮。师傅，你这次挑选的都不错嘛，比上次带回来的二狗好多了。喂，你骂谁二狗呢？老子叫王二狗。知道了，二狗。小师妹，我叫孟小七，师傅是老乞丐，我师兄是小乞丐。嘿，咱们整个山头就我一个女孩子，以后可好啦，有你啦。这满山的臭男人看得他头昏脑胀，终于来了个养眼的小师妹了，再也不用孤零零的自己一个人睡觉了。小师弟啊，你这也太瘦小了，看哥。他用力的展示着自己的肌肉。羡慕不？从小就是药罐子，走的如玉公子那一派的庄闲，心里想着好丑。师公，我胡咧咧啥呢？谁是你师公了？我是你师傅，你爹那小崽子和老头子早就没关系了。别以为我收了你做徒弟就能帮你爹求情了啊，没有的事儿。师傅带你来了咱们巨人山，那就好好待着，你爹肯定是应允了的。来，说给你练练肌肉。不用了，我可没有同意到这里来，我要出去。哼，没门儿，进了我老乞丐的眼中，那就得当我徒弟。老乞丐分外不讲道理，他行事随心所欲惯了，人家的怪癖顶多就是爱喝酒，或者养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老乞丐就厉害了，他爱收徒，看见有潜力的人就往自己的山里拐一拐。一念再次要拒绝，可一个圆溜溜的东西被塞进了一念嘴巴里面。什么东西啊？一念吓了一跳，那东西入口即化，还不等他吐出来，就已经化成一缕微凉的烟，顺着他喉咙直接下去了。别怕，小师妹，这是我们巨人山才有的灵果，飞烟果，里面都是很精纯的灵力，你感受一下。哼，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好东西呢，而且完全不会拔苗助长。师傅虽然脾气古怪了点儿，
但是对徒弟那是1等1的好。一开始有很多人来了，也闹着要走，但最后都对师傅心服口服了呢，抢着要留下来。我是有事要办。一念眼巴巴地看着孟小七手上拿着的那些灵力含量丰富的果子，有些不争气的动摇，但很快就被他一把摁下去了。我不能一直留在这个山里。小师妹，你太可爱了，谁说我们会一直在这个山里呀？谁知道孟小七扑哧一声就笑了出来。我们还是要出去的，就是不告诉别人身份而已。师傅说你是万寿国来的，你对五州一点也不熟吧？那就先住这里好了。等等，你说这里是五州？一念猛地惊道：我是晕了多久啊？竟然到了五州？师傅速度很快的，一会儿就到了。孟小七一边说，一边拉着他到了一个黑黢黢的洞口前。你就住在这儿吧，我就住在你隔壁的洞里。住洞？这可不是普通的山洞，你看，腾腾，开门哦。那紫藤竟然发出了古怪的笑声，吓了一念一跳。下一刻，那些藤蔓全部翻卷着往上挑，露出了里面一个巨大的空间。咯噔咯噔几声，一念看见几株矮脚木甩了甩身子，它们身上的果子便猛地亮起来，照得整个洞穴无比明亮。不过里面空间虽然很大，但是只有一张床。别的桌子椅子什么的可以让师兄们给你做，但是咱们用的一些修炼用的东西就得去外面置办了，还有吃的也是。刚刚那紫藤便是看门妖藤了，你等会儿在看门藤上滴一滴血，他便认识你了，以后只会为你开门。别人要闯进来，首先就得过他那一关。你别看他长得丑，身家可是堪比5星人灵境强者的哦。孟姑娘，那看门藤是妖草兽的一种吧？妖草兽也能被驯化吗？而且这一个山洞里面就不止一种妖草兽了。这便是我们巨人族的能力啦，只要你还在巨人山之中，是我们巨人族认定的朋友，和我们一族同气连枝的妖草兽便不会伤害你。哦，对了，我突然想起来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小师妹，五州外面还是挺凶险的，龙蛇混杂。你天赋虽然不错，可如今还未长成，实力可太差了，你可千万不能悄悄地跑出去，知道了吗？咱们这儿灵药什么的一点也不缺，但是就是平常用的小东西太少了，你这连个锅都没有。锅吗？一念将手伸进自己的空间灵宝里面掏了掏，有的，喏，用这个。他掏出一个黑黢黢的，看起来像是生了锈的铁锅。不好意思啊，我这个锅长得比较丑，因为这个锅是真的丑，还凹凸不平的。这有什么？我给你炖。孟小七仔细看了一眼这个锅，直接就丧失了自己的说话能力。这不是上等法器吗？孟小七终于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那上面凹凸不平的哪里是铁锈啊，那是雕刻的万寿图，这可是上等的防御系法器。啊？是吗？一念抓着这个丑锅上下看了2眼。哦，我家中长辈给我的，说是让我兜水煮汤喝，具体什么用我也不知道。用大嬷嬷的话来说，上等法器反正现在的念念还用不了，除了给他炸着玩，还能有什么用啊？这丑的不行的玩意儿能当个锅？还是比其他只能用来炸的上等好用一些，于是就给他塞进了空间里面。没事儿，就用这个煮吧。一念毫不在意，这种他空间里面还有很多呢。孟小七满脸的不可思议的看向他，原本以为师傅不知从哪儿捡了个小可怜回家的吧，结果这么一对比，好嘛，他们这些山里的娃娃才是小可怜。走，我们现在就去置办东西去。
啊，好想那个浑身上下挂满了契合值的小姑娘呀！天马老大和小弟们交流道：“要不我们去找她吧，让她做我们的主人。小弟们，敢不敢走？”天马们互相打了个响鼻，马眼一对，彼此觉得就是那个意味了，一只只的都跑到了门口。他们踮起蹄子，轻手轻脚的往外面走着，然后猛地扇动翅膀。偏偏因为白家和帝后闹矛盾的时候，更是没有人顾得上天马这边。等女奴们端着好吃的过来时，这才发现天马大爷们都没了。苏老，不好了，天马们都跑了。相比于白家的多灾多难，帝后也没舒坦到哪儿去。哼，我风寻怎么会要一个容貌尽毁的女人做妻子？若是你的神兽还在，其实也不是不行，大不了成婚后我不碰她就行了。风家的长老们皱眉：寻儿，其实容貌并不是一个女子一等一重要的。凤元呐，神兽被偷走了，但不是还得找回来吗？毕竟契约是绝对断不掉的。风家长老们觉得有些可惜，风轩哪能不知道这些老家伙们在想些什么？他一点都没有给帝后面子，直接说出来了：我亲耳听见那女人说的，契约已经断掉，神兽血凤已经回不来了。什么？白灵，这是真的吗？帝后心里一慌，风轩是怎么知道的？你在想我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风轩冷笑了一声：哼，自然是你和你的好女儿在谈话时我听见的。要不要我再说几个秘密啊？比如白家的秘法，那可是个好东西啊，连我都想要。又或者比如你女儿身上的凤元是从别人那里生挖来的。你信口胡言！还不快解除婚约！一个半废的御兽师怎么配得上我们寻儿？就算娶回来，也只能辱没我封家门楣。帝后死死地握着拳头，封家竟然敢如此欺辱他女儿。若是燕儿在这种节骨眼上被退亲，那燕儿不仅成不了五州未来神话，倒是先成为五州的笑话了。白灵帝后，这样，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只要你能拿出让我满意的东西，我就过3个月再与这女人退亲，如何呀？而且我也不会告诉圣山宗的人，神兽已经彻底不属于苏林燕了，不然他怕是连圣山宗的门都进不去吧。帝后气得浑身发抖。我提出的建议你好好考虑，我觉得帝后你那么聪明，一定知道我要的是什么的，对吗？帝后死死地盯着风寻，毛都没长齐的男人想威胁他，哼，看来他是想要白家秘法。帝后很想现在就将这个不知深浅的后辈斩杀于此，可那样便和风家成了死仇。好，那就3个月。帝后压着涌上喉头的屈辱感，你姐回去等着。我只会停留2天，你快着些。哼！风轩冷哼了一声，眉眼之间含着得意，一脸霸气的拂袖离开。等风轩走了之后，帝后再也忍不住了，鼓着心口被气得呕出一口血来。帝后，您没事吧？我去叫灵医。没时间了，你去把燕儿带过来。帝后满眼狠厉。他们都看不上我的燕儿是吧？好，那我拼了命也会让我的燕儿重拾天赋。七仙愣了一下，随后像是猛地想到了什么，满面苍白地说着：帝后，您该不会是想……别废话，快去把地基带过来。是。苏黎燕被扶着走进来，她已经听说了所有的事情。母后，我不要嫁给风雪那种伪君子。母后当然不会让你嫁给他，缓兵之计罢了。
也千万不能将秘法给他。等我日后成才了，必定将这个男人碎尸万段。苏林叶一脸狠毒道：“还敢折辱于我？哼！我要将他那玩意儿剁碎了，让他自己生嚼，让他永远当不成男人。这才能解他心头之恨。那庄贤恐怕就是那巨人族疯子的弟子，他的寿元咱们暂时是拿不到了。那除了那剑种的凤元之外，你自身其实还可以再觉醒一次寿元。”帝后缓缓吐气，下定决心道：“但你身上的寿元不算好，甚至是很差，因为是在足骨上，所以母后暂时封住了它，准备之后让你的凤元吞了它养元的。可谁知那神兽没了，连接神兽的凤元也大打折扣了，那简直就是垃圾兽骨了，能孕育出什么好寿元来？”苏林叶一脸的不甘心，这种兽骨怎么配得上他尊贵的地基身份呢？但母后用精血帮你孕养，便能将你的寿元移到你的头骨上。头骨有多重要，想必你已经知道了吧？头骨那是人最重要的部位，当然这样做是要付出绝对的代价的，那就是帝后这一生将不会再有一点长进，他将永远是一个异星小神境强者，说不得还得后退实力，退回天灵境。可为了女儿，一切都是值得的。燕儿，母后定要送你上五洲，进圣山宗，成为一代天骄。帝后摁住了苏林燕头骨：“我们开始吧。”你比我离主人要近，你后退，我们得保持一样的距离。哼，你呢？你悄悄伸出手去勾主人衣角，别以为我不知道。两人谁都不服谁，可等意念转过头来盯着他们看的时候，却又笑眯眯地粘在了一块。我们没有吵架哦，主人。意念瞪了两只崽一眼，这时候却也顾不上他们了，因为他们穿出小树林的那一刻，就看见了一群壮硕的男人，像死鱼一样被麻绳捆着，在地上像只大虫子一样扭动，嘴里还发出嗯嗯的声音。叫什么？欠教训是不是？那些听衣服是圣山宗的，看见站在最前面那个女人没？装束明显和别的弟子都不一样的那个，那是今年圣山宗新弟子里排位第一的，有仙灵子之称的女人，名叫圣仙仙。当然她也是圣山宗宗主的女儿。哦，她还和小师妹你一样的年纪，都是18，小小年纪就已经是9重灵体了。你们俩嘀嘀咕咕什么呢？怎么，你们也是圣仙仙那一派的，来我手上抢人的？孟小希见这个女人上来就用手指指小师妹，顿时就不高兴了，正要说话，却听见一念面无表情地说着：“不是哪一派的，但你要是再用手指指着我，你的手就要没了。”孟小希猛地一噎，好家伙，这就是你说的要低调吗？哟呵，好大的口气啊！老娘就喜欢啃硬骨头，你等着，我收拾了圣仙仙那女人，我就来和你打一场。周少柔，你仗着你自己是周家人，欺负这种无依无靠的弱小有意思吗？还不快快放人！要不是我们凑巧路过，发现你在欺负他们，这几人怕不是要悄无声息的被你给杀了。周少柔，意念顿时就想到了那个爱打架的周少玉。他们满眼渴望地看着圣仙仙，那双眼睛仿佛在说：“救命啊！”我们圣山宗最是看不惯这种恃强凌弱的事情。圣山宗弟子们将周少柔给围了起来，同时还看向了站在一旁的孟小七和一念。喂，那边2个女的，来帮忙啊，愣着干什么？不必强求，又不是每个人都有良知良心的。小师妹，来，你的身份牌拿出来。
一念一怔，拔出了庄贤给他的那块身份牌。一念就忽然想到了袁心碎。哎，师姐，赤鬼谷是在几州啊？赤鬼谷在5州。小师妹，你喊我师姐啦？你愿意留在我们巨人族和师傅学本事了吗？如果师傅还要我的话。他担心那个老头子一会儿一个想法，可别下一刻他回去就直接给他扫地出门了。要，老头子怎么不要？一道声音忽然在一念耳旁炸响。好，想通就好。你刚才打听赤鬼谷干啥呀？老乞丐眯起眼睛。怎么，有小情郎在赤鬼谷啊？不是，只是认识的人在。成，等为师有空的时候啊，带你去5州，咱们浪一圈，带你去会会你的小情郎。都说了不是小情郎了。一念无奈。哎，对了，师傅，我想进圣山宗的藏书阁里面查点东西，有什么办法可以进去吗？倒也不是不可以啊。一念吃惊，这都可以？刚才圣山宗弟子因为我被吊起来打了。没事儿，只要你不是把圣山宗宗主抓起来打了就行了。师傅去和圣山宗的宗主说说。您还认识圣山宗宗主啊？认识你还这么打人家弟子啊？不认识啊，我去唠2句不就认识了吗？徒弟啊，你等着，师傅呢去和人家唠2句。师傅，我……一念话都没说完，老乞丐就消失在原地了。行啦，小师妹，咱们师傅从来都是想一出是一出的，你追不上他的脚程的。师姐先带你去把该买的东西买了吧。圣山宗的事儿你别急，咱们师傅虽然看起来挺不靠谱的，但一个唾沫一个钉，准得很。他说能让你进去，应当是能进的。知道了，师姐。而他不知道的是，此刻在5州赤鬼谷的本家。去找，3天内必须把人给我找到。他易容后的样子，大长老你知道的，画出来齐告5州。少主，咱们一定能找到念姑娘的。咱们出去吧。慢着，少主还有什么吩咐？要贴到5州每一处，然后提供线索的奖励要丰厚。3天内，我一定要见到我的念念，明白了吗？明白了。反正师傅也过去了，走，师姐带你去瞧瞧热闹。虽然咱们进不去，但是带你认认门还是可以的。不过小师妹啊，你想去那里是一回事儿，但是绝对不能进了圣山宗就不认咱们巨人族了，知道吗？你好好的当我的师妹，那师姐疼你到心里。你要是敢利用师傅翻脸不认人，那师姐吹到你头上。放心吧，师姐，我与那圣山宗是绝对不可能有良缘的。不提那圣仙仙的事，光是那苏林燕要进入圣山宗这一点，就足够让一念觉得恶心的了。但是师姐，再给我一点训练时间，咱俩谁锤谁还不一定呢。就是，拉拉会努力晋级的。哼！百变冷哼了一声。靠你，主人得等到什么时候？一定是我先。一行人吵吵闹闹的，很快就来到了圣山宗门口。圣山宗不愧是5州大势力之一啊，光是一道门便如此气派。这话还真不是一念没有见识，因为连辣辣和百变都看呆了。他这头大门怎么从那座巨山的一边一直延伸到另外一边呢？好宽呐！等我变成灵元兽变身之后，不知道能不能有这么大呢？你肯定不行，但是我可以。你的2只鸟翅膀打开都不够宽。百变虫，你是不是找打？
小师妹，你这2个崽崽可真可爱，但是灵元兽是长不到那么大的，有空你和他们说说，免得他们到时候会失望。一念也笑了笑，师姐，我的灵兽没有说谎，我的灵兽到了出元兽的等级，本体只会比这个门大。小师妹，你知道这个天门有多大吗？出元兽等级要是能到这门这么大，那至少得是神兽。等等，他猛地回过神来，难道小师妹你的灵兽都是神兽不成？而且还是2只。孟小七脚下有些打飘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小师妹刚才说的是真的？这俩神兽再长，那和他一比，真的是指不定谁吹谁呢。哇！旁边有个小摊贩的儿子，看起来大概只有3岁，他爹在忙着给人家客人把东西装进包裹里，一不留神，这小孩就到了圣山宗的宗门旁边，啃着自己的小肉手，一脸向往的盯着圣山宗大门看着。守门的是一群人灵境弟子，见到这个小孩吃着手过来，脸上露出了几分不耐烦。小崽子，滚开些！小崽子，滚开些！孟小七和一念听见声音，一起转过身，就看见其中一个弟子似乎很是嫌弃这个孩子，他想让孩子走，又不愿意用自己金贵的手去碰他，只一个劲儿的用自己的长剑剑鞘去捅着孩子肩膀，一边捅一边骂着：赶紧走！圣山宗的大门也是你能进来的吗？对不起啊，大哥哥。赶紧走！我们的大门不是你能进的。怎么，你看什么看呢？不知道我们圣山宗的达天门其实是一件高等法器吗？如若不是圣山宗的弟子，寻常人实力不到人灵境的根本进不去，会被直接绞杀在法器中。这孩子自己闯进来找死，我这是救他，你有什么好瞪我的？哼，这就是圣山宗的弟子吗？可真是长见识了。就是白师弟又没做错啊，要不是他这孩子早就死了。等孩子自己走便行了，非要去推去捅，见孩子侥幸没事儿，变成了他们的功劳了。这世上竟然还有这样的道理吗？再说了，你屁大点孩子往里闯什么闯？这不是找死吗？我们达天门是你们能碰一下的吗？话刚说完，哎呀，这就是达天门呐！娜娜走到那边门柱的旁边，叉着腰，用自己的脚踹了踹达天门门柱。长得丑，摸着操！长得丑，摸着操！娜娜扬起小眉毛，大步往前，一脚迈入。我进来啦！然后就在弟子们目瞪口呆的目光当中，噔噔噔的跑出来。我又出来啦！那位姓白的师弟脸都绿了，抖着手，不敢置信的问着：“你怎么能？这么屁大点孩子，竟然就有人灵境的实力了？娜娜是出元等级的神兽，实力堪比5星人灵境。以后随着实力增加，连9星人灵境都能在出元等级里面随便打的好吗？”呀，你们这门可真有意思呀！你们这门一不是为了挡住悍匪，二不是为了抵御外敌，竟然只拦不到人灵境的普通人。原来你们圣山宗是害怕这些实力差的普通人进去拆了你们的老巢吗？那你们圣山宗是有多么怂呀？比隔壁那小贩伯伯手上的烂菜帮子还菜呢！你住嘴！啊！这弟子惨叫一声，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重重的砸在他引以为傲的达天门上。他吐出一口血。主人，你快夸夸我嘛！娜娜做的棒不棒？主人，你抱抱娜娜嘛！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五州白家的人。五州白家，帝后的同族。哼，我是白家的孩子，又是圣山宗长老的亲传弟子。我师父可是天灵境强者，等我师父到了，你便是给我跪下也来不及。
话都没说完，他整个人又被踹飞了出去。这一脚可比辣辣凶多了。白家人，哼，那你就更得挨打了。与此同时，在圣山宗里，啊，你就是那圣山宗宗主吧？我找你也没别的事儿，就我有个小徒弟，觉得你们圣山宗挺好玩的，你能不能让他进来溜达2个月啊？当然，老头子我肯定会帮我小徒弟交学费的啦。我圣山宗只有圣山宗弟子可进，这位前辈请回吧。那不行，我给我弟子夸下海口了，你说怎么样才能同意让他进来？我那小徒弟人又乖又聪明，还听话，斯斯文文，白白净净，你半点不用担心，只要他过来，绝对不会给贵宗添麻烦的啦。这不是弟子乖不乖的问题。圣皇要逐渐失去耐心了，他握紧了拳头，灵力在一瞬间奔涌全身，开始对老乞丐施加压力。我看你头发花白，叫你一声前辈，但若是你不依不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哎呀，有话好好商量嘛，干什么打打杀杀的呢？这样，咱们学生互换，你也弄2个弟子到我们山里去学习咋样？我们那山随便可不让别人进哦。你赚了，小后生。山。圣皇听他这样说，倒是突然平静了下来。什么山？他知道五州有许多隐士大族，莫非这老头儿也是其中之一吗？哎呀，就是……老乞丐还未说完，外面一个弟子就匆匆跑进来，红着脸喊人：“师兄师姐们，不好了！白师弟被一个女人和小孩打得满嘴都是血啊！”什么？师兄师姐们，不好了！白师弟被一个女人和小孩打得满嘴都是血啊！什么？在场的所有圣山宗弟子都怒了，还能让自家人在自家门口被打了？可……小孩是怎么回事？白师弟还打不过一个孩子？三师兄，你快去外面看看吧，咱们圣山宗颜面都没了。那孩子古怪得很。圣山宗最厉害的大弟子和二弟子都在闭关当中，所以袁尚便是弟子里面最强的了。大家见他来了，纷纷叫嚣着要去给一念好看，让那个丫头片子知道我们圣山宗的厉害。放心，还没人能在咱们圣山宗外面耍完横能好好的走出去的。我们宗门的弟子向来一致对外，让您见笑了。老乞丐一本正经，是挺好笑的。行了，咱们这点事到现在都还没掰扯清楚呢。你小子是想知道老头子我是什么人，背后什么势力，值不值得你让外人的弟子进来学习的吧？老乞丐不想浪费时间了，直接伸出了自己的手，握成一个拳头。小子，你看好了。下一刻，盛红就看见那拳头像是灌了水一样膨胀的越来越大。盛红一双眼睛顿时瞪大。什么？你是巨人族？可巨人族不是早就消失了吗？我们巨人族可没那么容易消失，你就说换不换吧。我这边出4个弟子，你这边也可以出4个弟子，要2个人灵境，2个地灵境，不用刻意去教，就让他们在旁边站着看，能学多少学到什么，全看弟子们自己悟性，怎么样？巨人族放在100年之前，那是十分擅长战斗的种族，他们的看家本事自然是不会少的。盛红很是心动。好，就这么定了。他很想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去。隐士大族的修炼方式，能学多少都是好的。嘿嘿，一言为定。明日我就送弟子们过来，你也准备一下吧。走呗，咱们看看热闹去。老乞丐有些蠢蠢欲动。谁呀？
这么硬气的在人家门口找麻烦。老乞丐特别想见见那2个牛人。是谁胆敢在我圣山宗门口撒？袁尚的话说到一半，你怎么？哦，原来是你啊！哈哈，是那个秃毛女的三师兄呢。又见面了。老乞丐便是这个时候冲出来的。嘿，那些小崽子围着我们山上仅有的2个女弟子是想干什么呀？找打吗？后退，都后退，注意脚下！师兄，你疯了吗？有人忍不住问道。就这2个女人，你为什么吓成这样啊？你懂什么？这地下有根，你们想被拔头发吗？师兄，你怎么了呀？师兄，你是被下蛊了吗？你在说什么胡话呀？袁尚更加悲伤了，师弟们都不能理解他。那妖草兽说不定还跟着这俩女的呢。小神境的妖草兽一瞬间暴起，将他们所有人全杀了，都是可能的。这傻子不会以为大山爷爷的根须能跟着我们走这么远吧？燕念笑了笑，没有说话。2位又来做什么？难道之前做的还不够吗？哼，不要做出你们被害的样子，好好问问你那个好师弟，刚才做了什么。当然，你们师出同门，其他人包庇他不肯说实话也会有。今日目睹了全场的人，门外有不少，你随便找个人问问，便知道你那好师弟为什么会被打得像狗一样了。贱人，还敢张狂！主人，你让我去打死我！但是有人比他更快，众人只觉得黑影一闪而过，下一刻，一团黑雾出现在那白师弟面前，在那黑雾当中伸出了2只白嫩的手，啪啪2耳光打在了那白师弟脸上。这什么东西啊？袁尚大惊，一道灵力直接击中黑雾，那手呲溜一下又收了回去，灵力打散了雾气，却半点没伤到实体。刚才那只手是什么呀？弟子们还从未看见过如此诡异的招式，只有一念，他感受到那是百变的灵力波动，那黑雾竟然是百变的天赋能力。那只手也是百变的手吧？他真的只是一只虫兽吗？妖女，你们做了什么？他没做什么，他动都没动一下呀，是他嘴巴不干净，遭天罚了吧？圣山宗弟子刚一个字出口，拽着一念衣角的百变就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阴森至极，让这弟子猛地咽了咽口水。那什么，你不许走！他声音都低了一个调调，百变眼神冰冷，让这弟子喉咙发紧，觉得自己好像被一头了不得的猛兽给盯住了一样。老乞丐才不管这些怂脚鸡，打一架都不敢，就会放嘴炮。你们干什么呢？跟师傅回家去，师傅给你把事情办妥了。真的？这样他都能同意？老乞丐眼珠子转了一圈，没告诉一念，人家同意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和弟子被他们揍了，反正他已经答应了，要是敢反悔，嘿嘿，那他就有理由带着徒弟们出来动动筋骨了。一念闻言立刻露出一个笑容，诸位，那咱们明天见了。弟子们懵了，谁要和他明天见了？怎么了，儿子？父子游戏我玩腻了，本来想装作诈死的样子，整一整圣山宗那些不讲道理的人，但是没成功。不过这也没关系，托这事的福，我找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呢。他笑嘻嘻的，把自己的手掌在男人身上贴了一下，小孩眼中有紫色光芒一闪而过，他声音轻轻的：“你醒过来吧，我不需要你了。”话音落下，男人浑身一颤，下一刻他有些浑浊的眼睛猛地清醒了过来。诶，男人看着面前这小娃娃，皱着眉头道：“
你是谁家的小孩啊？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你爹娘呢？没有爹娘哦。孩子一边说着，一边给男人递了个袋子。大叔，这些天的游戏我玩得很开心，报酬给你。现在我要去找那个更有意思的人了。小男孩笑容灿烂，他身上的气味好香呢。男人接过，下意识一看就傻了，满满一袋子的零精呢。不行啊，这……男人抬起头来就要拒绝，却发现小男孩已经不见了。而与此同时，在马上就要到达天一州城中心的高空之上，从万兽国飞过来的天马们哼哧哼哧的高兴喷鼻，他们来了，给自己找主人来了。天马们挥动着翅膀，用自己的大鼻子狠狠地嗅了嗅，气味，好闻的气味在哪个方向呢？最大的那只天马扑哧扑哧地扇动着自己的翅膀，朝着身后的马仔们喷了喷鼻，四处转转，四处闻闻，总能找到的。马仔们纷纷点头。一念不知道白家那些马大爷们都跑出来找他了。他和师傅还有孟小七已经回到了巨人山里。小师妹，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打草山庄庄闲，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们以前认识。一念不说话，直接从怀中拿出那个身份牌。你是救了我妹妹的那位神秘人？是的。原来是你。若是你的话，要帮什么忙尽管说就是，我肯定帮。我要一个能彻底不让人急心的身份牌。一念现在手上拿着的这个只能过那种不严的审查，要是真的查起来，他还需要有自己名字的身份牌。苏林燕马上就要来了，他可以用这张脸去面对苏林燕，毕竟扒了别人凤元的事情，苏林燕但凡是有点脑子都不敢瞎嚷嚷，但他却不能以剑准的身份。若是苏林燕因为他没有身份的事情让人盘查他，然后再牵扯出魔剑的事情就不好了。你妹妹还没往上申报，已经去世了吧？啊，并未。这个你需要吗？庄贤连忙从自己的兜里掏出一个绿色玉牌，上面印着一个巨大的烫金数字，那是每个人的编号。这玉牌本身没什么特别的，但是特别的是这编号是专门的人用特殊的法子印刻上去的，造不了假。这身份牌是我不愿意销毁，故意留下来的，全当他还在了。庄贤的声音低下去。但是如果是给你用，想必妹妹也会同意的。寄回来的那封遗书里，除了对父亲兄长的愧疚之外，便是对救了自己的一念深深的感激。庄贤的妹妹也是一个十分善良的女子，可这样的女子却受尽折磨而死。我可以向你起誓，必定不会用这个身份做任何伤天害理、有违天道之事，绝不给你妹妹蒙羞。哎，不必起誓，我怎么会信不过我家人死前都感激的赞不绝口的人呢？我不会放过白家的，这笔账以后总要一点点清算。我与白家也有血海深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会传信回家，父亲那边也会统一口径。以后你便是庄家的二小姐了。放心，我妹妹年幼时多病，本就是养在屋子里，根本没有朋友。我百草庄以前那些人死的死，走的走，只要我和父亲咬定了是你，便不会有人认出来。多谢。叶念刚说完，远处的天边突然燃起一片火红，哗啦啦的，像是有只炎在翻滚，自下而上飞窜，然后炸开鲜红如血的明亮。那是什么？叶念皱着眉头问着。那火红照耀炸开的地方，应当还在很远的地方。远处的天边突然燃起一片火红，哗啦啦的，像是有只炎在翻滚，自下而上飞窜着，然后炸开鲜红如血的明亮。那是什么？一念皱着眉头问着。那火红照耀炸开的地方，应当还在很远的地方，只不过飞得够高，够明亮，他们看得见而已。哦，那个。
耳垢师兄带着2个手上戴的天旋铁扣子走了过来，正好听见一念的疑问。就那个圣山宗呗，这个宗门啊，爱出风头，极要排场，每年一次的开宗收弟子大典上就要放这东西，让整个天一州的人都能看见。那他现在在放什么？孟小七从旁边走过来，皱着眉头说道：这圣山宗的人是不是有病啊？无缘无故的还要放一炮？他们不是有病，他们是在宣告圣山宗又收了一位了不起的弟子。一念冷笑着，圣山宗1年只收1次弟子，逾期不候的规矩，全武州的人都知道。但凡事都有例外，这位新弟子便是最大的例外。这是要告诉所有人，他们圣山宗抢到了一位，就算是破例，也要说的绝顶天才了。圣山宗自然是要给这位弟子排场的。老乞丐走到一念身边，也看着那炸完之后逐渐膨胀的云团，不屑道：这是做戏呢，做戏，净整这些没用的。看那距离，以他们的速度，至少要到明天早上才能到，这会儿就开始嘚瑟了。老乞丐说完，低头看了一眼一念，突然道：小徒弟，明日你便要去圣山宗了，这也是你自己要求的。我会让庄贤、小七和二狗陪你一起去。巨人族的辟邪功法，我先教你一样，是我们巨人族特有的神行步。二狗和莫小七点头，师父果然看中小师妹。他们当时来的第1天，可没资格学这个，却没想到师父咂了咂嘴，说：你吧，已经把圣山宗的那些个弟子给得罪干净了。既然是交换弟子的话，那师父也不好总去帮你打架。你就这2个师兄师姐的，也扛不住那么多人揍，他们估摸着都排队等着打你们。你学了这个，咱们打不过的时候至少还能跑，是不是？师父，你就不能盼着点我们好啊？谢谢师父。一念倒是认真的道谢了，这种绝学，老乞丐愿意教他，是真的拿他当徒弟对待的。当然，指点什么的你就别想了，我老头子只负责收徒，不负责指点。不到瓶颈别来找我，自己看着功法练吧。说着，老乞丐一点一念的额头，这功法是来自巨人族的传承技艺。说着，老乞丐一点一念的额头，这功法是来自巨人族的传承技艺，根本没法拓印出来，所以才成了绝学。而且一念只能自己学，无法传给别人。一瞬间，一念就感觉脑子像是要炸了一般，痛得他下意识的想抱头蹲下了。哦，差点忘记给你了，你也来一下。老乞丐又往庄贤脑袋上点了一下，这下好了，抱头的成了2个人了。一念缓了好一会儿，才逐渐恢复清醒。第一件事就是查阅那功法，却发现那并不是文字，而是一团灰色的气。这气直接进入了一念身体里面，缠绕进每一寸经脉之中，然后往足下灌去。小师妹被骗了吧？这就没有功法，只能身传。你不断的用灵气喂养你这气，驱动双足便是咱们的神行步啦。耳垢也哈哈笑着。所以啊，圣山宗的就算来也学不走咱们的神行步，不过咱们可以找他们练练招啊。小徒弟啊，师傅别的要求一个都没有。突然他指向天边那朵云，看见那玩意儿没？你师傅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些搞些虚头巴脑的排场的。我不管那地基还是地基的有多好的天赋，你必须得比圣山宗的那些新弟子都出色，知道了吗？不然你师傅我这老脸没地方放了，知道吗？一念神行气运完全身经脉，闻言弯唇一笑，师傅尽管放心，我放过谁都不会放过他的。与此同时，那与一念有过一面之缘的古怪孩子终于找到了一念所在的巨人族位置。与此同时，
那与一念有过一面之缘的古怪孩子，终于找到了一念所在的巨人族位置。这孩子歪着头，盯着大山看了好一会儿，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哼，这里有好多好强的气息，我在外面等着他出来吧。第二天清晨的一缕光线猛地刺破苍穹，躺在床上的一念猛地睁开了双眼。哼，苏林叶，很期待与你再次相遇呢。念念，咱们走。一念也没什么要带的，只是他带着辣辣和百变要走出山洞的时候，两个小家伙还有些恋恋不舍的。啊，我的修炼洞穴！辣辣苦着脸，我的小岩浆，我舍不得。师傅有空会来看你的。一念点头。四人从山中走出来，一直蹲在树下那个小男孩就站了起来，他试图往一念那边靠，目光却定在了左右两边一人拉一只手的百变和辣辣身上。百变的感知很敏锐，他猛地扫视过来，在看见男孩的那一瞬间，他眼底有金光闪过，一瞬而逝。小男孩顿时变了脸色，那只兽发现他了，而且他的血脉纯净度比自己要强，刚才那一下压制就已经让他腿脚发软了。百变冷哼了一声，他松开了抓住一念的手，一把扯过旁边的辣辣去说悄悄话。你看那是什么？他悄悄避开一念指向男孩的方向。那是一只幼兽崽。他之前的感知果然没出错，之前他就觉得那圣山宗门口的小孩怪怪的。辣辣一看，本来就很大的眼睛顿时就凸出来了。哟呵，他就知道他主人这么香喷喷的，肯定会有心机兽过来盯着，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辣辣扬起自己的小手，对着小男孩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他是胸膛的血凤小辣辣。你敢觊觎我主人，我就杀了你！哼，不许你过来，你走开！有一个百变分享主人的爱已经很难受了。小男孩眼底闪过一抹不甘，眼见一念他们走得越来越远，他眯着眼睛，哼，你们不让我跟，我就不跟了吗？他总能找到一念落单的时候粘上去的。他悄悄地跟上。刚走到圣山宗附近，一念就听到不远处传来重重的灵兽嘶鸣声和吼叫声。轰的一声，圣山宗宗门的位置就像上次一样，那熟悉的金红色光芒猛地窜上了天空，在天边炸出一朵巨大的云。哼，看来是那位地基来了呢。孟小七双手环胸，似笑非笑地盯着前面逐渐出现的身影。那地基不愧是万兽国的，帝后也给足了这位地基排场，派遣了一整支灵兽军队来给地基开路。苏林燕就坐在最大的一只独角牛兽的背上，他失了眼睛的那半张脸戴了面具，只留下另外一半还完好的脸，而他手上肩膀上还蹲着一只金色的似蛇一样的东西，脚上四爪，额头有两个小角，这竟然是龙不成？竟然是龙！他竟然孵化出了龙！难怪啊，我说圣山宗怎么排场这么大啊？怎么又是一只神兽啊？命好啊，人家。一念脸色一寒，抬起头去，也就是这一抬眼，让已经距离一念很近的苏林燕一眼就看见了他。那一瞬，苏林燕盯着那张熟悉的脸，觉得浑身血液都仿佛开始逆行。一念盯着他脸上的半块面具，只觉得讽刺至极。就在几个月之前，他才是该在苏林燕面前遮住脸不能抬头的那个小可怜，可如今轮到苏林燕在他面前戴面具，不能以真面目示人了。天空还是一片红色，在一片血红色的笼罩当中，一念朝着苏林燕弯唇一笑，那一笑仿佛是从无边炼狱里面爬出来的恶鬼，连牵动唇角这一个动作都透着浓郁的杀意和恨意。苏林燕终于忍不住了，
如同见了鬼一样，发出了惨烈的尖叫声。鬼？是鬼啊！你是不是来索魂的？鬼，剑种，你是来索命的，是不是？他露出的那一只眼睛瞪得非常大，里面的红血丝迅速地爬满整个眼瞳。滚！滚！辣辣猛地握住了一念的手，他是吃了易容丸的，毕竟以前他这张脸在万寿国斗兽国宴上出现过。可现如今看见苏林燕这个丑八怪，他依然忍不住内心的怒意。同时，辣辣还看了一眼那所谓的神兽，这玩意儿也配叫神兽？和他平起平坐吗？燕儿，你怎么了？你清醒点儿。你没死，你不是被丢下魔戒，你从魔戒里出来了。他的唇缓缓发抖。是你做的，一切都是你做的。你没死，你还抢走了我的神兽，你成魔了，你是魔族。魔族？那个搅乱万寿国的妖女吗？圣山宗长老几乎是立刻拿出了法器。此话当真？是真的，是真的。苏丽燕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疯疯癫癫的。长老，你快处死他！你敢！要是今日动了我小师妹，我族定与圣山宗开战。耳垢和孟小七的舍身相护，让一念怔在原地了。他以为这两个人至少会怔愣一下。胡扯，根本就是胡扯！胡扯，根本就是胡扯！你万寿国地基是生来尊贵，但尊贵便可以空口白牙污蔑人不成？我胞妹自小与我一块长大，我们同进同出10几年，更是同年同月龙凤双生。现在你竟然疯疯癫癫的便要污蔑我小妹身份清白，我看你是失了一只神兽，伤心过度，得了失心疯了。渔民，大胆！少在五洲摆你的地基威风，莫不是还觉得这里是万寿国不成？你当五洲是什么地方？你是尊贵的地基，难不成我们这些人就都是渔民？就你高高在上，俯视众生，趁早收起你地基的那套傲气。五洲五大家族的孩子们都没你这般过分。说得好！听到旁边的人都忍不住跟着轻声撇嘴。就是啊，渔民，咱们天一州可不兴这套。在这儿可没什么地基。圣山宗虽然是天一州最大的宗门，却也控制不了每一个人的嘴。那圣山宗的长老气得不行，觉得这些人一点都不给圣山宗面子，同时连带着看向苏丽燕的眼神也带上了几分不满。已经出了万寿国了，有些便不好在当众说了，这么说被人议论起来成了什么样子。但他心里当然还是向着苏丽燕的，一双阴沉的眼落到了一念身上。你说你不是魔族余孽，燕儿是我们圣山宗的弟子，我们自然信他。但是你拿什么证明你的身份？可有身份牌？长老，这女人根本不会有身份牌。贱种，贱种，有本事你就拿身份牌出来。可若是你叫我掏我便掏，那我的脸往哪放呢？你圣山宗势力大，又是万寿国的地基，便可以仗势欺人了吗？你说我是魔族余孽，我说我不是，你便要我证明我自己，可你如何证明你说的是真的？难不成你以为你自己说的话便是绝对的真理吗？我看你是心虚了，你今天要是拿不出来，你便是魔族余孽。苏丽叶神情激动地说着，人人得而诛之。满嘴喷粪，你嘴巴臭，脑子脏，想什么呢？你说是就是了。那魔消失了那么多年，你见过？你咋知道魔是好是坏？便是人里也有好人和坏人，咋的？坏人便比坏魔高贵了？一念拿着身份牌的手猛地顿住，他心尖发颤。原本以为师兄他们只是相信他不是魔族的，却没想到
他们也在担心他是魔族的，言语之中竟然不敢将话给说死了，而且都是维护的话。小师妹，你放心。小师妹，你放心，师姐相信你是个好的，只要你本心为善，无论你是什么，我们都能容你。师姐，放心吧。虽然如今不能告诉他们实情，但他一定不会拖累巨人族的。苏林燕，你看好了，什么魔族余孽？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呢？看来地基您真的是伤心过度，脑子不好使了。你这身份牌是假的，他身上有魔元素，抽他的头心血，便可以查到他体内到底有没有魔元素。你欺人太甚！圣山宗欺我巨人族无人吗？耳沟重重的一跺脚，地灵境巅峰的实力顿时让在场无数人心生畏惧。你这是在我圣山宗门外撒野吗？都给我住手！宗主圣红黑着脸出现于众人面前。都给我住手！宗主圣红黑着脸出现于众人面前，他不变喜怒的目光看了一眼一念，又转回到长老身上。怎么了？刚才还一脸骄傲的苏林燕刚要抢着说话，身上却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压力，压得他根本就开不了口。圣红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苏林燕的心脏便疯狂跳动起来。这人只要一抬手就能杀了他，这是真正的小神境强者的威压，才不是他母亲那种包容着他根本不屑半分威压的小神境。苏林燕紧紧地闭上了嘴巴。长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了一遍，才愤怒地看向一念。都是这个丫头挑起来的事儿，宗主，您可不能放过她。圣红却没有如他所想那般，直接抹杀了一念。他皱紧了眉头，看向一念四人。巨人族的？正是。圣红在心底暗骂了一声，就知道那个老乞丐的弟子根本就不是善茬。身份牌给我看看。圣红伸出手，一念直接把身份牌丢了过去，神情里面半分对圣红的畏惧都没有。你和你哥哥长得并不像。龙凤胎自然是不像的，男人和女人的差别更是天差地别。怎么，还是说宗主你想取我心头血？咋可能呢？苏林燕那个傻子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取了心头血，天赋就毁了，那不是让人断送一生吗？对，宗主取他心头血。苏林燕却在看见众人看傻子一样的目光中兴奋的道：宗主，闭嘴！我在这儿，长老在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苏林燕面色一白，不用你的心头血，但既然大家心底存了疑惑，还是说清楚比较好，对吧？只要你的一滴血，我就能辨别你身上有没有魔元素。圣红不管一念和苏林燕之间有什么过节，他只要确认一念的身份。说是没有，你肯让你的宝贝弟子和我道歉吗？这个自然是看他自己，你也可以选择现在回去，不进我圣山宗，我自然不会为难你。和别人谈条件之前，先看看你能否碾压，或至少与那人平起平坐再说，明白了吗？圣红沉下脸，耳垢看向一念。小师妹，若是不愿意，我们便不进去了。不必，师兄，我怕什么呢？他沉神内视，想孵出2颗井水不犯河水的珠珠顿时一颤。那白色灵力珠子接收到主人的指令，直接往黑色珠子挨了过去。黑色珠子可抗拒了，傲娇的在原地打了个滚儿，但还是被白色珠子逼近。白珠子释放灵力，将它完全的压制住。血液中的魔元素瞬间被灵力覆盖，也多亏了它灵魔一体，可自由切换。一念直接咬破了手指，血液凝聚成形，用灵力包裹的血液就落到了圣红手上。小神境强者的精神力
完全覆盖融合这一颗小小的血珠里，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死死地盯着盛红的表情变化。须臾，盛红睁开了眼睛，平静地对意念道：“欢迎你们来到圣山宗。”周围顿时一片哗然，苏林燕不敢置信地捂住了嘴巴：“不可能的，你明明就是那个贱种，不可能是庄贤的妹妹。难道这世上真的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帝姬，我不知道你与那个和我妹妹长得相似的人到底有什么过节，但你一口一个贱种，怕是也不好吧？这就是你身为一国帝姬的教养吗？庄贤大声呵斥着，周围的人连连点头。就是粗俗不堪。喂，你是不是该给我们念念道歉？我们念念也没招你惹你，你上来便是一顿为难。道歉？上他道歉？他的面子往哪放啊？我堂堂帝姬，怎么能给他道歉？盛红对此并不表态，他也不愿意让自己做梦的弟子低头道歉。看什么？我怎么可能和你这样的女人道歉？你敢与我列阵受斗吗？一道声音抢先意念一步发了出来。苏林燕肩膀上那只灵兽猛地冲百变咆哮着。神兽血脉容不得挑衅，他当场便对着百变扑杀了过来。哼，来得好！一个巨大的光阵顿时就将两兽给笼罩住。金龙，苏林燕吃惊地看着百变，那灵兽竟然可以变成人形，这不是神元兽才能做到的事情吗？即便是他的金龙是神兽，那也做不到。但苏林燕对自己的神兽有着绝对自信。金龙，撕了他！大家也吓了一跳。那难不成也是神兽吗？可是苏林燕的神兽也不是人形呐。在大家议论纷纷的目光当中，金龙的身躯逐渐的胀大，百变还是那副样子，他甚至没有变出实体。金龙咆哮着向百变杀了过去，他要吞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杂种。有人忍不住皱眉，那小姑娘太冲动了，哪怕她的灵兽有点特殊，可以变成人形，也不可能和神兽抗争，是不是？可下一刻，众人眼神一凝，只见那只小小白白的手猛地抵住了猛冲过来的金龙脑袋，他眼中有金色光芒涌动着。下一刻，血脉之力大盛，轰的一声巨响，那金龙竟然直接被他摁到了地上。这还没完，小小一团的百变直接抓住了金龙尾巴，将它整个如同一条不听话的藤条一样，一下又一下的抽打在地上。阵法之外一片死寂。苏林燕眼瞳颤抖着，他为之骄傲的神兽竟然毫无反击之力。百变一把摁住那金龙脑袋，血色之中，金龙浑身抽搐着，嘴巴里不断有鲜血蔓延出来。百变看向了苏林燕，缓缓道：“说是不想我弄残你的灵兽，你道歉。对承受了你18年折磨的我最爱的主人道歉。对我虽然不是很喜欢，却依然愿意护着的我的同胞纯鸟道歉。”他要他低下那颗令人厌恶的脑袋，然后付出代价。什么？怎么可能？那小孩本体是什么啊？是神兽！周围所有人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耳垢也露出了惊讶的眼神。从刚才百变列阵开始，他就一直保持尖掉了下巴的样子，直到看见了百变将金龙压在地上暴揍了之后，才猛地回神。他憨憨的挠头，我还以为这俩孩子是小师妹的孩子呢。孟小七翻了个白眼儿，哼，小师妹才多大？我哪知道小师妹多大？
尔垢就是典型的满脑子除了修炼，万事不入耳不走心的那种人。百变，冲冲冲！是个难受，就要用难受的方式解决。说着，还捶了捶自己的大胸肌。孟小希觉得这大块头真的是没救了。圣山宗的弟子们脸色就和打翻了染料一样，精彩的很。你休想！苏林燕浑身发冷，不愿意接受自己辛苦孵化出的神兽根本打不过这么一个普通小男孩的结果。金龙他不止这点实力的，一定是你耍诈，一定是你做了手脚。说，你用了什么下流手段，把我的金龙变成这样了？我的金龙可是神兽，神兽怎么会输？哼，凭这也是神兽吗？凭这也是神兽吗？他此话一出，圣山宗的长老包括宗主都齐齐变了脸色。这话是什么意思？先不提神兽也分3、6、9等，这家伙出壳却不能化成人形，头上长角，腹下生角，便是打肿了脸，也只能算是一条血统浓度不够的小蛟而已。怎么就成了你们口中的龙了？龙天生便该是龙。再说了，便是龙，在我面前也要低头。你就算化龙又如何？话音落下，他又一脚狠狠地踹在金龙，不对，金蛟的头上。金蛟哀嚎了一声，正要低头认输，却不料百变猛地抵住了他低下的头，直接把金龙给打晕了过去。哟，这怎么晕了呀？灵兽自己不认输，那我便可以一直打，打破他的兽元，打断他的筋骨。说着，又是一拳砸在金蛟的尾巴上，鲜血四溅。苏林也浑身发抖，百变眼神凶狠。最后问你一遍，你低不低头，道不道歉？苏林燕浑身发抖，脸色苍白，摇摇欲坠。盛红见状，黑着脸刚要说话，一直没有出声的一念猛地看向了盛红。盛红宗主，你方才同我说不到同样的等级便没有讲条件的必要，对吗？那如今他们兽和兽可是对等了，我与苏林燕实力可是对等，你贸然插手不好吧？当然，若是圣红宗主当真连自己的身份都不顾了，插手弟子之间的事情，我也会让百变收手的。圣红被这2句话堵得浑身难受，他冷嗤一声道：哼，那按你如此说，你师父可是不要脸？嘿嘿，对啊，我们师父就是不要脸。你和我们师父一样吗？你和我们师父一样吗？只要你不要脸，被膈应的就是别人。盛红的嘴角狠狠的一抽，他要面子的很，自然做不出老乞丐那副鬼样子。苏林燕，盛红深吸了一口气，猛地喝道：你的灵兽若是没了，你便不再是我圣山宗的弟子。你的灵兽若是没了，你便不再是我圣山宗的弟子。道歉。金蛟至少是圣兽的等级，虽然不是神兽，可以是个好苗子。就算苏林燕输了，他也不打算赶走苏林燕。苏林燕又怒又觉得羞耻，看着周围人打量他的目光，就仿佛在看一个笑话一般。可他的金蛟若是废了，那他和母后的心血就真的废了。苏林燕浑身发抖，像是从牙缝中挤出来一般，朝着一念恶狠狠道：对不住。话音刚落，咔嚓一声脆响，金蛟的尾巴骨又被百变一脚踩断。哼，燕朝我主人，你道歉的态度呢？不低头，不弯腰吗？好好的道歉，最后给你一次机会。百变踩在了金蛟背上，再这么敷衍了事，我便踩碎他脊骨，让他一辈子都直不起躯体。苏林燕好似要晕过去了，他求助地看向周围的圣山宗弟子。圣山宗的弟子们完全已经被百变的威势和神兽不是神兽的事实给惊住了，还没缓过来呢。没办法，
苏林燕只能压下翻涌上来的腥气和血气，转向了一念。一念拉着辣辣的手，面无表情地看着苏林燕，那眼神仿佛在看一只臭水沟里的虫子。这只虫子正在努力挣扎。苏林燕缓缓地弯腰，低下头不看他，浑身抖如筛糠，喉咙里面像是被插了无数针一样难受。对不起。没有人比一念更有资格听这3个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念没有表态，而是让他弯着腰一直保持这个动作，保持了很久之后才走到了苏林燕身边。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念没有表态，而是让他弯着腰一直保持这个动作，保持了很久之后才走到了苏林燕身边。他微笑地把人扶起来。没关系的。一念笑得得体又温柔，让周围看戏的人心里那口气就松了。最终还是和解了。也是，不和解还能干嘛？人家已经是圣山宗弟子了，圣山宗的弟子们脸色也好看了一些。行了，都进去吧。今日真是把我圣山宗的人都给丢光了。而也就是在无人关注的这一刻，一念才贴近苏林燕耳边，反正我也不会原谅你，永远都不会。苏林燕眼睛死死地瞪大突出，她被一念这句话气得满脸狰狞，最终怒极攻心，一口血吐了出来，当场晕了过去。那白师弟恶狠狠地盯着一念。大人气吐血，你满意了？真是一个歹毒的女人。从昨天他救了那个孩子的事情开始，就注定这些弟子不会喜欢他。不过一念也不在意就是了。一念朝一众弟子灿烂一笑。对，我满意了。小师妹，我们进去了，别管他们。孟小希揽着一念的肩膀，带着他绕过那些满眼恨意的弟子们，直接进了圣山宗大门。哎呀，怎么办呢？他歪着头，两只眼睛死死盯着圣山宗的大门。他身边那2个好强呢，一定不会愿意我跟过去的。有了！小孩灵机一动，哼，我变成原形再进去，不就行了？我原形又不惹人注意，那头破门也拦不住我。一只小小的紫壳蜗牛竟然出现在地面上，这蜗牛也就小拳头那么大，长相倒是和普通小蜗牛差不多，只是那蜗牛壳上有着繁复的金色纹路，看起来很是妖异，而这纹路也注定不能将它当成一只普通的蜗牛灵兽来对待。小蜗牛晃动了一下自己2只触角。蜗兽一族是很弱的，但是它不弱，它生下来就和别的蜗不一样。他自信自己是可以打动一念，让他收自己为契约兽的。只有灵兽才能感觉到一念身上散发出的吸引力，天赋越好的灵兽越能感受到，有这样的一个主人一起修炼，他的实力一定会一日千里的。但是他本体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小蜗牛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加油，你可以的，蜗你可以的，我冲呀！然后这只紫壳蜗牛就以一往无前的决心和气势，飞快地拔出了一根头发丝儿的距离。这是什么意思啊？负责接待他们的那个长老有些不耐烦。到我圣山宗，自然要穿我们的弟子服。可我不是你们的弟子。一念嫌弃地看着这看起来呆板的很的弟子服，我不穿。是啊，穿这个我怎么锻炼肌肉？这衣服穿男人身上还娘们唧唧的。大长老脸色一沉，正要说话。行了，都随他们。盛红皱眉，不穿也好，免得到时候你们犯了错，还要我圣山宗担恶名。哼，你们圣山宗还有什么美名不成？圣山宗所有的弟子都和一念4人保持了一个非常远的距离，嫌弃之情几乎要化成他们脸上的面具。
但是也有圣山宗弟子盯着辣辣和百变在窃窃私语。没想到这个女人也是御兽师啊，那个小女孩也是神兽。不是吧？那说不定是妹妹什么的。不可能啊！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御兽师同时拥有2只神兽的。燕儿师妹不就是天生双骨？可惜原先那只凤凰是真神兽啊，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回来。要我说呀，御兽师还不如咱们修灵体的，但凡灵兽不在的，咱们一拳头就能把他打死。我不去，我不是什么巨人族，我要去抓那个欺负我的女人。父亲，你帮我教训她。弟弟他来了！那个拔了我头发的女人来找我了。我女儿头发的事儿，真的是你做的？是又如何？是你女儿先不问缘由，不依不饶，还差点放跑了几个修邪师。我要走，你们圣山宗的人拦着，他一道剑光差点砍在我身上，惹怒了我族中长辈，便出手教训他了。差点砍在你身上？盛虹眯起眼睛，你一个2星人灵境，他怎么伤得了你？你竟然还还手伤他？怎么，按宗主你的意思，我还要站着挨打不成？哼，你女儿口口声声说让我死了也是活该，我该忍吗？我族中长辈能忍吗？他又打不伤你，你这个人空有天赋，没有半分气度。盛虹目光阴沉，孟小七冷着脸就要开口。从刚开始一直憋着火的盛虹猛地挥手，无数的威压便释放出来，直接压在了一念他们所有人身上。无数的威压便释放出来，直接压在了一念他们所有人身上。一念只觉得胸口心血一阵翻滚，血腥味直冲上来。我不是来听你们解释的，小丫头，我知你天赋好，背后师傅家族又强，心高气傲，可我圣山宗也是不惧你什么。你放心，我不要你的命，你还是可以留在我圣山宗学习，但你得吃点小苦头，平了我女儿的怒气才行。你敢？耳垢气红了眼，但小神境强者实在太强大了。我师父必定不会放过你。那就让你师父和我战上3天3夜又如何？盛虹面色不变，声音无比响亮。真当我圣山宗怕了？下一刻，他的手猛地就要从一念身上落下来，一念死死盯着他，心里对实力的渴望再一次张牙舞爪的要从他身体里面爬出来。他太弱了，弱到别人可以随意欺辱他，不必讲道理。实力强的只要一句我要你死你便得死，就能敲定无数人的结局。在这种时候，不杀你3个字仿佛都变成了一种恩赐。眼神挺狠。盛虹冷笑着，你便要记住这次教训。你要知道，有些人你是惹不得的。他的头顶猛地响起一声炸响，本来还笼罩在上层的那些鲜红色云忽然碎开，全都往四面八方退去。刺眼的光芒顿时扎得人眼睛生疼。一个巨大的光阵出现在圣山宗上空，刺眼的光芒顿时扎得人眼睛生疼。一个巨大的光阵出现在圣山宗上空，狂风骤起，将一念旁边的几棵粗壮大树连根拔起。圣山宗最高的房子屋瓦直接碎裂，被卷上天空。空间阵。盛虹脸色大变，赤鬼谷的空间阵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赤鬼谷？谁啊？光阵之上逐渐出现了一个身影，看着那道熟悉的身影，一念不自觉地喊出了他名字袁心碎，但却忘记了自己身上有小神境强者的压制。说了这3个字之后，他没压住涌动的气血，
直接吐出一口血来。这口淤血吐出之后，阴念身上竟然还诡异的轻松了一些。顶上的元心髓已经看见了阴念，看见他被人压制着，还吐出一口刺眼的血。不知阁下来。圣皇刚面色严肃的拱了拱手，却见那俊美的男人突然脸色阴沉的在他周身布下了无数的阵法，在瞬间凝聚而成，灵力光是如同风力一般，猛地对圣皇就攻，招招致命。宗主，底下长老们齐齐冲了过来，圣红闪避得很狼狈。这人的阵法凝聚的速度强度完全打破了他们对阵法师的固有认知，圣红的肩膀上腿上都被打中了。放肆！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欺我圣山宗？但话音刚落，圣红就看见元心碎落到了地面上，他抬手直接碎了圣红的灵力威压。阴念他们骤然一松。念念，元心碎眼底一片阴沉，他抬起手抹掉了阴念唇边一抹血迹，声音很轻，却透着凌厉的杀意。你流血了。阴念来到五洲之后，这是第一次碰到熟悉的人，心中竟不由自主地生出熟悉而引出的委屈感。他试着开口，却发现一开口呼吸都气得发抖，被人家想摁在地上便摁在地上，想打便打。他虽然一声不吭不服输，但终归是在意的。没关系，你别害怕。他心里想着，念念，我帮你。圣红见到这人竟然是为了阴念来的，而且这么一副百般宠爱的样子，瞬间头皮都麻了。刚才那都是误会，我并没有想杀。谁要听你的解释？下一刻，大阵齐发，全都只针对圣红一人猛攻了过去。弟子们早就被长老们疏散到大门口，白乾怔怔地看着天空上的大战，浑身发寒。而就在这时，远处又传来了灵兽的嘶鸣声。白乾下意识地回头一看，远在天际的一角，他看见了什么？他竟然看见他们白家的天马正拼了马命地对这边狂奔过来。天马们兴奋的鼻孔都张大了，念念就在眼前了。是我白家来了，天马们到了！白乾兴奋地大喊着：“我就知道白家来助圣山宗了！”他一脸狂喜地对着天马们狂奔过去，眼看着越来越近，天马们缓缓地从天空降下，然后一脚蹬在了白乾脸上，然后对着他那张满是吃惊的脸崩了一个充满水声的屁。娘的，这个挡路的人是谁家的？这么不懂事啊！白乾的嘴正好对着天马的屁股，他脸色顿时就绿了，弯着腰就开始大吐，还不断的用自己的手指抠着嗓子眼儿。天马们满是傲气的瞥了他一眼，这人咋还吐上了呢？对着美丽的他们吐。大天马翻了个大白眼儿，这小孩真不讨人喜欢。大家抖抖肩膀上的羽翼，看着圣山宗内部又开始激动起来，香喷喷的未来主人就在里面了。可强者在打架，不怎么会干架的养尊处优马决定先在外面看看，安全了再进去。赤鬼谷欺人太甚！圣山宗的数道山峰之上，那些一直在闭关的老妖怪们终于醒了过来，无数恐怖的气势沉沉地压向元心碎。数人合力之下，大阵轰然碎裂。破了你的阵！圣红冷笑着，元心碎把念念拉到自己的身后，闻言，那双冷漠的眼中透出几分讥讽。天真。他轻笑道。下一刻，那些碎裂的光阵一片直接在空中炸开，将圣山宗那些房子炸了个底朝天。魏长老助我！圣火眼眶发红，他这一炸，炸掉的可是圣山宗的钱呢。圣红，冷静下来。见过老宗主。天哪，
所有人脸上都是狂喜的神情。老宗主竟然还活着，老宗主竟然还活着，而且就藏身于圣山宗内庇护着他们。老宗主如今都要到小神境巅峰了吧？师父，您为何拦着我？老人不说话，只是目光沉沉地盯着对面的袁心碎。袁心碎面无表情地和他对视着。这位小友，你既然带来了不少人，那便都一起出来吧。老人不紧不慢地说着。还有那位藏在暗处的巨人族朋友，也现身吧。我年纪大了，就不一个一个去找了。老宗主果然比圣红这个毛头小子靠谱啊！一道爽朗的笑声传来，大长老带着一帮赤鬼谷的小神境强者现身，粗粗一看，竟然不少于15个。嘿嘿，你个老不死的竟然还活着！你个老不死的竟然还活着！你说你早点出来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哦，我要是不出来，怕是你就要联合赤鬼谷的人大闹我圣山宗了吧？哪儿能啊！我这么平和讲理的一个人，怎么会动不动就打打杀杀呢？一念看见老乞丐，眼神一亮，喊道：“师傅！”老乞丐顿时笑成了一朵菊花。乖徒弟，别怕别怕，师傅其实一路都跟着你呢。师傅这就给你报仇，锤爆他们。我刚醒，圣红，你把事情的经过说给我听。一个巨人族，一个赤鬼谷，纵然是圣山宗也吃不消。老宗主脸上看不出喜怒，但他的存在也确实震慑着老乞丐和赤鬼谷大长老他们。圣红只能先压下怒意，他将自己的女儿推出来道：“仙仙，仙仙，你来和师公说。”这就是有意要让女儿在老宗主面前露个脸了。可圣仙仙哪里见过这种小神境强者大乱斗的情况？他的2条腿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打颤，这会儿被老宗主盯着，压力直接把他整个人都要压垮了。他欺负我！圣仙仙语无伦次，看着一张脸煞白。他就是欺负我了，师公，你要为我报仇！他翻来覆去的说的就是这2句话。老宗主不耐烦的看向了圣红，圣红也是满脸尴尬。事情是因为我和这位姑娘的恩怨而起。我说吧，即便前面站的是一个小神境巅峰的强者，他也看不出半分畏惧动摇。2人一比，高下立见。等一念将所有的事情都说完之后，老宗主这才看向了圣仙仙。所言属实，你不仅不问缘由，还差一点放跑了修邪师，还差点误伤了别人。可他们拔光了我的头发，他还还手了。下一刻，老宗主抬手，圣仙仙猛地被打飞了出去。师父！圣红面色大变，连忙过去扶起自己的女儿。弟子们都傻了，老宗主竟然帮着外人打压他们。圣仙仙，在外不辨是非，行事冲动任性，罚在宗内禁足1个月。圣仙仙浑身发抖。师公，您偏帮外人，话都没说完，就被圣红捂住了嘴巴。老宗主不会去和一个小辈计较什么，活到他这个份上，只会看形势定结果，而不是一味的冲动偏帮。小姑娘，这样你还满意吗？老宗主垂眸看着一念，一念抿了抿唇，他也不想真的现在就和圣山宗变成死敌，毕竟他还想进藏书阁找东西呢。满意了，前辈大义，前辈大义，能明断是非，我能有什么不满的？一念笑了一声，老宗主看他这样，也跟着笑起来。下一刻，
老宗主那双浑浊的眼睛突然就变得清晰起来，他扫向辣辣和百变，又看向一念。辣辣和百变在那一瞬间觉得自己肯定被看穿了。顶好的天赋，绝佳的心性，丫头能屈能伸。要是你不是背靠着2个势力，我定要不择手段将你抢到我圣山宗来。嘿，老东西，你这是想打架是不是？老乞丐顿时就怒了，袁心碎眼底有光华涌动，这是又要一言不合就开阵呢。别打了，再打就不好收场了。袁心碎搞不好真的会当场给人家头上来一下的。今天已经打够了，不能再打了。真的要血拼，袁心碎这边的人也得死。袁心碎反手握住了一念的手，低下头看他一眼，眸光就又柔和下来。好，你说了算。他笑着摸了摸一念头发，然后在心底点了点头。念念的头发梳得没他帮忙梳的时候好看。念念安抚下袁心碎，抬眼看向老宗主，语气十分肯定。我与圣山宗无缘，配不上。老宗主挑了挑眉，这个小丫头是心底有不满呢。罢了，你便安心在圣山宗留下学你的。圣山宗与你们巨人族的约定依然有效。人家和气，一念也不会再拉个脸，心平气和地点了点头，同时对力量的渴求再次迫切起来。有实力的人才能靠着3言2语就稳定下一触即发的形势。如果他有着老宗主这样的实力，便是当众杀了那对母女都不成问题。老宗主说完便看向盛红，带着几分不满道：盛红，我将圣山宗交给你，是信任你，可别让我们圣山宗的弟子实力不足，蛮横有余，明白了吗？盛红死死低头。徒儿知道了。既然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那么圣山宗禁止外人入内。老宗主看向了袁心碎和老乞丐，下一刻脸色骤然一变，巅峰威压倾泻而出，声音响彻整个宗门。出去！处理完前因后果，老宗主脸上才开始显露真正的怒气。小徒弟，师傅先回去，你要是在这儿住的不舒服，就回家来。一念点头。不过这个就是你的小郎君啊，天赋模样都还可以，也愿意护着你。师傅给他打个及格分吧。这不是……小郎君是什么？就是相好呗。都说了我们不是了。你是不是个男人啊？都直接冲过来了，你敢说你不喜欢我们念念？袁心碎脸色一沉。我喜欢念念的。这老头好烦人，要不要杀了他呢？袁心碎盯着老乞丐，露出几分纠结。老乞丐不知道袁心碎在想些什么，又觉得这个孩子的眼神看着挺单纯的，于是就解释道：就是以后要一直在一起的人，小情郎就是这样的，知道了吗？那我就是念念的小郎君，那我就是念念的小郎君。他无奈地看着老乞丐，说着：师傅，你别乱教人家，他有些事情还什么都不懂呢。我哪里乱教？老乞丐不高兴了。小情郎不就是这样的吗？平常陪聊吃饭，晚上熄灯暖床。袁心碎看向一念，不高兴地说着：我是给你暖床的。他暖了好多次的，那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你要脱衣服我也脱了。他什么时候知道睡觉脱衣服了？行了，闭嘴吧。谁乐意听你们小两口说这个？为师走了。老乞丐说完，脚底一抹油溜了，真是来去如风，随心所欲。袁心碎皱了皱眉：念念，你和我一起走。
不行，叶念立刻拒绝了。我要留在这里。为什么？你不和我一起走吗？袁心碎说完，又看向了周围。这一次，他的眼底浮动的是切切实实的杀意。这个地方有这么让你喜欢吗？少主！大长老一个机灵，猛地就反应了过来。咱们先出去再说。同时给一念使眼色。念姑娘，您送我们少主出去。也好。一念有些话不方便在这些弟子面前说，他看向旁边的莫小七。师姐，你们先去住的地方，我和他说2句话就来。师傅，难不成咱们就轻轻放过这事儿？盛虹，你是一宗之主，要比别人更理智，更讲理大气。我圣山宗不是谁都可欺的，这一点说的没错。可这么多年，你好像弄错了一点，别人不可欺咱们便可以欺辱别人了吗？若是你只有这样的气度，圣山宗迟早要完，这满宗的弟子也会被你教毁。接下来，我不会再急着闭关，我要看看这些年圣山宗到底发展的如何了。你去准备弟子大赛，我要考察考察弟子们如今的实力。知道了，师傅。那大赛的奖励今年该定什么呢？便给最终的胜者开放2日的藏书阁好了。我又不是喜欢这儿才待在这儿的，我想进这里的藏书阁查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而且我也有我的事情，不可能一直和你在一起的。一念索性挑明了说，我很感谢你今天来救我，袁睡睡，我往后肯定会回报你的，我在心里已经把你当成朋友了。你是我的偶娃娃，谁要做你的朋友了？我要做你的小郎君。你别听我师父瞎说，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少主，念姑娘在圣山宗是有正事要办的。不如这样，我们先住在附近，正好我带您在天一州逛2圈，怎么样？等念姑娘办好了正事，我们再从长计议，如何呀？袁心碎冷眼看着他，大长老连忙低下头去。袁心碎强压着内心的不悦，虽然没有点头，但也没说不行，算是默认了。一念松了一口气。袁心碎，你要是有事，你也可以自己去办，不用听听。话都没说完，一头天马就冲到了他身后，猛地往前一拱。一念差点没站稳，转头一看，差点没绷住自己的神情。天马怎么会过来呢？哎呀，主人！辣辣和百变一起跑了过来，天马那张马脸顿时露出了惊恐的神情，2排大牙不断的上下磕动发抖。辣辣一只手抱住了天马的脖子，百变抓住他后腿。主人别慌，这个小马我们2个会教育好再放出来的。辣辣给了马头一拳，天马这才安静下来，生怕自己再挨打。你放心去玩吧，主人。天马渲然欲泣地盯着他，救命啊！他们想干什么啊？想和主人定个气吧，但他们资质太差了，离圣兽都很远，怎么和主人定气啊？一念无奈，光百变和辣辣2个小家伙他养着都挺累的，一言不合就打得天崩地裂的，更何况再来一群马。不过这些马不是白家的吗？一念挑眉，露出了几分幸灾乐祸的笑意。白家人没疯啊！话音刚落，就看见白钱一脸崩溃痛哭流涕的跑了过来。天马，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呀？庄阴念，你个无耻小人，你对我白家天马到底做了什么？因为用的是庄家的身份牌，所以圣山宗的人默认他叫庄阴念，
白钱的话才吼完，啪啪2个大耳光。我看你这个人是记吃不记打。拉拉火气十足。谁是小人啊？是你家的马？还不快快牵走！我们主人可不是什么都收的。我白家天马生性骄傲，怎么可能围着你主人打转？可他一抬头就看见那只大天马刚获得自由，就去一念身边转啊转的，一脸亲近的闻闻一念的手，那尾巴吧嗒吧嗒甩的比人家的看门狗还要勤快。白钱目瞪口呆。很快，其他那些本来碍于辣辣和百变威压的天马也忍不住了，成群结队的对着一念扑了过来。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我们白家的天马。天马们齐齐吃鼻，他们又没有和白家定契，那地方不就是一个白吃白喝的地方吗？白家给他们好吃好喝的供着，他们偶尔为白家所用，白家人还会取他们的血拿去做药呢，可讨厌了。趁机踹了白家，他们要做香喷喷主人的兽兽。哼，都给我走开！他眼中金光大盛，下一刻那些天马们浑身一抖，恐怖的血脉威压使他们夹紧马腿瑟瑟发抖。都走开，我们主人不收你们！天马们委屈地看着一念，一念无奈地举起手，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对这些天马的吸引力竟然这么大。我有辣辣和百变，如今已经够多了，你们回去吧。这么多天马他也无处安置。天马们齐齐摇头，蹄子一撅，表示自己就要跟着他。念姑娘，您这灵兽契合值可真是了不得呀！我从未见过契合值高到能让这种高等级灵兽倒贴的情况。我也是第一次见。你不想要吗？你想要的话，可以都收下来。白钱听了他这话，顿时就开始摇摇欲坠了。什么叫都收下来？那他们白家怎么办呢？白钱又不敢再多说一个字，再多说的话，让那个男人注意到他必死无疑。他转头就往外面跑，他要将此事告知白家族老们才行。白家在五州可有本家，天马们还真的就守在了大门口。百变和辣辣叉着腰，让他们排好队，准备一只马一只马的驯化。主人，你去玩吧，这里咋这么解决？别欺负人家，劝走了就行，不许动手，谁动手了，谁晚上没饭吃。两个崽崽连连点头。大长老不愧是速度派，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合适居住的地方，离圣山宗很近的一个很大的院子。把人带进来。几个畏畏缩缩的男人被带进来，一跪下就瑟瑟发抖了。大长老，我们真的是贵宾心窍了。他们一进来就开始砰砰的磕头。我们没有要背叛赤鬼谷的意思，是那些势力花言巧语，他们……话音未落，几道光影掠过，鲜血四溅，这几人的身体直接被切割成了好几块。大长老一惊：少主，这几人虽然和别的势力联系，但是也算是跟着我的老人了。老人呢？袁心碎一挥手，那尸块顿时被切得更碎了。一念不在，他好似直接换了一个人，在一片血色中抬眼。既是老人，生出异心，那便得死得更惨才行。大长老看着这满地细碎的血肉，一时怔住。县族本性便是至纯至善，大长老是老县族人，第一反应是废了那几个人的修为，但放他们一条生路。毕竟一直跟着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少主，其实不必斩杀，便是看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话音落下，大长老脊背一弯，整个人不受控制的跪在了那满地的血腥之上。袁心碎冷眼盯着他，颈部筋脉浮现，里面血脉涌动着，压制直接落在了大长老身上，压得他冷汗连连。
你知道我族是如何被灭的吗？袁仙岁抬眼看向了大长老。虽然我当时年纪小，却也知道是出了内奸与那些贼人里应外合，破了我族的防护大阵，才有了后面那些事情。那些人残忍地剥下我族族人的皮囊，取走他们心脏，连婴孩都不曾放过。你可知他们为什么需要县族人？因为县族得天独厚，气运绝佳。当年五州大陆灵力即将匮乏，开启逆天阵法才可重新打破天道，引入灵气。可那需以我族大量血肉心脏为因，男女老少一个都不放过，生怕留下一个死灰复燃去报复他们。大长老瞳孔微微发颤，他只知道自己被灭族了，却不知道为何，因为他当时不在场。他们成功了吗？袁仙岁声音很轻，却透着彻骨的寒意。当然成功了。你看看如今这五州漂浮的每一颗灵力，是族人的血肉，是族人的悲鸣。你竟还要看什么情面？放过那些背叛者。若你下次还是这么心慈手软，那是要同他们一起去死吗？有些事我听你的劝，不代表你可以做我的主，明白了吗？袁仙岁眼底是一片空洞的黑，直到这一刻，大长老才真切地感受到袁仙岁的冷漠和残忍。他是真的厌恶除了一念之外的五州的每一个人。不是说他在一念面前笑，他就是一个好说话的人了。是少主。大长老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详细的灭族原因，一时之间心底不知是对那些贼人的厌恶更深一些，还是对袁仙岁的畏惧更多一些，他竟浑身发起抖来。可是少主，当年那些主谋如今都在哪里呢？他们回去的时候发现县族全灭，这些年也一直在找寻灭族的那些主谋。我们这么多年也找出了其中一部分主谋。五州五大家族里，封家、上官家、申屠家、吴家便都参与其中。他们都以为袁仙岁当时年纪小，不知道这些事情，如今看来倒是未必，也该仔细问一问的。可他下意识地将少主当成那个幼童，以为他不记得也不知道。袁仙岁垂眸看向他，可不止这几家。我问你，五州最备受拥戴的势力是什么？袁仙岁轻笑着问道。自然是福神塔，凌驾于所有五州大势力之上，统管整个五州。因为他们在五州危难之时立下大功，受尽爱戴。说到这里，大长老的面色逐渐阴沉下来。大功？什么大功？好啊，竟然是这样。大长老气得浑身发抖，所有的一切都联系起来了。难怪明明当年立下了大功，他们却三缄其口。大家只知道本来要枯竭的灵力突然又回来了，纷纷感谢他们。原来竟然是杀了我族所有人的大功。你想清楚了就好。一家一家来，不急，想办法破掉白头山那边的封印，别打草惊蛇了。我刚才处理那几人，唆使他们背叛赤鬼谷的势力是哪几个？大长老立刻从怀中拿出一份名单。都在这儿了，也是比较大的势力，想让他们偷我们赤鬼谷的阵法图。赤鬼谷中阵法师可用的阵法图是五州最多的，也难怪招人惦记。袁仙岁盯着这些势力的名单笑了笑。反正念念不在，无聊得很，便先去看看那几个势力吧。一念从小院子里出来，就飞快地往圣山宗的方向赶去。他跑得太快，
没有注意到路过一个小拐角时，旁边正有一只努力的窝窝，触角都扭在一起，兴奋地看向他。窝窝激动呢，终于他找到那个女人了。他努力缩小了自己的身躯，将拳头大小的身躯缩成了指头那般大，咻的一下缩成一个圆球，咕噜咕噜的对着意念脚旁滚了过去。太快了，太快了！他滚得晕头转向，终于落到他脚旁。窝窝立刻缠住他裙角，把自己的小壳给遮起来，然后努力把自己的灵兽气息压制到最低。意念完全不知道自己被这么个小东西给扒上了，脚步不停地回到了圣山宗。结果到了门口，他本以为那些天马都已经被辣辣他们给训走了，结果那是什么东西？辣辣，百变！意念看着站在门口的那10几只矮墩墩、胖乎乎的和幼崽狗一样大的小马驹，诧异地问着：“你们没让他们走吗？”我们说了呀，他们死都不愿意。主人又不让他们揍这些马，他们还说自己可以变小，不占地方。辣辣都快气死了，意念头疼死了。小马驹们仰头看着他，背上的小翅膀吧嗒吧嗒响着，像鱼尾巴拍在地面上一样。不想走，别赶他们走啊！你们装什么可怜呢？我和辣辣商量过了，主人你可以不迁徙，你出去还能让他们驮着你。小马驹们连连点头，反正意念不要他们就不走。意念倒吸了一口凉气，算了，你们先跟我见了吧，放在外面，指不定被哪位强者强行掳走迁弃了。意念七拐八拐的找到了分给自己的弟子房，里面的所有东西，吃的用的，竟然全部被人给用剪子划烂了。谁做的？辣辣脾气最暴，看着满屋子的狼藉，气恼道：“妈的，我去问问住在旁边的人。”你问了也没用。意念目光冰冷的落在这满屋的破东西上。我周围可没有咱们自己这边的人，孟小七他们的房间都在别的地方，被分得远远的。哟，这是怎么了？一道声音传来，隔壁屋里的一个女弟子走了过来，盯着意念，眼中都是幸灾乐祸的神情。哼，莫不是你的灵兽把我们圣山宗好好准备的东西都给弄坏了？我看就是，别的御守师的灵兽那都好得很，偏偏他养的要打要杀的，真没教养。你说什么？娜娜眼神一变，身上的火焰灼灼烧起，那两个弟子吓了一跳。怎么？难不成你还要打我不成？我可告诉你，你主人已经如今是住在我圣山宗，就要遵守我圣山宗的规矩。哼，圣山宗门禁打斗，违令者，你是谁都要把你驱逐回家。是啊，意念是强，但这次他们又没动手。意念要是敢随意打他们，那按照圣山宗这边的规矩，则是直接要被驱逐出去。他们恨不得意念赶紧滚出去，小天马们都恨不得出去咬死他们。藏在意念裙角的窝窝，两只小触角碰在了一块，他气愤地往前探着。这两个人，等他们睡了之后，他要去好好拜访一下这两位。早点滚，我们圣山宗可不欢迎你。滚滚滚！你是不是想问这是谁做的？哎，我们就不告诉你，怎么了？哪有人弄破他的东西啊？不是他那些没教养的灵兽自己咬破的吗？明道玩不过，他们还不能玩阴的了。主人，我们去告诉老宗主。整个圣山宗也就那个老宗主能让他看得起一些了。不必，哼，我自有别的办法。砰的一声把门给关上，我自有别的办法。砰的一声把门给关上。哼，胆小鬼！哼，怂恿老鼠！我就知道这女人也就嘴皮子厉害，
离开了那些个护着她的男人，什么用都没有。真以为有点天赋就能随便让我们都心服口服啊？人品败坏、宛如泼妇的女人，谁能喜欢呀？娜娜在里面听得满脸通红，终于忍不住要冲出去了，百变才摁住她，目光微微闪动着。等主人的指示。一念完全无视了那些话，先从兜里掏出了大山爷爷送给他的东西，一只红色的木头做出的木箫。哈，群攻类法器。阵法师为什么能让同等级的人畏惧？便是因为一样的攻击，别人只能对准一个地方，而阵法师可以对准一片地方。而群攻法器也是一样的，而且还是群攻乐系法器。一念把玩着这只木箫，有些爱不释手。是我可以用的中等法器。哟，还有谱子啊！这谱子可不是所谓的乐谱，毕竟是法器。这谱子上记录下来的是要如何控制灵力注入这乐器之中，启动它，要如同控制灵力的变化来达到攻击力度的调控。一念飞速的看了一眼，便将东西收了起来，以后可以慢慢练。怎么样啊，一念，你要不要去告状啊？我们带你去告状呗，你可别偷偷躲在房间里哭啊！下一刻，那紧闭的房门被人猛地打开，弟子们笑声一顿，天马们恢复了正常大小，每一只背上都驮着那些被划花的东西，一样一样都被搬运了出来。女弟子笑道：哟，这是出来扔东西啊！告诉你，不准扔，这是我们圣山宗赏你的，知道了吗？你要是不用这破被子，你便等着光身子睡吧。天一州任何一个铺子都不会卖你的，死了这些，乖乖的用这破被子吧。你们都是仙弟子吧？我看你们甚至没有一个人超过9成灵体的。哼，那又如何？怎么？难不成你想打我们吗？走，大了，百变，去弟子战力排行榜。仙弟子们皆是一愣，不是，他去看那排行榜作甚？圣山宗的弟子榜上清楚地写了所有弟子的排名和战力。一念的目光从最底下往上找，2星人灵境弟子，指尖落在那一群名字上，轻轻一点，找到了。新弟子们看得一头雾水，还不知道一念要做什么的时候，就见一念深吸一口气，猛地一喝：圣山宗2星人灵境弟子张猛，一念与你列阵对战，应死。宗内不能打架，那他便列阵邀战。这些弱鸡同他实力差距太大，没法邀战。没关系，这不是还有弱鸡们的师兄师姐吗？夹带着凌厉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传遍了整个圣山宗。我便是张莽，你要与我邀战，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是我们的人划破的？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己弄破的，嫁祸给他们的？哼，就是，若是没有亲眼看见，便什么都证明不了。显然，这些人和动手的人也都是一伙的。我可还什么也没说呢，你们可真是此地无银300两呢。放心吧，我没有那个闲心来一个个抓犯人。一念轻笑一声，捉住一条长鞭法器。这条长鞭名为盘蛇，是他用的最为顺手的一件法器。盘蛇轻轻一甩，尾端坚硬的往前一直一立，竟然变成了一柄黑色长剑。长剑直指那张莽。你们谁都不认也没事，我就问你，列阵对战，敢吗？谁都不认，那一念就一个个打上去，但凡是能够到邀约条件的，一个都不会放过。别怕，你先上，等一会儿我们轮流挑战他，车轮战轮死他。来，迎战！来，迎战！几乎是他话音落下那一刻，一念抬手一步，
两人的灵力顿时从身上涌出来，形成一个光阵，将两人笼罩在里面。张莽怒吼了一声，一柄巨斧出现于他手上，和他身形倒是很搭。受死！张莽怒吼了一声，往前冲着，可下一刻，阴念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动作，他竟然在光阵的角落里面直接盘腿坐下来了。去他娘的吧！我忘了这个人是个御兽师。张莽，你小心那个难受。这话刚说完，他们就看着百变竟然也在阴念身旁坐了下来。你简直找死！死了也别怪我了。张莽目眦欲裂，低头便看见了娜娜一张小脸儿，他兴奋得很。终于轮到我上场了！哼！娜娜高喊一声，无数的气焰从身上爆发出来，顷刻之间便凝聚成一个巨大拳头，重重的一拳砸在张莽的脑袋上。你联合这些弟子们用下作手段欺负我主人，今天我就要烧掉你所有的毛！血焰在他身上烧灼着，专门挑头发、衣服，甚至连腋毛都没有放过，轰的一下就烧完了。弟子们惊呼了一声，张莽竟然赤身裸体的站在那对战台上。去死吧！一脚踹在了他嘴上，一嘴的牙全都给崩了。张莽一口血喷涌出来，他像狗一样趴在地上，哇的一呕，吐出了满口混着碎牙的血，眼睛肿得什么也看不清，连忙举起手想认输，可拉拉哪里能放过他呢？他今天晚上已经憋了一晚上的火了，上去就是拳拳到肉，咚咚咚的砸到张莽彻底昏死了过去，都不错。那些实力退死的新弟子们齐齐咽了一口口水，这怕是要打死人了吧？我再问你们一次，我的这些东西是谁捡烂的？你们不说，我便一直挑战下去。放心吧，我肯定不去告状。咱们年轻人的事呢，咱们自己解决，是不是？你们点的火，你们的师兄师姐知情又包火，你们觉得我会把这件事情轻轻放过吗？我不能打你们，我还不能打你们这群好师兄了。新弟子们齐齐咬牙不吭声，明明台上的张莽都要被打废了。哼，很好。阴念目光冰冷，声音更冷。敢做不敢当，孬种出圣山。你狂什么？有种的和我们比比，放过张莽！